外面都说什么？唉，外面说为了遮掩您公主的身份，苏世子真是太委屈了。堂堂男子汉非得做女子。朝阳街的大妈好像成立了什么支持苏世子恢复性别后援会，说如果陛下再不给苏世子澄清身世，他们就要游行了。苏青直接目瞪口呆，后援会？我勒个去！原以为我在百姓的心中是个打打杀杀的粗人，没想到我人缘这么好。所以苏世子很满意。九公主殿下，又不是我贴的黄榜，你冲我发什么火？我不管，现在你必须立刻马上把这件事解决了。属狗的呀，说变脸就变脸。刚刚还土味情话飞镖，我凭什么给你解决？我每天在家怀孕这么辛苦，吐得昏天黑地的，我有多难受你知道吗？你只知道在外面忙，从来不懂得关心我，凭什么给我解决？你说凭什么？我怀孕这么辛苦，你做什么呢？让你帮我解决一下这种问题，你都要给我发脾气吗？转头走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感觉像是深闺怨妇在冲她这个不着家的浪荡纨绔丈夫发飙呢？荣恒就是那个怨妇，你是真的孕激素上头了。怀孕的人容易情绪激动，王妃您体谅体谅殿下。都说殿下这几天又吐得厉害，难免有些，您多担待些，等她适应几天就好了。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是个女的。那算了算了，自己的相公自己心疼。苏青抬脚去追荣恒，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我以后多体谅体谅你，以后军中无事我都在家陪着你，好不好？来笑一个。说着，苏青吧唧在荣恒的脸上亲了一口。他是堂堂正正男子汉呀，都像个娘们儿。我是男人。喷荣恒一脸口水，点头。对，你是男人，你是男人，我知道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所以以后咱家都听你的，听见没？以后都听你爹的。荣恒一把将苏青打横抱起，苏青立刻揽上荣恒的脖子。孩子快看，你爹要发威了。荣恒抱着苏青的手差点闪断。当着孩子面呢，胡说什么？孩子还是个受精卵呢，听不懂，你继续发威。知道孩子会受精还胡说，孩子怎么就听不懂？我儿子绝世聪明，什么听不懂都能懂。也有可能是个闺女，那也是绝世聪明。绝世聪明，那就是聪明绝顶。你这么咒你闺女真的好吗？荣恒只想将怀抱里的人直接扔到床榻上去，然而事实上他只能将人温柔地放在床榻上，然后朝苏青脑袋一个暴力。胡说什么？不许再胡说。身下乱晃，抬脚朝着荣恒就蹬过去。别乱动，吐了一天了，怎么还这么大精神？床都让你给摇散了。苏青一脚蹬过去，荣恒脚下一个趔趄没站稳，直接跌倒在地。我没动啊。一个鱼打挺站起来没站稳又跌倒。苏青面上的嬉笑蓦然一脸，心头狠狠咯噔一声，一咕噜爬起。屋里的桌椅板凳都在晃，屏风在晃，笔架在晃，门窗发出哗哗的声响。就在苏青爬起的一瞬，荣恒一步冲到苏青面前，一把抱起她就朝外跑。大地震了！地震就发生了那么短暂的一瞬，及至荣恒满面肃重抱着苏青立在院里的时候，大地已经平静，没有房屋倒塌，也没有混乱惊叫，甚至有些熟睡的人还在睡，整个京都还是一片祥和。苏青从荣恒的怀里下来，两人并肩沉默着等大地再次颤动。然而大地一片平静，顿时一瞬，我们这里可能只是被波及，不是正中心。如果他们这里不是震中，而只是被波及，可见真正的震中距离他们不远，抓了苏青的手。也有可能只是轻度地震。但是我需要进宫。我陪你。正说话，福星抱着丫丫一脸凝重的奔来。主子，刚刚好像地震了。你现在立刻全速赶往军营，调集5万精兵随时待命，军中帐篷草药军医全部准备妥当。福星抱着丫丫昂首一声吼。是。荣恒紧紧抓着苏青的手，心头千言万语万般难受，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唯有默默祈祷不存在什么大地震。宫门尚未落实，他们一路顺利抵达御书房。御书房里6部尚书已经全部在了，工部尚书气喘吁吁的，皇上沉着脸：兰兰，你怀着身子，且先坐着等。御书房里
一片静默。而此时，皇后率领后宫妃嫔并公主跪地祈福，凝重的夜色连呼吸都显得那么突兀。一夜过去，没有任何消息送来。兵部尚书朝皇上道：陛下该早朝了。皇上面色很差，父皇，没有消息，会不会是送不出消息？需要儿臣派出侦察兵吗？陛下已经派出人去探消息了，昨儿夜里一地震的时候就立刻出发了。荣恒有心想安慰苏青，可天亮那一瞬，这该死的孕吐又来了，比金鸡报晓都准时，就像滚滚浪涛在胃里翻滚，折腾的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几乎没来得及跑出御书房，胃里一个翻滚就吐了上来。皇上正要跨脚出门，听到声音回头看了一眼，请送太医，另外安排一顶软轿送他回去。苏青扶了荣恒，你且先回去，我再等等，说这里没什么特殊的情况，我会去接你。荣恒很想在这个时候哪怕不做别的，只是陪着苏青，可他吐得昏天黑地，留在苏青身边陪不到苏青，反而是个累赘。一股浓烈的无力游窜全身，那种感觉说不出的难受，却比孕吐都要折磨人几百倍。他是个男人，是苏青的夫君，现在却被这该死的孕吐折磨的连陪伴苏青都做不到，更不要提做别的什么事情。大地震究竟如何，所有的朝臣都殚精竭虑，他身为皇子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，然而现在他唯一能尽的力就是不拖累苏青。这愤懑无奈的同时，却又庆幸吐的是他，不是苏青。这样的折腾若是落在苏青的身上，他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。六部尚书皱着眼角，彼此相视一眼，这场面怎么这么奇怪？确定九殿下真的是九殿下，不是九公主？怎么瞧着九王妃那么苏世子呢？六个人沉重的心情上披着一丝强烈的压不下去的八卦，朝荣恒行了个礼，跟着苏青离开金銮殿。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。你怀着身子如果当真是有大地震，父皇，儿臣不仅是平阳军守将，更是皇室中人。儿臣前往赈灾这是必须的，儿臣若是不去，不仅老百姓那里会有非议，儿臣自己心里也过不去。怀孕前3个月是最容易动胎气的。随行军里有军医，更何况若当真地震级别大，那些被地震击倒的人里，兴许也有和儿臣一样的孕妇，他们怀着的是大夏朝的新生命。现场不论如何你只指挥就是了。你手下那么多的得心应手的残将副将，就用不着你亲自上场了。儿臣去赈灾，就一件事放心不下。你说？儿臣惦记殿下。你放心，恒儿，朕会派人照看的。倒不是惦记九殿下的身体，儿臣是怕儿臣这一走，等儿臣再回来，满大街的人都喊儿臣为驸马了。皇上眼角一抽，错地看向苏青。父皇，你有所不知，父皇连贴2道荒榜，京都百姓的人几乎都已经认定儿臣就是苏世子，殿下才是九公主。而且为了让儿臣能够堂堂正正做男人，朝阳街区的大妈打算力挺儿臣游行示众，老百姓有不满的事情，朝廷给他们游行的权利，并且还规划了游行专用路线。可是为了让苏青当男人而游行，这到底是苏青本身就是男人，还是老百姓迫切希望苏青是个男人？你尽管放心去赈灾，等你回来，朕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恒儿。从身体到名声，全方位完整。陛下和王妃一夜都没吃东西了，不如先吃点吧。陛下就算没胃口，总要为九王妃肚子里的皇孙考虑，他兴许是饿了。朕不饿3个字被结结实实堵回了嗓子眼。陛下，陛下，人回来了。一个身着灰色衣衫的男子满身是血，大步走进来，衣衫褴褛，全是血泥和破洞。陛下，湘北发生了大地震，房屋大面积的倒塌，死伤无数。湘北？父皇，平阳军已经集结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活着回来，儿臣遵旨，儿臣告退。他一走，叫6部尚书来御书房。小内侍得令，
转角出去。皇上朝地上跪着的探子看过去，怎么一身的伤？卑职赶到湘北的时候，恰好遇上了余震，山体滑坡，卑职和同伴被滑坡山石掩盖，卑职九死一生，所幸马匹未受伤，才得以快速的赶回。去休息吧，家属那里暂时先瞒着。王妃，九王妃，等等奴婢，这个是惠妃娘娘随身带的平安符，您拿着。这个是皇后娘娘替您求的。时间仓促，我来不及去谢恩，劳烦你帮我转达。求王妃千万保重。随行军医20名，我就一句话，是老百姓在养我们，该怎么做，你们明白？地下5万精兵气吞山河。苏青抬手一挥，全速出发，1万精兵打头，策马直奔湘北，作为第一援救梯队。后面步兵全速奔走。及至此时，湘北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京都。平阳军开拔，苏青、福星并肩骑马走出军营大门时，草民是德众堂的大夫苏百川，听闻湘北发生大地震，草民想要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。都是京都一些药堂的大夫。苏青替湘北的百姓谢过几位，但是湘北余震还在继续，危险时刻存在，抗震救灾我们去就行了。灾后不乏流民难民，湘北距离京都极近，此时天气又热，若是有难民流落京都，到时候朝廷不免要为了控制灾情，还要劳烦诸位就不必所有急奔湘北了。一路疾驰，福星朝苏青道：主子，大地震一定伤亡无数，再多的大夫都不够用，你怎么拒绝他们？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夫，我们一路疾行，他们根本经不了这个颠簸，只怕到不了湘北，他们就先垮下了。可我们的军医也不够啊。放心吧，六部尚书那里已经在御书房召开紧急会议了，到时候赈灾物资里肯定有一大批擅长外伤的大夫。再者，那些人身份不明，谁知道会不会是别人蓄意派来捣乱的。都说大地震之前动物们有所警觉，小的就觉得丫丫昨天蔫蔫的不对劲儿，原来他早就知道要地震了。从京都出发的时候还是艳阳天儿，及至日暮时分，急行军行到湘北境内时，忽然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苏青心头盘亘着的却是地震现场，他们距离镇中心湘北城不过是一山之隔。将军，前面山路坍塌，路被堵了，我们正在挖，暂时情况不明，还不知道要挖多久。你的蓑衣斗笠呢？斗笠我想留着给受灾的百姓用。胡闹，留着给百姓这心是好的，可你们若因此淋雨得病，到时候谁去救他们？我带你们千里奔袭，不是为了让你们给他们送雨衣的，是为了救人的。立刻马上给我穿上。大雨倾盆，在地上落出气势磅礴的响动，如同千军万马踏过，全力清除前方障碍。不过一盏茶的功夫，忽的他们动作一致。怎么了？将军，这里有人，好像还活着。大雨里瞬间牵动5万人的心，还未到赈灾现场，就在半路挖出被活埋的人。就在这个人的上半身已经露出一半的时候，原本平静的大地忽然剧烈抖动，如同猛兽在咆哮。不过剧烈的颤抖只出现了一下，然后大地恢复平静。就在大地颤抖的一瞬，那4个跪在地上救人的将士被头顶一泻而下的泥土掩埋。小心出来！这4个字不及苏青破喉而出，那4个人已经消失在他面前。给我待在原地，不许动！将军，他们被埋了！将军，快点啊！再不救，他们怕就……大雨如雷的声音淹没了他后面的字，苏青没有听到。谁都不许动，这是命令！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，他们却只能在这里站着。刚刚恢复平静的大地再次抖了起来，颤抖得格外剧烈，比之方才2倍不止。剧烈的颤抖让山上的石头顺着山坡滚滚落下。可是面对千军万马，他们能想方设法避开。面对去湘北赈灾，这是最近最快的唯一一条路，他们别无选择。大石滚下，发出贯耳的轰鸣声。苏青眉心狠狠一皱，
看了眼方才塌方的地方，死死一捏拳。所有人退后，快！命令发出，大家下意识立刻执行。素汐的那种网带了吗？带了。看着福星从包里取出2张折好的网，你们20个人拿着2张大网，并排将其固定在山坡上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不许让大网离开山坡地面。是。半炷香之后，将军已经固定好了，立刻去挖塌方现场，火速清理道路。一声令下，早就憋不住的将士立刻冲向方才塌方之地。再次30人一排，兵工铲噼里啪啦的挖土。将军，他们还在，还活着。雨声里忽然传来一道颤抖而兴奋的喊叫。听到这一声，苏青的心里颤了颤，松了口气。将士们加快挖掘速度，很快一个老百姓，4个将士被从土中刨出。他们出来的一瞬间，所有的人心被狠狠撞了一下。那4个将士齐刷刷选择，彼此手臂相搭，围在那个老百姓的身边。4个人用身体搭成一个棚子，将那人护在身下。泥土从头顶卸下，他们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，硬是咬牙坚持住。他们身下的老百姓被护得好好的。在军医的治疗之下，那被塌方掩埋的老百姓终于有了意识。一清醒过来，得知是平阳君救了他，立刻就要挣扎起身。不行，你还不能动，你这条腿再动，有可能就断了。我要见九王妃，我立刻要见九王妃。你是什么人？平阳君护主，但凡和他们将军扯上关系的，他们都时时刻刻警惕提防着。御前带刀侍卫石文龙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向九王妃回禀。御前侍卫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别啰嗦，快扶我去见九王妃，快呀！你等着，我去叫将军来。你不能动，看好他，别让他动。眼瞧着苏青走来，你躺着说就是。有人要在湘北投放异毒，投放到水里。雨落，整个人一瞬间犹如泄气的皮球瘫了下去。他怎么回事？将军，他被掩埋的时间太长，再加上腿部受伤，失血有点多，昏迷了。刚才应该是信念所使，聚着最后一点力气爆发了一下，再要他开口说话，怕是一时半刻难。他失血实在太多了，给他治疗，然后派人送他去最近的驿站去。是。这厢平阳军全力清理道路，那厢京都，荣恒负手立在大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雨，心里一揪一揪的疼。这个时候苏青在做什么？安全吗？淋雨了吗？生病了吗？重重担心挤在心头，他却无法策马奔到他的身边。谁让他只能夜里是个正常人，白天就……荣恒一拳砸在窗棂上，背后长青同样牵肠挂肚惦记着福星，怀里抱着丫丫，宛若一个慈父。默了一会儿，荣恒忽然转头朝外走，长青忙跟上。殿下，您去哪儿？定国公府。长青一皱眉，这大下雨的，您去定国公府做什么呀？苏青让我盯着定国公，我现在就去盯着他。盯着？怎么盯？难道定国公躺在床上，您就站在床头看着他？不，他家殿下一定不是这个意思。殿下，难道定国公今儿晚上要搞什么动作？殿下，您找浮云做什么呀？殿下，听说福星昨儿研究出一种药粉，药性强烈，没有解药。是。药粉在哪儿？昨天福星都用了。药粉没有剩余吗？剩余的奴婢都包好，福星连药粉带人一起送到宋熙姑娘的杂货铺去了。主子说让宋熙姑娘研究研究解药。主子怀孕，身子不便，所以他要去找宋熙嘛。那个他以为是苏青臆想出来的人。殿下，您打算给定国公下点药？咱们府上有的是药粉，何必用福星那种？咱们府上有的不是源于宫中，就是源于市面，基本都有解药，就算没有御医也能配出来。您打算让定国公长眠不醒？长眠不醒何须药？若能让他长眠不醒，也不必我，父皇早就下手了。定国公和塔塔尔草原的关系在哪儿？根本轻易动不得。不是长眠不醒，那就是暂时不醒喽。王妃让你盯住定国公，你就直接把人控制在床榻上，暂时失去行动能力。狗！殿下，您先在府里等着奴才，奴才去宋姑娘那里讨些药粉。不必。不用？那您用什么？一身夜行衣换过，带着一脸懵逼的长青和身影鬼魅的暗卫，
融入夜色，直奔定国公府。猫妖蹲在定国公府的树上。殿下，咱们在这里蹲点吗？声东击西，你去引开府里暗卫，我去找定国公。荣恒一把将长青推下树，长青哀怨地看了一眼树上，什么人在那里？转过身来。来人呐！有贼！床榻上，郑若曦听到响动，一个咕噜翻身起来。出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外屋书房着火了，府里来了贼，您且先在这里莫动。小厮们已经去提水了，只是书案上的一点火，不要紧的。知道了，你们快点。婢女应了一声，转头出去，点燃的烛火被她扔出去，整个闺房轰地燃了起来。快救火！小姐在屋里，快！郑若曦推开后窗翻了出去，眼看屋里火势冲天，下人奔走提水救火。郑若曦悄无声息地从花丛里钻出，消失在夜色里。此时定国公府火光滔天，长青目瞪口呆。我去，就是往里面扔个灯笼，怎么这么大火？有水了，快来救火呀！有水了，快来救火呀！何府的下人不是忙着灭火，就是忙着抓贼，或者各个院里奔走相告。荣恒立在定国公的床头前，外面嘈杂的声响已经惊醒了定国公。蓦然睁眼，入目就看到一个黑衣人戴着面巾立在他床头前，手里举着一把匕首，明晃晃的匕首冲着他。定国公吓了一身冷汗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！您若是要银子，多少我都给。荣恒转了转手里的匕首，弯腰用匕首的锋刃去挑定国公的下巴。银子？好，多少？荣恒伸出一只手，5根手指舒展，手心手背来回比划了一下。10万两。没有这么些银子呀，我。荣恒手里的匕首便挑着定国公断了的胳膊戳了戳，定国公疼得冷汗直冒。这一刻，荣恒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苏青与他同在。有吗？要么银子，要么命。有，我去给好汉取。你只告诉我在哪儿，我自己去取。说着，右手2根手指一并，啪啪封了定国公的穴道。书架上有个祖母绿的按钮，按下之后，书架后面的保险格会弹出来，里面有银票。壮士自取，只求壮士言而有信呐。本来没打算杀你，看了定国公一眼，定国公瞧着荣恒的背影，眼底闪着悠悠冷光。急至书架前，荣恒正要伸手去按那按钮，忽然眉心一蹙，脑中浮光掠影，有什么一闪而过，抬起的手在空中僵了一瞬，转而放下。定国公眼底的波光骤然抖了一下。壮士怎么不取啊？哼，我不想要银子了。手中匕首冲着定国公胸口偏左分毫的距离一刀扎下去，巨大的疼痛让定国公一声惨叫破喉而出。外面大火滔天，荣恒给了他一刀，转头就走了。定国公府的人忙着救火，他离开的格外顺利。出了定国公府，在府外不远处的转角与长青会合。不是你放的。殿下，天地良心，奴才就是往一间屋子里扔了个灯笼而已，这火不是奴才放的。长青指了东边的火道，而且奴才扔灯笼的院子在东边，西边奴才压根没去。现在西边的火比东边都旺。殿下，该不会是您的暗卫吧？荣恒摇头，脑子里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那只鸡的影子。该不会是丫丫吧？殿下，它只是一只鸡吧？一回府，殿下，丫丫在府里，刚才不是丫丫做的。为难吗？不为难。不为难，怎么还不去？刑部尚书心里10000头羊驼奔腾而过，离开了荣恒的书房。荣恒大松一口气，可那股气实在憋不住了，顺利的放出肚子里的气。荣恒坐在书案上，好臭！荣恒飞快的从书房逃出。殿下，怎么了？长青脑袋踏入书房的一瞬，一股臭味扑鼻而来。我去，怎么这么臭？就是刑部尚书也太不注意身份了。是，没错。刑部尚书长得一脸义正言辞、刚正不阿的样子，在他家殿下的书房里放屁，还放得这么臭，还当着他家殿下的面。殿下真是为难您了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说完转头走了。开门开窗，点些熏香。不知道背了个屁锅的刑部尚书风风火火地回到府衙，
平安侯府书房，齐王不是说今儿晚上送消息来吗？怎么到现在了还没有动静啊？真的要等到宵禁时分才来吗？殿下说了会派人来，就一定会派人来，你急也没有用。你就不急？急什么？这个事又不是我急了就能如何？可那丫鬟被苏青抓了呀，宫里那边的事情必须在那丫鬟朝苏青招供之前解决呀，不然咱们可就全完了呀。怕什么？齐王殿下不是说了吗？那丫鬟知道的不多，最多也就是招认我们进宫的目的。这还不当紧啊？太后可是被皇上囚禁了的，皇上囚禁的人，咱们却要去救，你说皇上能饶得了咱们？不是还有大哥呢？就算那丫鬟招认了，陛下盛怒，只要大哥肯为你求情，便无事。苏澈凭什么要靠苏澈火？他才是平安侯府正儿八经的孩子。再说了，太后是我的姑母，如今镇国公府何府灭亡，我的亲人也就剩下冷宫里的德答应和太后，我救他们虽然不合法，可合情。齐王肯与我们合作，不正好看中这一点？事成了，大家都有好处；失败了，牵扯不到他去。既然牵扯不到齐王去，这罪过就没有那么大。你别那么着急，且等一等。昨天夜里我和你说的，你可是想过？这件事最直接的就是去问母亲，母亲一贯偏爱你，你去问母亲兴许能告诉你，我去问呢，没准儿给我一拐棍出来呢。大人，夫人，刑部尚书大人来了，正朝书房走来。我去迎接，你且回去吧。一出了书房，那件事办得如何了？大人放心，小的做得很干净，一时半刻查不到大人这里来。车夫那里小的也安置妥当了，更何况那车夫是夫人的车夫，就算是查也是查到夫人那里。绕过垂花小门，扫了一眼刑部尚书身后7、8个刑部衙役。大人，这是府上发生命案，本官有些话要问一问夫人，劳烦苏大人请夫人过来。命案？大人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们府上没有命案啊，发生命案了？老奴不知，没听谁说啊。府上夫人身边伺候的徐妈妈横尸郊野，尸体已经被拉回刑部了。令夫人作为和徐妈妈最亲近的人，按照流程，我们要带她回去问话，有劳了。徐妈妈？你说徐妈妈？徐妈妈她怎么可能呢？大人查案，下官理应配合，只是徐妈妈是贱内的乳娘，劳烦大人问话的时候担待一下她的情绪啊。去叫夫人。大人在书房问话可好？可以。大人，徐妈妈她真的死了。横尸金郊树林，一刀毙命。夫人节哀，大人一定能替徐妈妈讨回公道的。夫人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徐妈妈跟了你一辈子，你拿她早就当亲人了。大人一定要找出真凶啊！本官有些话要单独问一下尊夫人和素日与徐妈妈走得近的几个丫鬟，劳烦苏大人安排一下。好，只要能尽快的找出真凶就好。去把徐妈妈素日亲近的人都叫来，尚书大人要问话。本官有话要问你们夫人，两位且先退下。另外一个却是立在那里不动。姑娘，请尊重本官审案。我们夫人悲痛过度，我要留下来照顾她。我知道的，她都知道，没什么不同的。况且我现在实在没有什么力气，尚书大人网开一面。你最后一次见徐妈妈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今日早上。你最后见她的时候，她在做什么？她收拾东西，我派了她去庄子上办事。哼，办事难道不是畏罪潜逃？大人的话我不明白。你唆使徐妈妈买通街头混混，诱骗九王妃的婢女，意图不轨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？大人所言我不知道，什么买通街头混混，诱骗婢女，我一概不知。不知道大人所言这些与徐妈妈被人杀害可有关系？若是能助大人破案，我就算是不知真相，也会竭力帮着大人调查清楚。可若是大人借机嫁祸，这个锅我不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红杏。你来平阳侯府多久了？1年。九王妃出阁前在府上住的院子叫什么？我哪知道？大人这话问的和案子有关系吗？我有理由怀疑大人是在用言语引导我的婢女。有劳夫人了。不过
审讯尚未结束，还要劳烦夫人在书房院中稍后片刻，等本官将府中的丫鬟盘查完毕，再行定夺。老爷可是都安排好了？什么安排不安排的？刑部尚书问话呢，他要问谁，我就换谁过来就是，何须安排呢？你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媳妇的？母亲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？什么叫我总欺负她呀？我之前猪油蒙心，是我不对，可我都改了呀，怎么还欺负她呢？老冤枉我对您有什么好处？我可是您的亲儿子，难道您以后还指望大哥给您养老？大哥怎么就不能给老夫人养老了？约莫半个时辰的样子。可是有结果了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府上二夫人跟她以前的婢女嫌疑最大，按照司法程序，需要将人押入刑部进一步的审讯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老夫人，下官秉公办案，老夫人见谅。不见谅，今日老身绝不会让人将昭辉带走。你就算不看平阳侯府的面子，宫里的太后，你吃罪得起？我就是因为看着平阳侯府的面子才抓人呢。毕竟皇上已经将平阳侯府一家子摘出去了，让我抓人的是九殿下。九殿下的背后是九王妃苏青啊。我得罪不起太后，但我更得罪不起苏青啊。太后缠绵病榻都多久不露面了？再说了，就算是露面，现在没了镇国公府，太后对皇上的影响也不大。可苏青就不一样了，她完全不用影响皇上，一顿闷棍就够了，谁受得了？到现在当初在礼部尚书家，苏青一言不合就把五皇子一鞭子卷起来扔出去的情形，我都是记忆深刻。连皇子都敢扔，扔完了也没见得五殿下放个屁吭一声，他还有什么不敢的？还有，毕竟本官铁面无私，本官查案还望老夫人不要扰乱公务，否则本官还要冒着得罪平阳侯的风险把您也抓了。你是在威胁我了？我儿血浴沙场，战功累累，我孙女儿现在怀着身孕，还在湘北抗灾，生死难定。这时候知道你儿子血浴沙场，战功累累了，这时候知道九王妃怀着身孕还在湘北抗灾了，这时候知道把你们府上2个能人拉出来当挡箭牌了。母亲，刑部尚书一向是公平公正的，他带昭辉回去也只是例行问话，不会如何的。您这样倒显得是我们心虚了似的。劳烦看好老夫人，不然妨碍公务。就算本官有心偏袒，当着这么些人的面也不好偏袒的。走。老夫人哭得泣不成声，转头给了苏远一巴掌。你还住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媳妇被抓走了。她被抓走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她要是清清白白的，刑部抓她做什么？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那是你媳妇，她要是有个意外，你觉得你能脱得掉干系？我说庞大就是名声，你也要跟着臭了，还不快去想办法救人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为了个儿媳妇，没见过这么打自己儿子的，难不成你以后还指着你儿媳妇过活？真的是莫名其妙。说完，苏韵转头离开。这边动静惊动了芸娘。娘，您看到了，恶人终有恶报，女儿还未出手，他就自作孽被刑部抓走了。娘，您看得到吗？主子，你好歹穿着鞋。我娘当日被那贱人害死的时候也没有穿鞋，也是这样的夜里，女儿便让她也尝一尝这人间疾苦，母死天人永隔的痛苦。收拾一下，明日我们去刑部看他。主子，我们去看昭辉郡主，他能再次回来，要么就是手里捏了苏韵要命的把柄，要么就是手里有苏韵做梦都想要的东西。可镇国公府又不在了，这东西昭辉先前又没有，却是突然得来的，想来也是见不得光的。苏韵为人我尚且知道，若当真如我揣测那般，苏韵必定留不得昭辉，可我还不想让他死，他早早的死。
如何能看到苏阳出事呢？说刑部那些人会不会对昭辉用刑？哎，老奴也想说不会，可看着今儿的情形，怕是难说。是啊，就算镇国公府倒了，他不是郡主了，可宫里到底太后还在，刑部怎么就一点情面不留？还有，就算太后的话不管用，可老大的面子，刑部怎么也不看。那些人一向不敢惹老大的，你说会不会是老大指使刑部抓的昭辉？您想多了，侯爷现在还在南梁边境呢。若当真是他，我拼着这条老命也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大半夜的做什么？这位小哥，您给通传一声，平阳侯府老夫人要见夫人。大半夜的也不消停，等着。大半夜的，什么事儿啊？该不会是被昭辉赶出门，无处可去了吧？刑部尚书不知吃了谁的好处，就在方才将你弟妹抓进了刑部大牢。你快想办法把人救出来，就算是不为了你弟妹，也要为着老大的面子。他征战在外，刑部做出这种事情，旁人如何看他？昭辉被刑部抓了，为什么？徐妈妈在京郊被人杀了，刑部查凶杀案，觉得你弟妹有嫌疑，就抓回去问话。你快想想办法。徐妈妈不是昭辉的贴身妈妈吗？被杀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她怎么不知道？您说我为什么要帮昭辉呢？我俩同是您的儿媳妇儿，我若出事，您巴不得我死了好吞我的嫁妆，昭辉出事了，您就急得眼睛都红了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不愿意帮啊。她是你弟妹，我已经被您逐出了府门，侯爷都不是我的相公，从哪儿来的弟妹？你之前的事都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心头消消气。我若是不消气呢？你要如何你才肯消气？只要我做得到。跪下给我磕头。老夫人气得险些一口血喷出来，双目似火，死死地盯着王氏。花厅里死寂一片。不必了，这件事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送客。说完，王氏转头从花厅后门离开。你究竟要如何才敢帮他？王氏充耳不闻，转角消失。奸妇，你会后悔的。进宫。宫门口立着一口金钟，这口钟任何人都可以敲响，但是一旦敲响，想要告御状，就意味着必须要先经过酷刑，爬过100米长的丁字路，熬过50大板50鞭刑。一般人不会选择这里，除非心头冤屈冲天。毕竟酷刑之后有没有命在都是两说。眼看着老夫人直奔那口金钟而去，李妈妈提心吊胆跟着。老夫人，您犯不上啊，二爷不是已经想办法了吗？再说郡主也不一定就会受刑罚，您这金钟一旦敲了，那酷刑你受得住吗？老夫人沉着脸，拿起金钟旁悬挂的铁锤。深更半夜，金钟的声音响彻皇宫。有老大在，你以为皇上真的敢让我经历那酷刑？那都是吓唬那些无知愚蠢的老百姓的。养心殿，皇上睡得正香，猛地一阵金钟声传来，霍得睁眼。外面出什么事了？地震以来，皇上没有一日睡得安稳的，今儿好容易睡好了，又被这声音吵醒了。福公公有些恼怒，被吵醒了，皇上就睡不着了，睁着眼在床榻上躺了一会儿，起身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还不到子时呢，离祭天的时间还早，您再歇会儿。等会儿看看是什么人鸣冤吧。大晚上的鸣钟，可能是冤屈滔天呢，朕不能不管呢。外面怎么回事？是平阳侯府老夫人在敲鸣冤钟。你说是谁？平阳侯府老夫人苏澈他娘。小内侍点头。怎么说？说是要告平阳侯夫人的御状，说她不恭不孝。今儿苏大人夫人跟前的徐妈妈横尸郊野，
兴许和这个有关。徐妈妈被杀和王氏有什么关系？该不会是王氏杀的人吧？告诉他，要么滚回去，要么带着他去把刑罚走一遍再来。陛下，他的身子若是走一遍刑罚，怕是……放心吧，他不敢。朕的原话，一个字不许改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小内侍立刻转头执行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真的是什么都敢做。真以为有苏澈在，朕就不敢动他了。你去刑部问问，到底是不是王氏杀的人？陛下，这件事儿应该是和平阳侯夫人无关的。毕竟先有徐妈妈收买街头混混，诱骗浮云在前。刑部尚书那边的意思是徐妈妈被人杀人灭口，灭口之人应该就是指使徐妈妈的人，这和平阳侯夫人扯不上关系啊。这大半夜的，皇上正抚额，外面忽然又响起钟声，静谧的宫里钟声回荡，格外嘹亮，皇上的脸蓦地就黑了。你亲自去带他走一遍刑罚，走不完直接关到牢里去。福公公当即领命，边境战事不断，湘北地震灾情严重，皇上这边愁得睡不着吃不下的，这老太太到底是要弄哪样？我要进宫见陛下。陛下有令，明金钟见圣颜，先将丁字路走完。老夫人请吧。老夫人顿时满目喷火。你说什么？让我走丁字路？你疯了！我的儿子在前方替皇上卖命，我的孙女在湘北替皇上赈灾，没有我苏家，皇上能高枕无忧。你现在让我去走丁字路？没有苏家，皇上就不能高枕无忧？这是什么话？带老夫人去丁字路？不可能，皇上不可能下出这种命令，这不是昏君吗？他不可能让我走丁字路的。高奴才，滚开！我要见皇上。祖训在上，陛下也不敢违背，奴才更不敢假传圣旨。大半夜的，奴才还没那个闲工夫。带走。我不够了。老夫人当着金钟是玩具吗？深更半夜想敲就敲，皇家的规矩不是任由老夫人玩弄的。就算是不告了，也要走完丁字路。几个小内侍抓了老夫人，就要强行带走她。白眼一翻，咕咚一声栽过去了。你是老夫人跟前伺候的？是，奴婢是。从今儿起，老夫人若再闹出这种出格的事儿，咱家便抓了你问罪。李妈妈吓得脸色惨白。今儿到底是什么缘故？谁撺掇了她？没有人撺掇，奴婢劝了好久，实在是劝不动了。老夫人性子很拧，她认定的事儿谁也劝不住。今儿个实在是因为府里二夫人被刑部抓走，老夫人救人心切才闹起的。刑部竟然将昭辉抓了。救人心切，不去救人，怎么来宫门口鸣冤，状告平阳侯夫人？老夫人最初是希望大夫人能出面救一救二夫人，结果大夫人不肯，老夫人就生气了。福公公为了救府上二夫人，就来宫门口明忠告大夫人。这老夫人脑子被挤了吧？让李妈妈将老夫人带走，转头回宫养心殿。真是越来越莫名其妙了。苏澈倒了什么霉，居然有这么个娘？老平阳侯是哪只眼睛瞎了，居然对这么个货色情有独钟？到底为什么？福公公便将李妈妈的话如数回禀。他是有病吧？这意思是让朕收拾了王氏？也亏得朕是做皇帝，若是换成旁人，今儿没准啊，还真就见了这老货了。然后架不住他这一番哭闹，大半夜的命人把王氏叫来呢。陛下，老夫人对二房实在也是偏心。不过说完，老奴记得好多年前苏大人有一次醉酒闹事，被京兆尹抓了起来。当时老夫人好像并没有去捞人，还对外说什么他胡闹和该被管教，那地方最适合醒酒什么的。福公公一提，皇上也想起这事儿。如今二夫人不过是被刑部带去问个话，老夫人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老奴实在是有些想不通啊。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儿媳，怎疼儿媳比疼儿子还过？等祭天完了，留了刑部尚书，朕有话问他。说话间，御书房送来宵夜，福公公服侍皇上吃着。这时候
同样在吃宵夜的还有王府里的王氏。一碗乌鸡汤喝下，王氏起身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夫人，都准备好了。时辰一到就进宫。夫人，方才老夫人离开，直接去了宫里。老夫人敲了金钟。敲了金钟？他去爬钉子路了？老夫人后来晕过去，被送回府了。我就知道，他有贼心没贼胆。为了救朝晖，他可真的什么都干，金钟都敢敲，也不怕一把年纪把自己折腾到牢里去。你现在回侯府一趟，老夫人屋里那张小炕桌是我的，给我拿回来。啊？他就是精力太过旺盛了，才能折腾出这些事儿。像定国公那样多好，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，安安分分的，什么事儿都惹不出来。殿下，苏韵来了。深更半夜的，她怎么来了？快请。须臾，苏韵气喘吁吁的被人引了上来。我找到进宫的法子了，不知可不可用？你有办法把朝晖救出来？不用将朝晖救出来，平阳侯府是一品侯府，我大哥又是陛下最为看重的臣子，如果我们府上突发丧事，是必定需要进宫回禀的。你府上发生丧事，需要进宫回禀的丧事，要么是你大哥死了，要么就是老夫人没了。你大哥还在南梁边境打仗呢。今儿夜里，我母亲受了些惊吓，昏迷不醒。殿下大业，臣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殚精竭虑，唯恐出现意外耽搁殿下。现在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朝晖一时半刻还出不来，眼看天亮，若是此时不行动，只怕来日实在方长啊！臣愿意为殿下的基业牺牲一切。你的忠心，大皇子殿下必定铭记，将来大业成就，必定封侯拜相，答谢苏大人。大皇子，靠，这是什么禽兽？苏韵的意思是要趁他娘昏迷弄死他娘。等本王登基，必定不忘苏大人之恩，必定厚待大人啊！久了没有摸男人，大皇子有点心神荡漾。苏大人一双手不亚于那些俊俏小厮呀。苏家人都长得俊俏，苏澈太过威武，不是他的菜。这个苏韵，不错不错，一定厚待苏大人，一定。一旦明日得手，皇上祭天之日，就是他退位之时，真是个好日子。苏韵只有一个任务，弄死老夫人。苏韵一走，告诉刑部大牢那边，让他杀了朝晖，想办法脱身回来。天色渐明，睡了一夜的荣恒又开始新一轮的孕吐，伴着日出吐，日落而息。殿下，将来王妃生出的小公主必定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吸收日月之精华呀，能平凡得了吗？捂着胸口。刑部那里可有消息了？昨儿刑部尚书大人押了人回去，就是在夜里了。今儿一早还要去天坛，估计尚书大人还没有审讯呢。殿下，您猜昨晚发生了什么？我都吐成这样了，拿什么猜？嘿嘿，昨晚上平阳侯府老夫人为了逼王妃的母亲救朝晖，竟然去宫门口鸣金钟了。荣恒瞠目结舌之下，哦的一声干呕又翻上来。主仆俩正说话，外面浮云急急奔进来，甚少见浮云这样焦灼的神色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殿下，平阳王府刚刚派人来传话，说是老夫人没了。真没了？真的，来传话的人披麻戴孝，说是府里已经派人进宫回禀了。昨儿晚上他去爬钉子路了？没有啊，当时就晕倒了，直接抬回去了。殿下，您去吗？他再怎么说也是苏青的祖母，我能不去吗？您要真不想去，也能不去。荣恒朝他看去，按着习俗，婚丧嫁娶，孕妇不宜出席。荣恒黑着脸，抬手朝长青脑袋一巴掌，正要骂一声滚，一声干呕又率先到达。殿下，您还去吗？都吐成这样了，怎么办？平阳侯府的人还在门口呢。您就说殿下吐着呢，没机会回禀，一会儿殿下舒服些再回禀，让他且先回去。他走了，你去王府一趟，看看夫人是什么意思，咱们这边和夫人那边一致就行。福原点头。到了宫门口，宋熙深吸一口气，干什么的？站住！不等宋熙走近，一个侍卫便手中长枪一横，矛头直指着他。
这位英武不凡的小哥，你好，我是宋熙，九王妃的朋友，也是云霞公主在民间结拜的朋友。见他似乎有点皱眉，我就是上次和云霞公主一起醉酒进宫，然后在半路上把武殿下揍了一顿的那个人。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云霞公主说，我不求进宫，就劳烦英武不凡、帅气潇洒的您给传个话，让云霞公主见见我。都快让宋熙给说懵了。哼，拜托您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你面色柔和个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云霞公主的结拜兄弟，皇后娘娘亲自发话，我随时都能进宫来坐坐的。你他娘的少狗眼看人低，小心九王妃回来削你！宫门口喧哗，辱骂公职人员，一律要被抓到京兆尹的。我劝姑娘赶紧走吧。宋熙，大爷的油盐不进啊！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，耽误了你吃罪得起吗？我和九王妃那可是过命的好兄弟。知道苏青在这里的地位，宋熙一言不合就提苏青，反正苏青替他出过头，人人皆知。这人的确就是那天揍武殿下那个呀，不会错呀，要不让他进去吧？不行，陛下明令吩咐，祭天期间任何人不得进宫。刚刚平阳侯夫人不还进宫了吗？平阳侯夫人能是寻常人？这位也不寻常啊！云霞公主和九王妃和她关系很好，大家都知道。另外啊，那天她暴揍武殿下，武殿下发火了吗？不仅没有发火，还一路把她抱到皇后娘娘那里。你说什么意思？那侍卫便摸摸后脑勺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光是九王妃的过命兄弟，我还是你们武殿下的梦中情人。说着，宋熙将手中玉佩在空中一晃，看，这可是你们武殿下的东西，让不让我进去你们自己考虑。得罪了九王妃，得罪了云霞公主，还得罪了武殿下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浑然不觉，他身后不远处，武殿下正玉树临风地立在那儿。武殿下只觉得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，贴身随从贼兮兮地看着五皇子。殿下，你梦中情人在那儿呢。宋熙也是心悦他的梦，不然怎么会这样说？朝五皇子行礼，叩见殿下。殿下，难道荣恒那个病秧子孕妇来了？不是不能人事了吗？狐疑着，宋熙回头，一眼看见五皇子正朝他走过来，宋熙惊得差点没膝盖一软，跌坐在地。我爹娘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这是没听到吗？没听到吗？听到了吗？心头成群结队的羊驼狂奔而过，宋熙低头搓手，面红耳赤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找公主有点事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不是，就是着急的，跑太着急了。什么事啊？这样着急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是父皇托儿臣先行回来的。坐着说话吧。祭天那边可还一切顺利？儿臣离开之前一切还顺利，母后放心，礼部尚书和钦天监的大人提前准备了几日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民女有要事回禀，该不会是要求婚论嫁吧？前几日，福星从平阳侯福二夫人那里抓到一个武功高强的小丫鬟。当日，平阳侯福二夫人和苏二老爷正打算带着那个小丫鬟进宫，路上偶遇福星，打了起来，他们才行动失败。不是婚嫁论娶，平阳侯府小丫鬟。皇后的眼角狠狠一抽，五皇子也朝宋熙看去，目光微睨。福星当日之所以能制服那武功高强的小丫鬟，是因为他怀里抱着打算送给皇后娘娘的迷药，大剂量的迷药散出去，那丫鬟晕倒，可福星没有解药，就把人送到民女那里。福星送给皇后的迷药，这听着怎么那么奇怪呢？民女得苍天厚爱，会些医术，不过也是今日天亮之前才刚刚把人弄醒。福星将人交给民女的时候说，快些把人弄醒，他们要审讯。可现在九王妃和福星都在湘北抗灾，民女想着要替九王妃分忧，就自个儿审讯了。分忧还有这么分的？那丫鬟没扛住民女的审问，招供说她是齐王殿下的人，是齐王殿下将她派到平阳侯福二夫人的身边，他们进宫就是为了把太后娘娘带出宫。皇后的神色疏忽凝重，五皇子则是一脸狐疑，没死，他派人要把太后带出宫，太后不是在他店里养病吗？确定他是要和平阳侯府的二夫人一起进宫，是挟持进宫还是共同进宫？当时福行发现他们的时候，他平阳侯福二夫人还有苏二老爷都在同一辆马车上，至于是共同还是胁迫不好说，不过从那丫鬟的供词上来看是共同。娘娘，平阳侯府来人了。谁来了？赵辉，是平阳侯府的一个妈妈，赵妈妈，二夫人跟前的伺候妈妈。让她进来，你先起来吧。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，老奴特进宫来回禀，平阳侯府老夫人于今日卯时没了。怎么是你来通禀的？你们二夫人呢？夫人昨日晚间被刑部尚书大人抓进大牢，
今儿一早，老夫人去世的消息被府中下人送进了牢里，夫人悲痛难挨，也跟着去了。周辉，他现在在哪里？还在刑部，刑部衙役来府上通传的，因着尚书大人不在，还不能送他出来。昨儿刑部尚书带走的，除了府上的二夫人外，还有一个他跟前的丫鬟。那丫鬟呢？衙役没提，老奴也不知道啊。得知昭辉死了，当时他就昏过去了。老夫人没了，老夫人跟前的李妈妈因着念及救主，当时就撞柱而亡。眼下老夫人的身子等着入殓，还请娘娘赐印。一直沉默立在一侧的宋熙朝赵妈妈身侧的小丫鬟扑上去，扑得一脸狰狞，身形之迅速如同一道魅影。众人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宋熙就一把勒住那小丫鬟的脖子，把人带下去，好好审一审。来人啊，抓刺客！哼，你就是把门拍烂，也没人理你的。你收买了我们寝宫的人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我们娘娘这里还有暗卫呢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救娘娘？啪嗒，从天上开始掉人，啪嗒一个，啪嗒一个。宋熙，你上次那不也掉人？8个人全部是锦衣锦服，一看就是这宫女口中的暗卫。娘娘的暗卫现在全在这里了，娘娘听奴才一句劝，还是不要挣扎了，对您也没什么好处啊。海公公，是你背叛了皇后娘娘。谈不上背叛，老奴本就是齐王殿下的人，怪只怪呀，当初陛下清理余孽清理得不干净，让老奴这余孽幸存了下来。娘娘哪里对不住你？你要如此？娘娘待老奴很好，所以啊，今儿老奴啊留娘娘一命，算是报恩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、背弃主子的东西，你不得好死！宋姑娘，掂量行事，逞能啊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皇后被人拿刀挟持着，他们没有一个敢煽动的。姑娘，有话好商量，你这刀啊，千万拿得准点，别失了准头。我这好日子才过没几天的。皇后啊，你确定你的台词没有错？怕失了准头丢了命，就给我配合点。说，太后在哪里？那个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，你是怎么醒来的？我这迷药，若不是吃了解药，等到自然苏醒，是要3天左右的。少废话，你也太小看我徽帮了，想要拖延时间吗？放老实点，人在哪里？你放了皇后娘娘，我替她。大夏朝少一个皇子算不得什么，可少一个国母，势必引起后宫动荡，朝局动荡，惹得有心人生出不该有的念头。我的耐心有限，你要命的话，赶紧的。好，姑娘，你冷静点，我叫人。人呢？密室里。密室呢？就在那儿，那里有一个通翠的夜明珠，那夜明珠啊，就是机关，左3圈，右3圈，上面扭动一下，底下再扭动一下，有点耳熟啊。3圈右，3圈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。你去带上他，让太后换了他的衣衫。目光一扫赵妈妈，走吧。难道还要我扶着你？听话点，给你留条命。不听话，走路直打晃。机关被启动，直到赵妈妈下到最底下。太后在吗？在，太后娘娘在。姑娘，人你已经见到了，言而有信，放了我吧。你以为我傻吗？我前脚放了你，后脚我连你这宫门口都出不去。可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一样出不了这宫门。一旦我出事，他们就没有忌惮了。就算武殿下和宋熙联手，武功不及你，可是对外求救，他们总是能做到的。到时候你一样出不了这皇宫。所以啊，我要你送我出宫。我送你出宫？你让太后换了赵妈妈的衣衫，无非是打算掩人耳目，让她假扮成赵妈妈出宫，而你不过是赵妈妈跟前的一个小丫鬟。你觉得我一国之母送你们出宫会不引人注目吗？引不引人注目那是你的事儿。从密室里出来，而真的赵妈妈并没有跟着一起上来，几步上前，贱人敢囚禁哀家。不对呀，这不是太后的声音呀。虽然她与太后不怎么亲厚，可自己的祖母声音她还是能听出来的，这明显不是她祖母的声音。娘娘，一会儿还要让他送我们出宫，大局为重。不必这个贱妇送我们出宫，把人全都绑了，把宫门锁了，我们一样安然出宫。
与其绑了，不如杀了干净。要是杀了管用，哀家何须你说？杀了皇后容易，可皇上没了这个毫无根基的皇后，有多少有根基的姑娘想要进来做皇后？到时候是谁的麻烦？杵着做什么？还不去找绳子去？难道要哀家自己动手？不过须臾，几根粗实的绳子拿来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多谢你的祝福，我会活得比你好的。等我再回宫啊，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会照顾你的。我呸！1年365个祝福，我天天都祝你不得好死。宋熙眼皮一抖，难道这姐姐也是穿越来的？要不蔡大哥的台词怎么脱口就来？看来要委屈殿下了，要和宋姑娘共享一根绳子。宋熙，共享你丫的共享，还共享单车呢！宋熙就恨自己没有解锁一把手枪，哼，要不然就这些瘪犊子玩意儿，一口气都突突突突了。今儿解锁次数全被他解锁了薯片。人家有空间的穿越者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老娘就只有薯片，4块5一包。宋熙与五皇子已经被绑在了一起，脸对脸，胸贴胸，背对背能死啊！五皇子的心里也是万马奔腾，虽然场合实在有点不合适，但是莫名有点小激动是怎么回事？打成结连成串，将皇后反手捆在桌子腿旁。娘娘放心，奴才一定好生的送赵妈妈回去。扮作赵妈妈的太后带着小丫鬟抬脚离开，海公公跟在身后。娘娘和武殿下以及宋姑娘说话，不许有人打扰。就在宋熙心头情绪泛起的一瞬，原本瘫在地上的暗卫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。他站起来了，宋熙眼睛都直了。随着第一个暗卫站起来，余下的7个也都嗖嗖翻身起来。第一个暗卫放轻脚步，飞快的闪身立在大门旁。已经出去了。余下7个暗卫闻言，嗖的原地起飞上了房梁，然后消失不见。娘娘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人民服务嘛。宋熙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一切，暗卫转头将大家一一松绑，转头看向皇后。娘娘，你即刻去天坛告诉陛下，和齐王勾结的是平阳侯府的苏韵，不得打草惊蛇。原地起飞，从房梁上消失了。宋熙，这个房梁是什么特殊结构？能够通往新世界的大门？今儿个的事吓到宋姑娘了吧？还好还好，平阳侯府的老夫人没了，二夫人也没了，府上闹出这么大的丧事，你代表皇室去慰问一下，一定要慰问到位。毕竟是平阳侯府家里，苏青在赈灾，平阳侯在打仗，闹出什么不该有的事儿，对谁都不好。可母后，儿臣才被绑了，这个时候去平阳侯府慰问合适吗？你是因为宋熙的话才知道和齐王联手的人是平阳侯府的苏韵。若是没有宋熙那番话，单单靠着方才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只会以为赵妈妈是遭人利用而已。这都行？可赵妈妈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只要审讯了她。赵妈妈已经死了。娘娘，老奴还在，还没死。娘娘，老奴还在。你还在呀？恳请娘娘厚葬我们夫人。现在赵妈妈死了，你快去吧。儿臣这就去啊。母后，儿臣捎着把宋姑娘送回去吧，今儿想必是吓坏了。好，辛苦皇儿了，都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宋熙脑子现在还是懵着，跟着五皇子就出了皇后寝宫。娘娘，马上要到时辰了，你去吧。须臾，皇后寝宫的院子里，一颗信号弹飞升上天。宋熙走到一半，怎么想信号弹了？应该是皇后娘娘在给什么人报信儿吧。宋熙看向五皇子，五皇子朝他宠溺一笑。方才被带走的不是真的太后。宋熙心下微微一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自己的祖母，声音还是听得出来的。如果没有猜错，被带走的人应该是王氏，就算不是王氏本人，也是三合堂的人。今儿一早他进宫请安，同皇后一起从皇宫出发去天坛的时候，恰好王氏从御书房出来，同王氏一起出来的还有皇后。如果不是还有后手，刚刚在寝宫里，皇后不会是那样的反应。出了宫门，
你是回去啊，还是同我一起去平安侯府？我能去吗？有什么不能的？你不是九王妃的朋友吗？她娘家出了事儿，你去吊唁一下也是合情合理啊。这倒是。宋熙就跟五皇子去了平安侯府，一点奇怪的感觉也没有。而此时被带走的太后正坐在车里，海公公皱着眉看着太后，好奇怪呀！太后现在的样子与她记忆中的样子，怎么说呢？长得一样，可气场完全不同。囚禁真的把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给囚禁没了。以前太后坐马车的时候是必须要吃蜜饯的，否则晕车。为了这次大逃离，她提前就备好了蜜饯。现在太后居然没和她要。马车一路颠簸，以最快的速度从京都直奔十里铺。车里，太后微微眯起的眼睛瞧着车窗外的风景，选哪里不好？你们偏偏选十里铺，这就怪不得我了。十里铺，镇子西北方向一处宅院里，齐王戴着银质面具，负手立在院中一棵桃树之下。大皇子被人引着走进了院子。你找我？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什么话？我是你父亲。扑通一下，大皇子就惊得从石凳上直接跌到地上。啊！听仔细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的父亲。这个面具变态男是他爹？你是我父亲？不可能，我父亲是齐王。我就是齐王。不可能，他早就死了，很多年前就被大火烧死了。大火只烧毁了我，没有烧死我。你真是齐王？骗你做什么？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之前没有必要，现在说有必要了。当然，京都那边已经得手，太后很快就要来了。只要太后一到，你不足1个时辰就能登基。你说有没有必要？就因为我要登基了，所以你要做我爹？混说什么？本来就是啊，早不说晚不说，现在我要登基了，你突然成了我爹，你说我该怎么说？逆子，是因为你是我儿子，你才能登基，不是因为你要登基了，我才是你爹。难道不一样吗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成了皇上，你就是太上皇，我凭什么让你当我爹？你说你是我爹，你就是我爹了，我还说我是你爹呢。哎，笑死我了！混账东西！大皇子跳脚躲到一旁。登基的路上，你是帮了我不少忙。一旦我登基，必定厚待你。但是你不能为了得到荣华富贵，就要当我的爹。要我认你当爹，我宁愿不当皇上。你认也好，不认也罢，事实改变不了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一会儿太后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等等，太后知道我是齐王的儿子？知道。为什么？她不是皇上的生母，你不是皇上的儿子。从这个层面而言，你俩一丘之貉。你说太后不是皇上的生母？太后之所以知道你的身份又无所动作，不过是为了给她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后路？一旦皇上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必定容不下太后。太后想要保住她自己，想要保住镇国公府，你就是唯一的后路。因为皇上不是先帝的骨血，而我是，你又是我的儿子，所以你是太后的后路。大皇子一脸懵逼更加严重了，都是这个不是那个儿子，那个又不是这个的娘的。马车一路顺利抵达宅院门口。是我。对不住姑娘，还是要搜车。哀家不会下车，想搜你们就搜。早已经有人通禀给齐王，你就是齐王。儿臣给母后请安，多年不见，十分惦记母后。靠，这个变态真是他爹。孙儿扶皇祖母下车。你们怎么搞到一起了啊？母后说笑了，他是儿臣的皇儿，自然是要与儿臣在一起的。我靠，大皇子原来是齐王的儿子，难怪呢。想到皇上头顶的青青草原，把哀家救出来，辛苦你们了。让母后受苦了，是儿臣不孝，儿臣只自责，不能早日救出母后。你们救哀家出来，哀家知道为的什么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一切就绪，就等母后昭告天下，当今天子并非先帝亲生，皇位乃是他用了卑鄙手段盗取而来，就要委屈母后一些了。等等，大皇子不是皇上的儿子就算了，皇上也不是先帝的儿子，你们皇室人员的关系都这么乱的吗？委屈算不上，为了祖宗基业能够回
归正统，哀家早该如此了，祭事都准备好了。母后，您还是要更衣的呀，不能就穿成这样回京。儿臣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太后的朝服，您看，您下车更衣。好，哀家更衣，你来扶哀家。奴才扶您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滚一边去！上前去扶太后。不对，不是太后，她不是太后，是。齐王狠狠一怔，一刀戳下去。苏青手里的匕首在齐王胸口转了一个圈，拔出，准备再戳第二刀的时候，齐王另外一只手朝着苏青的天灵盖狠狠一掌拍去，巨大的掌风，苏青下意识就躲开了。躲开一瞬，齐王身子一个横扫，抬脚朝苏青踢过去。凌厉的脚风，苏青避之不及，同时身子一跃，从轿辇里飞出。这一脚原本苏青是避不开的，可惜苏青在他胸口戳了一刀，刀上还淬了毒。齐王没有原地暴毙，就已经算是身体很结实了。就在苏青身子一闪飞出去的同时，猛地凌空一个回转，手里的鞭子犹如一条迅猛的飞蛇，朝着齐王被戳中的胸口一鞭子就抽过来。小子，你也太狂了点吧！就是你娘也不敢独身一人闯这里。就在他手臂上划过一道。你怎么在车里？我不在车里，难道在车底？苏青语落，一道声音忽然从车底传出：我在车底。福星从车底破车而出，整个人就被福星凌空甩起。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一间，大皇子瞠目结舌，反应不过来。你不是在湘北赈灾？这就要感谢殿下你给我投毒了。你要是不投毒，我现在还在湘北赈灾呢。你没错了，我匕首上淬了毒，我怕一刀弄不死你吗？你和徽帮帮主两个高手，总不能让你们齐上阵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主子，少帮主和夫人怎么还不来？不用抓活的，直接弄死。你还有帮手？废话，我娘怎么还不来？临时路上出了一点事，马上就来。咱们的旧账也该算一算了。当年你被镇国公收买，灭威远将军府全家，这笔血债你想逃？当年之事，要怪只能怪镇国公，我不过是他手里的刀。屠夫杀猪，难道猪不怪屠夫，还要怪刀啊？你才是猪，你全家都是猪！带着那个逆子，赶紧走。我若出得去，我们老地方见。徽帮帮主转头朝大皇子一声冷喝：“走！”见没有动静，回头朝大皇子看去，眼见他正在地上抽动。他什么时候受伤的？快带他走！带走大皇子，胜算不大。若是你我二人离开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废什么话！我是他爹！抵挡王氏！你们快点儿！王氏与齐王缠住，苏青和秦苏则直扑徽帮帮主。苏青的目标只锁定大皇子。住手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苏阳手持一把匕首，将杜怀忠挟持在身前。放下刀剑，否则我就杀了他。杜怀忠是威远军唯一的幸存者，若非他，当年威远军一事也不会那么顺利被披露出来。好孩子，果然有你父母昭徽郡主的风范。你们敢动一下，我就杀了他，大不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死。可是你们想让他死吗？你娘已经做错了，杨儿，你也要跟着错吗？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女人，我娘有什么错？我娘若是错，也是错在她没了我外祖父一家做依靠。你杀我外祖父一家，这个仇我不会忘记的。不必管我，身为威远军的人，随时随刻都有为国献身的准备，不管是什么缘由。徽帮帮主一把拉了大皇子，闪身进入密道。苏青立刻就要去追，你敢动一下，我就杀死你们的英雄！苏青脚下步子一顿，满目冒着怒火看着苏阳。别和我说什么民族大义，我只知道我外祖一家没了，我娘死了，我与你们势不两立。昭辉死了？苏阳，亏我拿你当好友，你竟然打晕我，绑架了我父亲。苏阳，你放了我父亲！我念在你我数年同窗的份上，我不杀你爹已经仁至义尽。苏阳，你疯了！你才是疯了！这个贱货是你的杀母仇人，要不是他，你娘现在都是长公主；要不是他，太后能一病不起；要不是他，我外祖一家能没了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娘的在天之灵如何安心？我娘压根儿不是太后的亲生女儿，她就算不得长公主。再说，她涉及谋杀威远将军数十万将士，又将我爹囚禁于府中密室数年，勾结苗疆细作，送苗疆细作进攻欲图祸乱大夏江山。纵然没有九王妃，这桩桩件件，我娘也万死莫辞啊！她是你娘，没有对错。
她是我娘，可她是大夏朝的罪人，我是杜怀中的儿子，我是威远将军的后人。你简直这些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不与你理论。你们全都退下，退出院子。进了密道，我自然放了他。好孩子，你是爹的好孩子。苏阳，你快进密道，这里我来应付。你别伤到他。昭徽郡主可没有你这些妇人之仁。别伤到他。放了杜怀中，我放你们离开。放了他！动作突然，谁都没有防住。苏阳一头撞到齐王胸口上，齐王吃痛，身子一个趔趄。苏青手中长鞭一甩，直接缠上杜怀中的腰身，将他卷起。福星脚尖点地，起飞将杜怀中稳稳接住。电光火石之间，一个不留。一场厮杀足足打了2个时辰，满院子尸体浸泡在长河的血水中。娘，那毒药难道不是剧毒吗？怎么齐王还能蹦跶这么久？是我低估了徽帮他们的解毒能力。没事儿，娘，他们就是跑了，没了徽帮，没了暗影，又被通缉，也成不了大器的。等我湘北赈灾完了，替您把他们抓回来。不愧是娘的好女儿，所以等会儿回京，你替娘进宫复命吧。任务失败，你让我进宫复命？有这么坑女儿的吗？你战功彪炳，又名声不太好，还怀着孕，皇上不会怪罪你的。你去复命吧。娘，亲生的吗？你说呢？主子，走吧。和夫人杠，您什么时候赢过？苏青一走，原本面色正常的王氏一口血喷出来，人就直直地瘫倒下去，脚尖点地，直飞过来，一把抱住王氏。夫人。王氏翻了个白眼，昏厥过去。尸体全部用化石粉处理了，院子里的血渍用清水冲洗干净。父亲，我去参军，好吗？结果母亲很坚强地告诉我，她等我金榜题名，外祖父外祖母亡故，我母亲就坚挺下来。祖母过世，我不是说我母亲与祖母的感情不好，只是我觉得感情再深也不及外祖父外祖母，他怎么会自杀呢？杀我母亲的一定另有其人。大皇子原本想将苏阳拥入怀里，闻言不禁心下一怔，杀苏阳母亲的是他们。还有我外祖母，很硬朗的老太太，听人说当天夜里还去宫门口胡闹敲金钟呢，她的精力永远都很旺盛，怎么会突然暴毙呢？我也不相信。大皇子心头又是一咯噔，杀平安侯府老夫人的是苏韵。也许你想多了，你母亲经得住郑国公夫妇亡故的打击，却未必接二连三的打击都能经得住。也许你祖母亡故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你知道吗？前不久你父亲将你母亲赶出苏家大门，若非你母亲偶遇我们，当时怕就横尸郊野了。就像徐妈妈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想说，你母亲兴许真的是心里再也承受不住更多的打击和压力，她坚持不住自杀了。雨落，大皇子不落痕迹的转了话题，他可不想让苏阳知道昭辉死在他手里。你怎么就劫持了杜怀中来的十里铺？真的是太及时了。我来十里铺的路上遇到杜怀中和杜敏，当时是杜敏告诉我，十里铺那边好像发现了逆党，苏青带人围剿过去了，打得很是惨烈，他们打算回京搬救兵。大皇子眼皮一跳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苏阳没有劫持杜怀中，杜怀中与杜敏就搬救兵来收拾他们了。他娘的，差点就死了。一定是逆党，我当时就明白我娘让我找的人是谁了。我骗了杜敏下车，劫持了杜怀中赶过去，恰好就是那个时候。好样的，以后我一定会厚待你，绝不让你委屈了。若是殿下有朝一日登基，会杀了苏青吗？你希望我杀了他吗？杀了他。你的要求我一定做到。这厢密林里，大皇子如同一匹饿狼，伺机而动。宫里，苏韵立在御书房，他都把他娘用被子捂死暴毙了，怎么宫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难道齐王的人没有得手？家里的事朕已经听说了，还望节哀。老夫人的葬礼办得隆重些，发丧那日朕会亲自去。苏澈不在，臣谢陛下隆恩。陛下隆恩，臣不敢。臣知陛下心念平阳侯府，可爱卿不必如此，朕意已决。这几日你就不必上朝了，安心在家给老夫人办丧礼。还有啊，长辈亡故，理应丁忧。苏韵心下咯噔一声，怕小劳爱卿辛劳些，等到老夫人发丧，爱卿还是要回朝。丁忧一事，臣识君之路，为君分忧，肝脑涂地，
万死不辞。行了，你去吧。苏韵抑制不住心头的狂喜。赵辉，陛下吩咐。赵辉自尽在刑部大牢，身前身上还背负着命案，朕念在平阳侯府的面上，他死后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。不过他的丧事就没有必要隆重了。臣遵旨。你若是念及夫妻的情分，心下想要将他厚葬，到时候坟头多给他加点土，也算是厚葬了。那个赵妈妈临死的遗言，朕也算是做到了。明君这土家的厚点叫厚葬，没毛病。苏韵一走，陛下待苏大人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苏大人此时最怕的，怕就是丁忧了。朕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罢了。万一王氏他们那边没能够将齐王一党全部歼灭，留着苏韵，就是给他们留着一个指望，他们迟早会再冒头的。陛下，九王妃求见。怎么是他来了？还好不是王氏来了，真是活见鬼了。每次见了王氏，他就忍不住心里犯怵。快宣！苏青抬脚进来，怀着身孕，坐着说话就好。旦夕跪下抱拳，儿臣罪该万死，让齐王并大皇子逃了。哎呀，明君呐，朕真是千古难得的明君呐！你看看，哎呦，这要颜值有颜值，要智商有智商，这普天之下像朕这么优秀的，能有几个？心下自我夸赞一番，皇上朝苏青道：起来说话，别动不动就跪，地上寒气重，再伤了胎气，朕还想着提前退休享受人生呢。你可不能把朕壮硕的皇孙给伤到啊！坐下说话。抬头无意地朝皇上看去，快去坐着。十里铺的是苏青言简意赅又分毫不落地将事情经过回禀上来。儿臣实在没想到，匕首上淬着三鹤堂秘制的毒药，齐王居然还能逃过一劫，是儿臣疏忽了，儿臣领罪。徽帮本就擅长毒物的研究，齐王地位特殊，徽帮帮主将最好的药丸给他，也是情理之中，也怪不得你。不，还是儿臣的错。当时儿臣若是匕首不是冲着齐王的胸口，而是直接一刀封喉，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。是儿臣轻敌了。那的确是你的错。当皇上的都这么聊天吗？杜怀中没事吧？杜参将当时昏迷了，不过应该只是气结力虚导致的，回去休养一下就好了，不碍事。经此一战，虽然没有彻底的剿灭齐王，可齐王的暗影随从以及徽帮弟子被全部铲除，三堂和你也算是功不可没，朕会酌情封赏的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陛下，齐王之所以费尽心机想要将太后从宫中接出，是为了让太后向天下人昭告一个秘密。什么？齐王要太后向天下人宣布，您并非是先帝亲生。皇上原本还自我陶醉的面色骤然一僵，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样，怔怔地看着苏青，双目圆瞪，错而震惊。你说什么？福公公扑通跪下，朝着苏青道：救王妃慎言。儿臣不敢妄言，当时齐王的确是这么说的。他给太后准备好朝服，太后一到，换了朝服就要即刻高调入京，对外公布陛下您并非先帝亲生。这事儿任何人说出来都可能涉嫌谋逆，唯独太后不同。他们要如何？齐王要带着他的面具坐上朕的这把龙椅？哼，真是痴人妄想。肃清看着皇上，同情的道：齐王估计不会登基，他大约会推大皇子上位。朕都没有资格继位，他是朕的儿子，他就有资格？笑话！福公公脑中浮光掠影一闪，继而满目惊恐地看着苏青。那个大皇子殿下是齐王殿下的儿子。那个父皇，湘北灾区还等着儿臣回去，儿臣不敢耽误。皇上知道苏青这是找借口离开，也是这种时候，苏青留下来看着他像什么？儿媳妇儿看看公公的头顶有多绿吗？好了，你去吧。苏青如蒙大赦，立刻起身，唯恐皇上怒极之下给他来一句：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快走到门槛的时候，皇上忽然叮嘱一句：不得对外泄露一个字。儿臣明白。
难怪他很小就不与朕亲近，朕还当他是畏惧圣颜。哼，现在看来真是朕自作多情了，他怕是很早就知道他是齐王的儿子了。陛下，若您当真不是先帝的孩子，齐王一早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为何当年不提出来呢？他提出来有何用？这件事情若非是太后亲口昭告天下，任何人说都是谋篡江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前几次大皇子要不惜冒着弑君杀父的罪名，宁可造反也不公布这个秘密，还是陛下英明。你这老东西，你哄朕能走点心吗？啊，这么敷衍，朕能听出来的，好吗？还有心思怼我，看来没有多大问题啊。朕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不就是给人多养了几年儿子吗？朕不缺那口饭给他吃。您还真想得开呀！哎呀，朕要是想不开呀，高兴的就是那个齐王那王八犊子了。朕凭什么便宜他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啊？这骂得够狠呐！齐王是王八犊子，那先帝是什么？王八？您不是先帝的儿子，这倒也符合先帝的人设。先帝去世前留下一道遗诏，遗诏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惠妃的孩子是皇子，将来皇位就给他；如果齐王所言就是事实，他不是先帝的孩子，那么先帝那道遗诏也就说得通了。先帝知道他不是先帝的孩子，惠妃才是先帝的孩子。走着走着，皇上被自己的思绪吓了一跳，脱口道：我靠，福公公怎么越老毛病越多了，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而且这个月偷偷照镜子都摔坏了4-5块镜子了。还有，先帝既然知道惠妃是他的孩子，而他不是，为什么还要把皇位传给他呢？为什么不给齐王呢？当时齐王分明那么得宠啊，而他从来没有得宠的时候。估计从一开始先帝就知道他不是亲生的，所以和他不亲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不把皇位给齐王，还是给了他？看来先帝也觉得朕才是真正的王者呀，虽然不是龙脉，可是能力超群，所以才摒弃血缘之见，有能力者任之。嘿嘿，一定是如此。福公公瞠目结舌地看着皇上，脸皮越来越厚。一定是朕想的这样啊！哎呀，朕真是一个集智慧与度量于一身的好皇帝呀！福公公，走，我们去找太后去。皇后请宫。云霞坐在皇后的对面，一脸认真道：母后，儿臣准备要相亲了。你说什么？母后，儿臣和定国公府的婚事，虽然父皇和您都不想把儿臣嫁过去，可只要定国公府咬着儿臣不放，父皇始终为难。儿臣不愿意父皇为儿臣的婚事操心。还有，就算父皇把定国公府搞定了，最终儿臣不用嫁给定国公府世子那个混球，可以后呢，肯定还有这个国公府那个侯府来提亲，甚至儿臣还可能为了大夏朝子民的幸福去国外联姻呢。皇后心头不太好的预感逐渐加重。为了防微杜渐，防患于未然，儿臣决定在父皇给儿臣婚姻做主之前，儿臣自己给自己做主。儿臣打算搞一个相亲大会，召集天下有才之士来求娶儿臣。母后，这个是儿臣拟定的相亲大会行动指南，您先看看，看完了觉得哪里不妥，您和儿臣说，儿臣再酌情改改。儿臣就不多留了，给湘北人民抄的祈福经文还未写完呢，儿臣回去写了。皇后一脸懵逼地坐在那儿。相亲大会举办地点：福源酒楼，举办时间待定。规则：每场相亲大会一共上场12名优秀男士，各自进行3轮的才艺比拼，选出最优秀的一位。嘉宾：宋熙、苏青、福星。每位男士上场，3位嘉宾为该男士点燃蜡烛。表演结束，3根蜡烛全部燃烧者留存，嘉宾熄灭蜡烛，男士被淘汰。这可真是行动指南呐，真的指南。本宫看完完全找不到北。
娘娘息怒，公主也是被婚事逼急了，有定国公府如此，公主的担心也不为过。与其被逼嫁给自己不喜欢的，不如选个自己喜欢的。选个自己喜欢的，也不能上来给人家点3个辣呀！唉，这些歪心思也不知道都是从哪儿学来的。越长大，本宫越看不懂他了。公主这是近朱者赤。公主与九王妃交好，自然是跟着九王妃学会了一些非常人所及的思想。您看九王妃能力超群，咱们公主以后啊，一定也不会差的。唉，苏青从御书房里出来了吗？说是出来了，叫她过来，本宫有话问她。娘娘，九王妃一炷香之前就离宫了，走得很急，像是有什么事。府上老夫人暴毙，想是回去哀悼吧。外面响起脚步声，陛下怎么来了？齐王可是抓到了？你坐好了，朕有事告诉你。臣妾坐好了，你说。第一件事，齐王和荣瑞跑了。荣瑞是大皇子的名字。那青儿和王氏……听苏青的回禀，三合堂虽然没有抓到齐王和荣瑞，但是齐王手下那些随从并暗营以及徽帮上下全部歼灭。不过跑了一个徽帮帮主。人没事就好，陛下息怒，人跑了再抓就是。徽帮号称天下第2大帮，实力尽在三合堂之下，这齐王又是一贯的阴险狡诈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没有责罚苏青和王氏。这第2件事啊，朕可能不是先帝亲生的。这件事情太后知道，齐王也知道，这也是为什么齐王费尽心机想要将太后接出宫的原因。他们打算让太后昭告天下，臣妾这就去把太后弄死，这样陛下就安全了。真是想要知道朕到底是谁的孩子，皇后有什么话直言就是了。朕能告诉你这些，就不打算瞒着你任何事。陛下，臣妾的意思是，您是谁的孩子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是天下子民爱戴的君主。臣妾不希望陛下将亲生父母当作心头一道梗，时时刻刻想着。人的心就那么大，您若是时时刻刻惦记着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就装不下那么多天下苍生了。这怕也就成了太后能拿捏住您的把柄，何必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敌人面前？就算是太后告诉您了，万一齐王也知道呢？万一齐王抓了人来威胁您呢？万一齐王找到他们，逼迫他们在天下人面前要您认祖归宗呢？到时候您怎么办？所以不闻不问不知对您最好，心头还存着念想，但不至于当成一辈子的束缚。皇后，你变了，以前你不这样说话的。这些天和惠妃妹妹常在一起，许是受她影响了，臣妾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人活着就该轻松豁达些，那些不必要追究的就任他去吧，何必为难自己？这第3呢，朕不是先帝的孩子，先帝的孩子可能是惠妃。皇后震愕地看着皇上，您认真的？这种事朕能开玩笑？目前朕也只是猜测，并没有切实的证据。如果惠妃她……陛下，不论惠妃是谁的女儿，是何家的也好，是谁的也罢，她都是您的妃子，是九殿下的生母。她跟了您这么多年，侍奉有加，有功无过，您不能因为一个凭空猜测的真相就对她如何。就算她真的是先帝的女儿，你也该善待她。她又不会谋权篡位，多年的江山对您丝毫威胁都没有，她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啊！陛下，臣妾求您放惠妃母子一条生路。朕是哪里表示过要杀惠妃了吗？皇后，你变了，你真的不是以前那个皇后了。陛下，朕没说要杀她，朕就是说，如果她真的是先帝的女儿，先帝那道遗诏就解释通了。哎呀，那你早不说，可吓死我了。宫中寂寞无聊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聊到一起的，来一起打发时间。你这要是把人杀了，我找谁聊天去啊？这宫里享受的不是荣华富贵，熬过的是寂寞。朕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跟惠妃这么要好了？他膝下有皇子，以前德妃和太后在的时候，他不敢和宫中任何人亲近，臣妾也不敢和他走得近，唯恐给他招惹什么祸端。现在宫里自由多了，也就接触多了。惠妃实在是个妙人。第4。一听还有第4，皇后立刻双手扶住椅子两侧。第4啊，荣瑞是齐王的儿子，不是朕的。
然后呢？还有什么然后啊？难道你之前就知道？臣妾怎会提前知道？臣妾不知。那你为何不震惊啊？长公主不是太后的女儿，您不是先帝的儿子，大皇……哦不，荣瑞不是您的儿子。比起前面2个，这算什么令人吃惊的事？陛下也别太难过生气了。荣瑞不是您的儿子，也算是个好事儿。好事？都说父子一脉，当初大皇子手中捏着京西10万驻军，云王这2张绝顶好牌，结果呢，一手好牌还不是被他打得稀烂？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说明父子一脉呀！当初齐王捏着您的身世，捏着先帝的宠爱，还不是被发配到封地去当王，彻底绝了地位。如今大皇子又是，他们父子呀，这是上天注定的，没有帝王命。以前的皇后只会忠言逆耳，现在的皇后说起话来怎么这么好听啊？父子一脉都没有帝王命，这话说的呀，多有水平啊！比福公公那个老家伙会哄人多了。荣瑞之前的种种蠢到家的行为，丢的不是朕的人，丢的是齐王的人呐！朕去看看太后。臣妾陪您吗？不必了。密室里，朕来就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就在今天早上，齐王派人来宫里接你了。那人很厉害，挟持了皇后，直接来到这间密室，把你带出了宫。满目盛怒，瞪着皇上。你想说朕在胡说是吧？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吗？朕没有胡说。那个时候啊，你昏睡着呢，就在那张床榻底下，床上躺着另外一个你，王氏假扮的。哎，还记得王氏吧？齐王派来的人把他接出去了。太后眼底瞳仁紧缩。朕一直不明白，齐王屡屡冒险来接你做什么？今儿啊，朕总算是明白了。原来呀，朕不是先帝的孩子，你可真是朕的好母后啊！啊，一早就知道这个事实，当年却还是把朕推上了帝位，打得一手好牌呀！你都知道了，你这个野种也配在帝位上坐这么多年？哼，都是哀家和镇国公的功劳，如今你却狼心狗肺，恩将仇报。当初你放走齐王，是想要将齐王作为你日后的后路，今儿朕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当年你布下的后路，如今成为了你的绝路。你休要危言耸听，你敢杀了哀家吗？杀了哀家，你连谁是你的亲生父亲你都不知道。皇上就笑。朕并不想知道。你胡说。当时你费尽心机地查出熹贵妃那贱货是你的生母，如今又怎么会不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？哀家是不会告诉你的，哀家要眼睁睁看着你将来有朝一日手刃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正好，你不想告诉朕，朕也不打算问你，这也算是我们母子一场唯一的默契吧。看在你养了朕一场，朕会给你一个全尸的，如此也好让你一个全尸被送到乱葬岗喂狗去。你不敢杀了哀家，哀家死了，你的身世就无人知道。哀家死了，你举国上下要为哀家守孝。凭哀家对你的了解，你会给哀家守孝？不可能。的确不可能，所以你死了，外界没有人会知道。朕会告诉所有人，你被荣瑞劫走了，不在宫里了。而朕呢，还会派人四处搜捕荣瑞和齐王，解救你。朕是一个好皇帝，一个好儿子。你这个逆子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朕不需要你的祝福。出了这道密室，陛下，朕一会儿把人带走，之后你好生清理一下密室。是。带着福公公，皇上直接回了御书房。如此看来，朕还真是天选之子啊！连老天都这么眷顾朕，朕是谁的孩子还重要吗？朕是天的孩子，天子。对着镜子凝视片刻，露出完美的8颗牙齿。你是最棒的。在魏和岩的门缝里瞥到了这一幕。您高兴就好。
苏青连夜回京，为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将易毒解毒的配方送回来，让宫中太医大规模的配置解毒药丸，以作防备之需。京都，你爹真是个好皇上，连疫苗这种东西都搞得出来。啥苗？你说的啥苗？你刚刚说什么苗？就是防患未然的意思。有病没病来一颗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。我是夸你父皇呢，是个好皇帝。一会儿我还要去平阳侯府，你去吗？不去，苏青自己都不回去，我去干嘛呀？已经停灵7天了，明发丧，你怎么还去？有始有终嘛。平阳侯在外征战，苏青又在赈灾，王氏借口自己被休了，老九又吐得跟个女人似的。他家这丧事啊，体面人全都不在，我得去充个数啊。算是男方亲友，你也去呗，你也算女方亲友啊。我算哪根葱啊？我是给女方亲友拉平均分的，我不去。那个，你知道我们大夏朝每年都要和其他国家一起举办一个军队擂台吗？听云霞公主提起过尖子兵大赛嘛。去年啊，苏青参赛，个人单兵成绩远远高过第2名。今年的大赛，组委会似乎刻意针对苏青，明明知道苏青怀孕了，却还设定出一系列的条件要她参赛。真不要脸，欺负孕妇。其实啊，他们也没有点名就是苏青必须参加，只是设定的那些条件在大夏朝只有苏青满足。他们设定了什么条件？单兵作战参赛者必须是王妃。那你赶紧成亲啊！你成亲了，你的王妃就能替苏青参赛了。五皇子心头砰砰乱跳，竭力克制着。是啊，我也想赶紧成亲，这样苏青就能安心养胎了。不然她才从湘北抗灾回来，紧接着就要去参赛，莫说是怀孕，就算是不怀孕，怕也累坏了。可一时间哪有那么多合适的？既要会些拳脚，又要人聪慧机敏，还要心甘情愿替苏青参赛。难找啊！你也知道，京都各府的那些大家闺秀，莫说让他们参赛，让他们跑个步都得累个半死。是不太容易。这么看来，也只能委屈苏青了。你和苏青不是好朋友吗？算是吧，好朋友。你就这么忍心看着她冒着流产的风险奔波受累吗？忍心啊。穿越前，他和苏青一起参加过某次特大地震的抗灾，整整持续了25天的抗灾。回到部队第2天，班长告诉他们立刻马上出发，前往某无人岛屿参加国际临时组织的单兵大赛。那么累的情况下，苏青秉着中庸之道，还拿了个第3名呢。要不是班长在后方声嘶力竭的呼唤不要第一，不要第一，不要第一，苏青直接秒杀第2好几条街好吗？那会赢比赛有时候不靠武力，靠智力，他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个，其实我有个法子，可以让苏青不用参赛，不过可能就要委屈你一下了。那还是算了，让他去参赛吧。五皇子胸口有点疼，他想要表个白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你先听我说完。请。你的拳脚也不错，若是你成了王妃，就可以代替苏青参赛了。比赛名次不重要的，只要……宋熙脸一黑，噌的站起来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就算你和九殿下要竞争皇位，你也不用使出这么卑鄙的手段吧？啊！我宋熙绝对不会做出那种抢闺蜜男人的不要脸行为。你走吧。还有，你要是敢找别人去勾搭荣恒，我就打断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的腿，然后塞进你嘴里，让苏青塞你嘴里。大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妈蛋，什么人啊？上次昏迷了还说喜欢我，这个就为了权力让我去抢苏青的男人，果然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让你取代苏青嫁给荣恒，做他的王妃。大夏朝的皇子不止荣恒一个啊。五皇子满目深情看着宋熙，我也是皇子啊，你若肯委屈一下，嫁给我，你也是王妃。宋熙他怀疑五皇子其实是喜欢苏青，为了不让苏青去吃苦，所以来表白他，但是他没有证据。我弟娘当年被父皇当着一众朝臣面考辩奸论，都没这么紧张。那个，你愿意吗？你就这么爱苏青？什么爱苏青？除了荣恒那个怪物会爱上一个男人，谁还会这样？当然，荣恒爱苏青，可能是因为他骨子里本身就是个女人，所以他和苏青也算是绝配。毕竟哪个女人不爱苏青这样的男人呢？有颜又有权，还会做小杂鱼。五皇子2步上前，一把拉住宋熙的手。我不爱苏青，我爱的是你，我想娶你为妻，日思夜想的想，你愿意吗？
委屈一下，嫁给我，做我的皇妃。以后或许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王爷。剧本是不是进度走得有点快啊？他怀疑有人为了配合苏青参加尖子兵大赛，故意整出眼前这么一出。我只是个老百姓，你要是娶了我，对你的前途没有一点好处，而且你爹也不会同意的。虽然我很想嫁入豪门，但是我不想被豪门欺负。抓住宋熙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胸口。只要你点头同意，我父皇那边我去求，不会有人给你委屈的。我家里人都很好相处的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要考虑什么？我不需要你的嫁妆，不需要你的背景，不需要你的后台，我只是喜欢你这个人。我怀疑你动机不纯。五皇子满目错地看着宋熙，我没有嫁妆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后台，甚至还是苏青的闺蜜，并且不会为了任何事情背叛苏青。你说你作为一个打算争取皇位的皇子，娶我做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不能帮你夺皇位，因为我无权无势，而且也没有那个脑子。第二，你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我好朋友的夫君，我能忍住不帮他们，已经算是非常爱你了。你娶了我，就等于养了个奸细在身边，我们不会幸福的。第三，就算你能抛开世俗，娶我为妃，但是我不接受和别人共享一个男人，毕竟你也不是小黄车。第一，我争夺皇位不需要女人帮助。第二，为了你，我可以放弃皇位。第三，我至今还是童子之身，没有别的女人。怀疑的在五皇子上三路下三路扫了一眼。真的？我绝对不会骗你的。我听说你府里养了一个妾室。你是说窦四小姐？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。窦四小姐，她只是名义上我的妾室罢了。当初和荣恒暗中争斗，有一件事牵扯到窦家，她帮了我不少忙。现在窦家家破人亡，她又无依无靠，我总不能过河拆桥置她于不顾。第四，我不喜欢我的男人对别的女人有同情心，不接受。回去我便让他离开。那他就无依无靠，颠沛流离了，也许还会被人欺负。你最重要。你们古代的男人都这么会说情话吗？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还考虑什么？毕竟婚姻大事不能一时冲动。好，我等你考虑。我现在去平阳侯府，从平阳侯府回来之后，我就让窦四小姐离开。明日我再来看你。五皇子满目含情，深深地看了宋熙一眼，转头离开。抱着抱枕，宋熙在沙发上翻来滚去，哈哈哈地笑出猪叫声。五皇子立在沙发后，照着五官看宋熙。那个，我忘记拿扇子了，回来拿一下，在你身下压着。靠，怎么又杀回来了？这么开心吗？你大爷的，你才开心呢，你全家都开心。去把窦四小姐唤来。随从应命，转头执行。来了，无需多礼，坐着说话。殿下叫妾来，可是何事啊？本王要迎娶王妃了。且恭喜殿下，不知是哪家的小姐这样有福气啊？不是哪个高门大户的小姐，宋熙，你听过吗？就是前些日子被定国公府三小姐偷了镯子的宋熙。宋熙，据妾所知，殿下和宋姑娘相识不过才月余不足啊，怎么就……是啊，认识不足月余，可本王见到她一眼就心动了。以前本王只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见钟情，可本王从不相信，现在本王深信不疑。能遇到可心的人，实属难得，妾恭喜殿下，也着实羡慕宋姑娘能得殿下如此爱慕，想必婚后必定是神仙眷侣。只是妾有句话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妾听闻，宋姑娘当日被定国公府三小姐偷窃那镯子，是源于南梁的一个行商。宋姑娘之前并非是京都人士，是最近才来的，孤身一人，一来就结交了云霞公主和九王妃，妾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殿下身份特殊，妾给殿下提个醒儿，寻常人一个平头百姓孑然一身，怎么能这么快就和云霞公主和九王妃交好呢？这位宋姑娘，妾觉得她有些不简单。殿下能找到自己中意的人，妾替殿下高兴，可妾也怕殿下被人利用啊。妾的话许是不中听，泼了殿下冷水，但妾是绝无恶意啊。宋熙的身份你大可放心，
本王也不必去调查，连苏青都能与他交好，可见这人是靠得住的。不然凭着苏青的性子，若他当真是什么居心叵测之人，苏青还会替他出头？五皇子这话，您和苏青是敌对方啊，万一他是九王妃刻意安排来接近您的呢？毕竟眼下皇位角逐只有您和九殿下呀。若是那样，本王认了。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本王这一生不能驰骋沙场，没有机会成为英雄，这倒是本王唯一的机会啊。殿下，为了宋姑娘，你连皇位也不要了吗？没有遇到自己心爱的人之前，本王只想要皇位，可遇到了，本王只想陪在他身边，呵护着他，守护着他，看着他每天开心，这是本王现在最大的人生目标。殿下心意已决，妾替殿下和宋姑娘高兴。殿下唤妾来，专门告诉妾这件事情，可见殿下看重妾，妾必定不辜负殿下的信任。新王妃进府之前，妾一定将殿下和未来王妃的新房布置得妥妥当当。那个是这样的，新王妃进府，本王这一生只有她一人足矣，府中不想再有其他的妾室侧妃。殿下的意思是要妾走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放心，你替本王做过事，本王不会委屈你的。你随便选个地方，本王给你买宅子铺子，铺子你想要自己经营就自己经营，生意上但凡本王帮得到你，一定尽力。你若嫌麻烦就租出去，收租子过日。殿下唤妾来就是为了告诉妾这个？是的。让妾离开是殿下的意思呢，还是宋姑娘的意思呢？妾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羡慕殿下对宋姑娘的深情。希望窦四小姐将来能遇到真爱你的人。本王还有事就不多留窦四小姐了。府上那些你用得惯的东西喜欢什么就一并带走，管家会帮你安排好。是，我这就去收拾。殿下不介意，我带走屋里那对白玉瓶吧。你喜欢的带走就好。多谢殿下，日后有什么用得着的，我还是愿意为殿下和未来王妃肝脑涂地。不过殿下也要说话算话，抓住我点哦。放心，本王概不食言。哼，放屁！当初我住进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我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，老娘一辈子就这么短？哼！咱们不住殿下府邸了，一会儿咱们去寻个好宅子搬出去。殿下出钱。声音飘到五皇子耳中，五皇子怎么忽然觉得自己的头有点大了？我让你找的人找好了吗？殿下，哪那么好找？又要功夫好，又要懂兵法，还要长得不错。奴才思来想去，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一个人。既是符合，就把人找来。那个人就是福星。您难道要娶福星做王妃？奴才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为了不让苏青参加尖子兵大赛，荣恒默默做了个决定，把苏青降为侧妃，另外娶一个王妃暂时顶替苏青，等尖子兵大赛结束再各归各位。莫说你不会同意，你同意我也不会同意。除了他，难道就没有更合适的人？离苏青回来没几天了，必须在他回来之前把新王妃人选定了，这样一切才顺理成章，不引起别人的怀疑。浮云正抱着丫丫过来，转角处听到这么一句，浮云一张脸顿时铁青。新王妃？还要趁着我家主子回来之前定了。抱着丫丫，浮云愤怒地立在那儿，幽暗处双目喷火一样看着荣恒与长青。殿下，您确定要迎娶新王妃吗？奴才怕王妃不会同意，奴才怕王妃会捏死你。真的，就像白天的样子。王妃想要捏死你，比捏死蚂蚁方便多了。这件事，本王心已决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做侧妃只是名声不好听，他一向又不看重名声。你大爷的！不对，你们大爷的！我家主子不看重名声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我家主子的口头禅就是“大爷，我最看重的就是名声”。我家主子怀着身孕在前方抗震救灾，为了这个国家出生入死，老夫人发丧，我家主子都回不来。你们却在这里商量着另娶新王妃，
取代我家主子，美梦怎么那么好做呢？悠悠的怨恨通过浮云的目光落向荣恒，捏了荣恒与长青一瞬，浮云抱着丫丫转头离开。回到屋里，浮云将丫丫放在床榻上，气羞羞地灌了一壶温茶。丫丫有些厌厌地趴在那儿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晃悠到第162圈的时候，忽然眼底一亮，双手一拍，有了！我记得福星有一个小本子，上面记了好几种迷药配方。我虽然不能毒死他，但是我可以让他昏睡不醒。浮云立刻干劲十足地奔向福星做药的小屋子。丫丫一双七眼悠悠地看了浮云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极其不情愿地起身跟上。他得盯着点浮云，别没把荣恒迷倒，自个儿就先晕倒了。一阵疾走，走得有点东摇西晃，浮云忙得热火朝天，丝毫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的荣恒，在花架下思念了苏千一会儿，就回屋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莫要忘了，若曦不在了，康儿还在呢。怎么，你是不想顾及康儿的前途了？康儿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她必须娶了云霞公主，否则我不介意撕破脸。反正我已经没有一个女儿了，一个儿子，腿能不能好了还是个问号。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，可我若死了，你们定国公府就是塔塔尔家的仇人。你威胁我？算不得威胁，只是提出条件，康儿必须娶了云霞，否则我不介意鱼死网破。老爷醒了，夫人，老夫人，老爷醒了。你们说三小姐真的被烧死了吗？难说啊，说不定是跑了呢。我也觉得十有八九是跑了。老夫人那么折磨她，她能忍受1年没疯了，也算是厉害了。要我也跑。老夫人对你那么温柔，你舍得跑啊？你要跑了，你家里怎么办啊？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。作死的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能进来的？几位姐姐，劳烦通报，老爷醒了。这样，你先退出到门口，然后在门口用最大的声音喊老爷醒了。姐姐，你去通禀一声不就完了？让你去你就去，耽误了大事，怪罪下来你吃罪的起。老爷醒了。老爷怎么了？可算是醒来了，吓坏为娘了。真是吓坏你了，吓得你趁着老爷昏迷，又收了2个丫头陪睡。可是请了大夫？已经请了。老爷感觉如何？还好，我昏迷这些日子，草原那边可有来信呢？没有。今儿什么日子了？8月初2，老爷该不会有事吧？你现在就去写一封家书，写完了拿过来。母亲那边有消息吗？送来一次消息，知道你遇刺，那边很是着急。尖子兵大赛就快开始了，已经争取到今年的比赛就在大夏朝举办，这是一次机会，错过了再找就难了。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。苏青去参赛，平阳军群龙无首，可你这身子不碍事儿，我又不亲自去做，只下命令就是。那边耽误不得了，等了这么多年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再等下去还不知道有什么变故。大皇子如何？大皇子如何我不知道，不过徽帮被三合堂灭门了。什么？徽帮被灭门了？是王氏亲自带着三合堂去的。这个王氏也是个怪人，不管之前再怎么样，现在府上老夫人死的都死了，连个头都不去磕，有些过分了。你说谁死了？平阳侯府的老夫人7天前没的，就是和徽帮被灭门同一天。当时府上的二夫人就是昭徽，因为天生妈妈徐妈妈的死，被抓到了刑部大牢。在牢里听说老夫人死了，悲痛之下也自尽了。同样是儿媳妇，昭徽都能难过的自尽，王氏却连面都不露，也不怕人戳脊梁骨。昭徽死不死他不关心，平阳侯府老夫人死了，他死了，那件事岂不是一辈子都无人知道了？
苏澈的身世。还有太后也失踪了。太后失踪了？怎么失踪的？就是平阳侯府老夫人亡故那日，府上派人去宫里报丧，报丧的赵妈妈被人挟持，挟持之人在皇后寝宫带走了太后，听说是打晕了皇后，让太后扮作赵妈妈的样子离开的。那天皇上在祭天，等皇上回宫，皇后还晕着呢。除了大皇子，他想不到还有第二个人会这么做。原本伤口恢复的不错，怎么又裂开了？刚刚不慎碰倒了。国公爷，听老朽一句忠言，等伤口好了，什么不能做，何必急在这一时？又伤身子，也不痛快，不是？也不痛快。急在这一时，又伤身子，也不痛快，不是？也不痛快。痛快什么？国公爷没有什么大碍了，每天按时服药，再等月余，应该就可以下地了。切记一点，不可以再崩了伤口。出事那日，你们就一点没有听到屋里的动静吗？国公爷恕罪，当时属下几个都被人用了药，等属下几个醒来，已经出事了。苏青现在在湘北赈灾。是。九殿下在哪里？在府上。你们现在就去九殿下府邸，把人给我弄死，然后把消息传到湘北去。荣恒，你莫要怪老夫心狠，怪只怪你娶了一个必须要死的王妃。是。密室和祠堂的案子可有进展？国公爷，一点进展没有，所有的证据还是指向那只鸡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发现。京兆尹将案子上报了刑部，刑部直接将此案定为悬案了。福星跟着苏青去赈灾，带那只鸡没有？没有，那只鸡一直跟着府里另外一个叫浮云的丫鬟。把他给我抓来。宁和4个暗卫合伙都没抓到。浓墨一般的夜，荣恒府邸7、8个黑人嗖嗖地跳了进去。荣恒已经睡下，整个府邸静谧极了，如同鬼魅一般直扑荣恒的院子。而与他们一样扑向荣恒院子的还有浮云，手里端着现出锅的药，也不知道做成功没做成功。他记得福星做出来的都是药粉，可他做出来的满满一盆全都是稀汤，很寡淡，而且气味也有点诡异，不像是福星做的，几乎没什么味道。他做的这个味道有点像鸡屎，希望这药虽然长相不同，但药效相同吧，毕竟原料都是一样的。进了荣恒的屋子，直接把这一盆扣在荣恒脑袋上，至于后果随便吧。才走到院子门口，浮云就看到几个黑人嗖嗖地落于院子中心，脚尖落地一瞬，那几个黑人就像是鬼一样，直接飘向他们。妈呀，鬼呀！屋内，荣恒与长青以及暗卫相视一眼。浮云怎么来了？奴才也不知道呀。3人眼神一对，犹如飞龙游蛇一般直扑门外。门外正要推门进去的黑人被浮云这一声吼惊得嗖嗖转头，就在他们转头去看的一瞬，动作快的飞出去要杀浮云灭口，动作慢的就被背后冲来的荣恒、长青暗卫3剑客击拿在地。快去救浮云！3人得手，荣恒一声令下，长青直扑那3个朝浮云飞去的黑人。浮云，我的娘啊，我不想死啊！条件反射，求生本能一般，他想抬手挡住前面冲来的剑，手里一盆汤就这样，就在他抬手的同时哗地泼了出去。冲过来的黑衣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就被一盆奇臭无比的凉水劈头盖脸砸下。手里的剑还想动作，整个手腕已经无力，白眼一翻，原本飞在半空中的人啪嗒跌落在地，和他们一起跌落在地的还有浮云，惨白着一张脸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长青眼角一抽，俯身朝着跌在地上已经昏过去的黑衣人又补了个点穴，然后走向浮云，脚尖朝他膝盖碰了一下。你要是敢杀了我家主子回来掘了你家祖宗18代的坟，还有丫丫也会为我报仇的。是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大半夜的，怎么有人组团来杀九殿下呀？他是有多招人恨呐？你说。说着说着，浮云眼角余光去看立在一侧的荣恒。殿下晚上好，奴婢还有事，不打扰殿下休息了。转头拔脚就跑。完了完了，他做药粉对付殿下的事儿这下曝光了。当时他是十分豪迈的觉得先把殿下放倒，其他的随便。可刚刚感觉自己就要死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他还是很惜命的。他不怕死，可就怕死的莫名其妙不值得。而且他死了，万一主子回来之后不明真相，把九殿下救醒了，
酒店下再做对不起主子的事儿怎么办？就没有告诉主子酒店下的真面目了。不行，他不能死。浮云心里碎碎念着，一路跑得飞快，背后暗卫眼角一抽，看着浮云奔走的后脑勺。九王妃的婢女都很独特，有事儿没事儿都喜欢做点药，而且都是一锅一锅的做，是很独特呀。明儿给丫加2条鸡腿，赏浮云50两银子。长庆，殿下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奴才瞧那浮云的样子，那一盆子药好像是冲着您来的。这些黑人只是个误会。是，每天晚上才是享受人生的开始啊！夜生活不要太丰富。牙根的毒药抠了，把人弄醒。一人负责4个，啪啪啪4拳打过去。别费功夫了，毒早不在了。说说吧，定国公什么时候醒的？几个黑人齐刷刷一愣。不说什么无所谓了，本王不在乎。长青，把人送到刑部，让刑部尚书去定国公府查去。正好本王想搜查定国公府，还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。我们不是定国公府的。哦，不是定国公府，那你们是哪儿的？那人就又不说话了。无所谓，我说你们是定国公府的，你们就是定国公府的。去，把人送刑部。长青立刻领命。殿下，这3个药效够强啊，一并送去。而这个时候，一个黑乎乎的身影翻进了定国公府，扑扇着翅膀抖了抖身上的灰，昂首挺胸的一阵疾走，丫丫朝着定国公的卧房奔去。一只鸡体积小，只要走得足够隐蔽，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。上次要找的东西没找到，丫丫为此情绪不振了好久，这次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。轻车熟路，丫丫一路抵达定国公府屋外的墙根下，屋里燃着灯，定国公还没有睡。送出去吧。随从领命。窗外一只鸡默默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。随从从屋里出来，大步流星朝外走。丫丫转头看了他一眼，悄摸跟上去。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，丫丫不敢任意妄为，就只能悄悄地跟着。随从出了定国公的院子，直奔马厩。丫丫眼见他要出府，定国公的院子直奔马厩。丫丫眼见他要出府，干脆也不跟着他了，自己寻个黑黢黢的地方翻出府外，蹲守在门口。等了不足一盏茶功夫，那个随从牵马出来，翻身上马。就在这一瞬，令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。原本蹲在地上的丫丫忽然翅膀一抖，跳上马背，冲着那随从的后脑勺就是一阵鸡爪子挠。挠完后脑勺又去挠前面。事发突然，随从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啥，就被袭击了。他一个惊慌，胯下的坐骑就失了方向，马上一人一鸡奋力厮打，马儿哒哒哒尽职尽责地跑。长青和暗卫正赶尸，猛地看到这诡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就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我的天！暗卫手起掌握，朝着旁边几个黑人啪啪啪点穴。那个是丫丫。暗卫一言不发，直接飞了过去。有病吧，大晚上的！定国公才给他下令，让他弄死这只鸡，这只鸡就自个儿送上门了。王妃的随从养鸡啊，这是她的自由，但是能不能自己养的东西自己看好了？大半夜的出来祸害人，连陛下都说丫丫是护国神鸡，可见凡是被丫丫盯上的人，一定都是有违护国二字。我有理由怀疑你叛国。你现在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。正好我们要去刑部，一起吧。疯了，大半夜的去刑部，你们闲的没事儿，我还要回去睡觉呢。身上揣着信，随从心虚的说完就走。丫丫立在长青的肩膀上，此时此刻他一点也不想做一只鸡，只想做一只会说话的鹦鹉。怕着随从真的走了，丫丫想都没想，抓起爪落，朝着长青后脑勺一爪子就拍去。靠，打我干嘛？咱俩一伙的。暗卫若有所思地看着正要调转马头的定国公随从，嗖地飞身过去，一把将他从马上捉了下来。丫丫眼见如此，立刻抛弃长青，落在暗卫的肩头。长青怎么瞧着丫丫的目光有点嫌弃？做什么？酒店下就可以无法无天吗？就可以目无王法吗？我犯了什么错？你们要抓我？放开！任由他还击。暗卫只一把提起他后脖颈子，将他凌空提起，胳膊伸展，把人撑在一臂之远的地方。转头，暗卫看向肩头的丫丫，他是坏人对吗？丫丫点头。带他去刑部。
暗卫眼睁睁在丫丫的目光里看到犹豫。我的娘，天雷勾动地火呀！丫丫犹豫了一下，摇头。太太回府是吗？去见殿下。这下丫丫点头。暗卫朝着丫丫一笑，脚尖点地，提着那个随从就飞走了。丫丫稳稳地停在他肩头。长青望着他们离开的身影，感觉自己被抛弃了。长青火速地将8个人塞到还打着呵欠抠着眼屎的刑部尚书怀里。半夜偷袭九殿下，被活捉了。定国公的人有劳大人了。转头离开，10万火急的速度奔回府邸。府里灯火通明，定国公的随从被倒挂在树上。暗卫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，火漆密封。殿下，这就是我们夫人的一封家信，是送到塔塔尔草原的。夫人每个月都要往塔塔尔草原送信，若是送去的信迟了或者晚了，他的父兄就会格外担心。那你告诉我，定国公为何派人来暗杀我？对啊，定国公派了8个暗卫刺杀九殿下，怎么九殿下啥事儿没有？大人安排的事，奴才也不知道啊。奴才就是个跑腿的，什么刺杀不刺杀的，奴才真的不知道啊。奴才就负责给塔塔尔草原送信。你不知道？奴才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这是一封家信。家信，真的是家信。既然是家信，那我问你，大半夜的，为什么丫丫会揍你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……你知道丫丫的名号吧？护国神姬，凡是被他揍的，多少都做了些有损于国威之事，比如云王妃，比如郑国公，比如长公主，比如你。奴才真的就是跑个腿呀！你要真的就是个跑腿的，那没关系，到时候刑部问罪，本王替你辩白。可你要是知情不报，到时候定国公府怕是不缺替罪羊。本王给你时间思考，天亮之前，本王有的是时间。陛下真的要为了自己一点好奇心激怒塔塔尔那边吗？塔塔尔那边一向最是看重我们夫人信件啊。是的。定国公的笔记，一眼扫过那几行字，荣恒铁青的脸。进宫，带上他，一起进宫。点了穴，堵了嘴，扛死猪似的朝肩膀上一扛，跟在荣恒的身后。趁着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他必须抓紧了，要不然等到天亮了，新一波孕吐又来了。荣恒走得飞快，这个时候同样走得飞快的还有刑部尚书，也顾不上皇上是不是还在睡觉了，他必须火速赶到宫里。黎明前的暗夜里，暗潮涌动，御书房灯火通明。陛下，睡会儿吧。尖子兵大赛今年在上城的黑狐岭举办，朕这心里不踏实啊，总觉得要出事。如果朕再有一个能干的儿媳妇，朕也就不会有这么些担心的事了。可事实上，荣瑞造反，京西10万驻军被破坏，形同虚设。如果苏青一旦出事，平阳军人心散乱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陛下，在咱们这里举办，总比九王妃颠沛劳累去他国强。怎么也是熟门熟路的，有个什么咱们也好准备。朕担心的是他们的真正目的。皇上正发愁，外面内侍通报，陛下，刑部尚书在宫门口说是有要事回禀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距离早朝还有小1个时辰。让他进来。不过须臾，刑部尚书气喘吁吁进了御书房。臣叩见陛下，请让陛下安眠，臣罪该万死。起来说话，什么事？说。刑部的一个仵作觉得平阳侯府二夫人死得太过奇怪，他一直不认为二夫人会因为老夫人突然暴毙而自杀，毕竟当初郑国公夫妇出事他都挺过来了。进而夜里他心里实在放不下，就去刨了昭辉的坟。你刑部养的是什么神仙仵作，尽职尽责到这种地步？他把人从坟里刨出来，坟地太黑了，不能验尸，他又觉得拉回自己家有点晦气，就把人拉到了臣的家里。福公公突然有点想笑。在仵作的再次精细验尸下，我们在昭辉的后脑勺发现了一个极其微小的针眼，这个针眼应该才是昭辉的致命伤。也就是说他是被杀。当时昭辉被抓，我们是连同他的一个贴身婢女一起抓了的。昭辉死了之后，那个婢女被审讯无碍之后也就放了。现在看来，那个婢女应该是杀死昭辉的真凶。就目前的线索来看，昭辉被灭口和当时徐妈妈被灭口应该从根源上来讲是同一件事。
找到灭口徐妈妈的凶手，也就能知道昭辉为何会被灭口了。明日是不是平阳侯老夫人发丧的日子？是。你现在就去平阳侯府，让仵作好好检查一下老太太的尸体。陛下的意思是？去吧，天亮之前尽量查完。是。像这样的仵作以后多招点儿，这次呢，赏银100两。就在仵作验尸之前，九殿下府中的长青带了8个身着黑衣禁服的人到了刑部，说是今儿夜里活捉的刺客。这些人是定国公派去的。皇上神色骤然一冷，臣还未来得及审讯，仵作就带了尸体回来，紧接着便验出了昭辉的死亡真相。臣不敢耽搁，便直接进宫了。朕知道了，你先带人去检验平阳侯府的老夫人，至于这些刺客，等明日再审。是。定国公啊，你这就坐不住要动手了吗？伪装了一辈子，朕总算是没有平白的冤屈了你。你说他为何要刺杀恒儿？陛下，老奴这蠢脑子哪知道这个？老东西，让你说你就说，这里又没外人，总是跟朕打这些腔调。说，定国公究竟为了什么刺杀九殿下？老奴真是不知。不过老奴揣测，该是与五殿下无关。你呀，真是越老活得越轻了你呀！啊，自然是与老五无关的。老五若是能够争取到定国公的扶持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。老五，老大没了，老四被禁足，眼下竞争皇位的就剩下老五和老九。可老五那个蠢货，听说在读史书，还一本正经的做起了摘抄，一点想竞争的意识都没有。而老九都不想说，天天吐得跟个娘们似的。朕这么优秀，怎么就养出这么一群群魔乱舞的儿子？还是朕的云霞乖巧啊！眼睁睁看着皇上的表情，知道他的思绪已经跑偏。陛下，九殿下在宫门口求见。错的看着门口的小内侍。谁？九殿下要早朝了。陛下，还差多半个时辰。难道是进宫告状来了？让他进来吧。荣恒进来的很快。父皇，今儿夜里，儿臣意外拿到了一个定国公府的贴身侍从，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，是一封定国公夫人写给塔塔尔家的信。信上内容并无什么，但信纸上定国公用柠檬水写了暗字，儿臣用火烤了出来。不是抓了刺客吗？怎么又成了定国公的随从了？刺客是在儿臣府邸抓住的，定国公的随从是方才护国神鸡在大街上抓的。眼皮一跳，震愕地看向荣恒。那只鸡抓的？算了，朕就不脑补那只鸡当时到底是怎么抓人的了，太刺激了。朕这把年纪啊，是经受不住啊。还是看信吧。啪的一拍桌子，嗓间蹦出怒声：放肆！父皇，儿臣只考了1张，眼见内容要紧，余下几张信纸儿臣尚未考过。去把兵部尚书跟礼部尚书给人叫来，立刻！福公公当即执行。父皇，这事怕是也要将苏青立刻召回才好。派人把苏青召回。这几日吐得厉害吗？不轻。那只鸡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是福星在大佛寺后山捡的，当时意外中毒，福星怕它有危险，就抱回府养着。你觉得这只鸡会不会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？父皇，啊，朕知道，不该宣传鬼怪迷信的，可是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？一只鸡厉害的都要上天了，朕活这么一把年纪，这真是活久见呀！父皇，丫丫的确是比一般的鸡厉害些，不过儿臣觉得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苏青和福星养的东西本该就是这个样子，父皇该庆幸他们养的只是一只鸡，不是一条狗什么的。所以你不觉得他是被什么附身了？不会，它就是一只单纯的鸡。要说它为何与众不同，那也是父皇英明，上天必有大下江山。御书房里静文落针，皇上与荣恒各怀心思，一个坐着一个站着，思绪翻滚。荣恒低着头，丫丫是一只公鸡，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听过他大名，而且经常一觉睡到日上3竿也不起，这真的是一只鸡吗？父子俩正沉默着，外面一阵脚步声响起，紧接着小内侍通禀，兵部尚书与礼部尚书就双双顶着黑眼圈眼使进来了。你俩倒是赶到一起来了。礼部尚书道：启禀陛下，今日晚间收到尖子兵大赛的安排，臣和兵部尚书一直在他的府邸商议此事，故而是一起来的。尖子兵大赛，兵部尚书负责赛场秩序维护，而礼部尚书要负责外宾接待。哦，商议的如何？兵部尚书就道：黑虎岭
是我们早就建好的比赛基地，只要稍作修整就能投入使用。但是湘北地震、山脉变化截断了湘江对黑虎岭的水源供给，需要另外开山引水。这件事朕怎么不知道？礼部尚书就道：是今儿夜里工部尚书才收到的紧急公文，因着当时已经是宫门落市，他便没有进宫，只想着明日早朝再呈上。尖子兵大赛一事，6部尚书都是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方才工部尚书也在你的府上？是，陛下。那你们商议出结果没有？兵部尚书摇头：启禀陛下，还没有。黑虎岭山势险峻，不是很方便开山引水。工部尚书已经派人去现场勘测，等做出图来，才能进一步商议在哪里。没有水源，比赛就无法进行。你们看看这个。福公公将信函递到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面前，言简意赅总结为：尖子兵大赛是他最好的机会，大赛期间务必将苏青置于死地。到时候他引导大皇子登基，而塔塔尔草原以除掉大皇子庇佑大夏江山，为皇上报仇为名出兵，这样的字迹摆在面前，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惊得满目的震撼，两人相视一眼，转而看向皇上。陛下，这是真的还有人意图陷害定国公，想要挑起朝廷和塔塔尔的矛盾。兵部尚书语落，礼部尚书跟着道：这是有人蓄意陷害啊！此人居心叵测，用心歹毒啊！这封信函是本王从定国公的随从身上搜出来的，就在今儿夜里，那随从准备亲自送信去塔塔尔。礼部尚书一咳道：九殿下当然不会居心叵测了，只是这万一有人买通了定国公的随从，故意弄成了这样的信函。是今日夜里丫丫从定国公府门口转角处抓了定国公的随从，不会有人买通他的。谁？兵部尚书拽了他一下。那只鸡就是护国神鸡。礼部尚书满目的匪夷所思，看看荣恒，又看看兵部尚书，又瞧瞧皇上。所以护国神鸡半夜不睡觉，蹲在定国公府门口抓了人？是的，没错。兵部尚书是他年纪大了，承受能力低了，还是怎么着？只要一脑补夜深人静一只鸡双目灼灼的蹲在你家大门口等着抓人，那场面太恐怖了，这比苏青和福星蹲手打闷棍还恐怖。陛下要派禁军统领缉拿定国公吗？荣恒却一手捂嘴，一手捂胸。父皇，二军不行了，你们继续，二军告退。荣恒带着无数肝肠寸断的呕吐声逃出了御书房。三人被拉正的思绪再次跑偏。几个月后，九殿下的肚子会隆起来吧？外面亮起灰白的光色。两位爱卿怎么看？礼部尚书脱口就道：九殿下该不会生产的。御书房里气氛往死里诡异。你说的这个不会，是指他不会生产，还是指他不会生产？陛下，您真是够了。陛下即将上朝，您看。那个今日先免朝，你去通知吧。别再跑偏了，皇上朝自己大腿捏了一把。定国公的事，两位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臣以为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定国公有所图谋，就该守株待兔，引蛇出洞，切莫打草惊蛇。抓住一个定国公，也许我们就只能抓住一个定国公，放任他，兴许可以抓了大皇子，并且一并解决塔塔尔的问题。兵部尚书复议道：臣也是这个意思，具体安排，臣觉得还是要等九王妃回来再详细商议。是啊，陛下，毕竟九王妃是届时的参赛人员，既然定国公他们准备大赛的时候动手，那我们提前准备什么都不如九王妃亲自操办起来呀。坐等九王妃吊打定国公，一场年度精彩大戏即将开始。看看镇国公一家子，看看北燕三皇子和文心公主。爱卿所见与朕相同，既是如此，那就两位爱卿拟出一个详细的章程来，两位在这里写就是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门外内侍通禀，刑部尚书求见。刑部尚书满面凝重的进来，进门看见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也在。无妨，爱卿只管说。臣带着仵作去了平阳侯府，引开苏运之后，仵作趁机验尸，棺椁打开，棺椁里有很多指甲抓过的痕迹，老夫人应该是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装殓入棺了。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脸对脸一抬头，满目震惊。活装？仵作查验过，老太太最终的死亡原因就是在棺椁里被活活闷死的。皇上瞠目结舌。棺椁底部跟侧面不都有小孔吗？怎么会？透气小孔
被人为堵住了。这个苏韵真是胆大包天。但是老太太的寿衣穿得很是整齐，不像是被针扎撕扯过的。另外，在老太太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一些丝状物。仵作在老太太的屋里仔细地对比了丝状物，应该是枕头上的。越说声音越是沉重，所以臣推测棺椁并非第一的凶发现场，老太太应该是在自己的屋里被人用枕头捂过，丝状物是挣扎的时候抓下来的。她的枕头也的确是有开丝的地方，当时只是假死昏迷状态，但是被人立刻装到了棺椁里，在棺椁中渐渐的醒来，可又被渐渐的闷死了。皇上脑子里忍不住脑补了个画面，是苏韵要捂死老太太吗？去把苏韵给朕抓了，先去把这些告诉王氏，看看他的反应。陛下，平阳侯府老夫人停灵期间，平阳侯夫人王氏可是一次都没有去吊唁，说自己已经被老夫人驱逐出府，不配去吊唁，只怕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。你且去看看。我靠，刚刚到底听了个什么鬼故事，感觉比那只鸡蹲守在你家门口还要恐怖。苏韵杀了老夫人，整个剧情就完整了，真是丧尽天良。整个事情已经理顺了，这么看来朕还真是天选之子啊，要不然这一切怎么就那么的狗血和凑巧呢？齐王的安排可谓是精妙，谁能想到侍奉皇后多年的内侍既然是齐王的人呢？人算不如天算呐。皇上眼角眉梢漾出笑意，沉浸在天选之子的愉快之中，浑然忘记了安静的御书房里还有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，拿出小镜子，简直是不老男神呐！写章程写得有些脖子发酸的兵部尚书一抬头，猛地看见皇上正在照镜子，面带微笑。兵部尚书吓得差点没从椅子上跌下来，什么情况？兵部尚书做贼似的指了指皇上，让他回头看。礼部尚书，我去！刑部尚书从御书房里出来，直奔王氏府邸会客厅里。大人今儿怎么没有上朝？陛下有事要同兵部和礼部尚书商议，今日免朝，下官前来就是有一事想要告知夫人。大人请讲。刑部尚书就将老夫人被谋杀一事的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氏。王氏闻言，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反应就是皱了下眉。夫人就不惊讶吗？惊讶谈不上，苏韵本就是个不择手段之人，不过倒有些意外，他居然有这个胆量。你不惊讶苏韵手段残忍，居然惊讶苏韵有胆子做这种事儿。说到底，夫人与侯爷尚未真的和离，如今老夫人被谋杀而死，若是侯爷回来，夫人打算……直言就是，你的婆婆被人谋杀了，你打算等你夫君回来，告诉他你母亲被你弟弟杀死了，但是我明知道他是凶手，我什么也没做。大人尽管放心，侯爷回来不会怪罪大人的。至于老夫人和苏韵那里，大人要抓人尽管抓人，若不抓人留着还有用，就尽管留着，不必考虑我们。我们也就是包括平阳侯在内了，直到再次站在御书房里，他也没明白王氏到底是啥意思。王氏说平阳侯不会介意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可陛下，平阳侯素日最是孝顺，全京都的人都知道，他真的不会介意自己的娘被自己的弟弟杀了，这怎么感觉那么诡异呀？苏澈那个混蛋，他骗了朕，娘的，朕拿他当兄弟，他居然诓朕。当日他赐婚给苏青和云霞，苏澈声嘶力竭、肝肠寸断地讲述如何不得已让苏青女扮男装，话里话外都是委屈自己和苏青来抵抗镇国公，为皇上分忧。皇上当时那叫一个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荣恒就正好进宫了，苏青彪悍，荣恒柔弱，当时爱子之心、爱臣之心，让他想都没想就定下了这门婚事。现在想想，他大爷的，就是苏澈那个混蛋诓他，是给他下局呢。苏青与荣恒完婚，好像王氏正式开启撕去了伪装的大戏，才有了后面的一切。真是皇上瞪着眼睛，一脸怒气。刑部尚书稍稍转头朝礼部尚书看过去。哎呀，好好的，皇上生什么气呀？怎么还骂上平阳侯了？太吓人了。礼部尚书，这算什么吓人啊？皇上刚刚还照镜子呢。两人目光交流，读懂了他的意思，眼角一抽，
转头看向皇上，照镜子。听说先帝也快照镜子，还是那种照美人镜，每次照镜子都要说你是最棒的，真是。陛下，平阳侯府发丧的时辰就要到了，您看。苏澈都不管他娘是怎么死的，朕操什么心呢？完了就是。那苏运让他下了葬，赶紧滚回来任职。是。威远君在天之灵得到了镇国公的鲜血祭奠，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。可苏澈和王氏很明显还在狼狈为奸的瞒着他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哼，见不得人，勾当。一面气羞羞的怨念自己被骗着被瞒着，一面脑中浮光掠影，又猜到什么。当时杨子令用鞋底子带回来的南梁密信，好端端的，苏澈为什么去偷南梁燕王的密信？他之所以丢下战场去偷信，就足以见得他去南梁就不是为了打仗。这么一想，皇上又恍然一个事实，当时南梁使臣入朝是苏澈引导了苏青去碎花楼，可南梁使臣怎么就这么巧在碎花楼当街抢人呢？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南梁使臣已经不犯好多年了。以苏澈的尿性，只怕那个老头和那个小姑娘都是苏澈安排的，为的就是让南梁使臣必须当街抢人，这样苏青就一定会出手。御书房里，苏澈在告诉他铁骑已经训练完成，随时可以出兵。结果就出兵了。当时以为只是偶然事件，现在想起来，一怒之下，大爷的，又骗朕！吏部尚书跪求间歇性戳下双眼、戳聋双耳的梁方，着急在线等。湘北，听说将军要走了，这里的救援工作基本已经到了尾声，我留下意义不大。将军误会了，我不要钱。苏青将银票塞到他手里，给你孩子和媳妇儿买点有营养的，刚生产完，缺不得营养。不，我不要钱，我就是。说着，那男人扑通给苏青跪下。将军，我对不起老平阳侯，对不起平阳侯。砰砰砰，在地上磕了3个头。这位大哥，你什么情况？又是对不起我爹，又是对不起我爷爷的。你看上去也没多大年纪，也就比我大一点，怎么就对不起我爷爷了？什么话起来说。将军若是不能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这样，你要是暂时不想起来，你就跪着说，等你说完了，我要是原谅你，你就起来；我要是不原谅你，你就继续跪着。你看行吗？我苏青一向是尊重别人啊。开始吧，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爹和我祖父的事情？将军，这件事在这里说怕是有点不妥，还是要寻个无人处。知道要寻个无人处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寻个无人处好说，但是前提是你得先起来啊！难道你打算跪着去无人处？这恐怕不太好吧？我怕别人以为我欺负你。半炷香后说吧。我爹是府上老夫人的亲弟弟。靠，上来就扔这么大的雷。然后呢？当年我家那把大火是府上老夫人，也就是我的亲姑母放的。当日在京都，荣恒给他讲了些许陈年往事的时候，他就对他祖母有过怀疑。当时放火，他只想烧死一个借住在我家的姑娘，可火势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，烧死了那姑娘，也烧死了家里其他人。你爹活了？我爹那天晚上不在家里，等我爹看见冲天火光扑回去的时候，家里已经烧得不像样了。那时候我姑母，也就是府上的老夫人，抱着令尊平阳侯立在大火外。我父亲不是老夫人亲生的。继而点头。平阳侯是借住在我家的那位姑娘生的。那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爹没有说过。这件事是我爹临终前告诉我的，说我的日子若是实在艰难到过不下去了，可以去京都找平阳侯府的老夫人。原本这件事我是想要烂在肚子里的，可将军救了秦妹的命，还救了我儿子的命，我秦妹，苏青救下那个孕妇，约莫1盏茶的时间。你在撒谎。第一，这些年你们一直和平阳侯府老夫人有来往，并且花着他给的银子。第二，当年那把大火也不是老夫人一个人放的。那男人仿佛见鬼一样看着苏青。德月门前将新月，不论月圆论月缺，这话你应该很清楚吧？那男人嘴皮瞬间白起来。当年借住在你家的姑娘名字就叫做江新月，是不是？荣恒给他讲过德月门前江新月的来历。看着眼前男人的反应，苏青知道自己又猜对了。这么说，他父亲是江新月的孩子，倒是个好名字。我想听事实。男子看着苏青，脸色苍白。实话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当年老平阳侯带兵路过湘北，我家在湘北，算是有头有脸的，在家里招待过了老侯爷。我姑母爱护老侯爷，我祖父也有意攀结，可老侯爷看中了借住在我家的江小姐，在我祖父
向老侯爷提出翁婿之意前，老侯爷率先提出想迎娶江小姐。当时我祖父有意成人之美，就压下了我姑母的爱慕之情。老侯爷和江小姐在我家举办了婚礼。后来老侯爷带病离开，许诺1年之后将江小姐带回京都，并后谢我家。侯爷离开之后没多久，江小姐就怀孕了。最初江小姐和老侯爷成亲，我姑母是万分厌恶江小姐的，若非我祖父拦着，我姑母早就将江小姐撵出去。可后来江小姐怀孕，我姑母像是一夜之间想通了一样，对江小姐又好了起来。江小姐那个人性子很温善，我姑母对她好，她就不计前嫌，又和我姑母成了闺蜜，给老侯爷写信也要经常提起我姑母对她的好。直到江小姐生产那日，江小姐是难产而死的。生产那天，据说流的血将整个床榻都浸透，孩子生出来，她却没了。苏青听着蹙了蹙眉，可江新月只怕未必就是难产。江小姐死后，我祖父的意思是要立刻写信告诉老侯爷，可姑母说老侯爷正在打仗，这样的消息一定会影响他打仗的心情。这话说的有理，我祖父便瞒下了消息。他瞒下了消息，只想着好好替江小姐寻块风水宝地葬了。我姑母却悄悄让人将江小姐草草下葬。等我祖父知道人已经埋了之后，上我家来给姑母提亲的人不在少数。我姑母却说把孩子交给老侯爷之前，她不成亲，她要帮着江小姐带孩子。大家以为她是舍不得闺蜜情。苏青，我呸！后来快到了孩子周岁的时候，老侯爷凯旋回京，收到京都来信的那天，我姑母和祖父在书房里大吵一架。当天晚上府里就着了火，大火滔天，把整个府邸全都烧得干干净净。我姑母抱着1岁的孩子上京了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与老侯爷解释的，可她上京之后，她就成了老侯爷的发妻。你说的这些事不是你父亲告诉你的，你父亲也不是他的弟弟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母亲该是他的贴身婢女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该是黄妈妈的儿子。老夫人跟前有2个贴身妈妈，一个李妈妈，一个黄妈妈。几年前黄妈妈忽然暴毙，对于10岁前的记忆，苏青并非全然不知，零零星星记得一点。所以你是知道她如何同我祖父解释，更知道我祖父为何留下了她。那男人震惊地看着苏青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湘北地方偏远许是不知道，我是大佛4方丈开过光的祥瑞，想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。那男人震愕地盯着苏青，他是怎么留下的？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，你最好不要挑衅我。将军英明，是我愚钝，居然妄图隐瞒。希望你从现在起别愚钝了，毕竟你媳妇儿刚刚生了孩子，给孩子积点阴德吧。不错，我娘是老夫人跟前的黄妈妈。当时老侯爷之所以接纳了老夫人，是因为老夫人向他提出府里必须有个人照顾这个孩子，若是老侯爷续弦，新娶的夫人未必会拿这个孩子视若己出。他舍不得孩子吃苦，说愿意作为孩子的奶娘留下，直到看着孩子长大成人，也算对得起泉下有知的江小姐。另外他家里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无处可去，老爷便让他替了江小姐的位置，成了平阳侯府的女主人。最初几年，老夫人对那孩子的确是很上心，可老侯爷对老夫人也只是相敬如宾，却并无恩爱可言。老夫人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，迫不及待的想要生个孩子，是我娘给老侯爷下了药，就那一次老夫人就怀孕了。可就是那一次，老侯爷对她几乎避而不见，老夫人很是不安。当时她以为她只要生出儿子，老侯爷一定会回心转意，可10月临盆生出来的却是女儿。苏青脑袋轰的一下，就像被炸了一样。女儿？这么说苏韵也是个女的？这么多年她居然没认出来？靠，那朝晖和她，那苏阳是怎么出来的？我去！就在苏青满脑子炸雷的时候，当时老夫人万念俱灰，对生出来的女儿非常的厌恶。我娘当时就想到，前些日子去大佛寺祈福，镇国公府的夫人似乎许愿说务必要生个女儿。轰隆隆，又是一个雷！不会吧，这么狗血！老夫人万念俱灰之际，我娘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她。当时她就让我娘去镇国公府询问，并拦住产房里的接生婆，做出生产还未结束的样子。跑去镇国公府，跑去做什么？问人家，嗨，我生了个女儿，你们是儿子吗？如果是，咱俩换一个呗。镇国公府的人不得把你的腿给打折了。恰好那日镇国公府的夫人也临盆，我娘不知怎么的就混进了产房，镇国公府的夫人生了个儿子。天雷滚滚呐！所以你俩一合计，一拍即合是吗？这都什么人啊？难怪老夫人对二房偏宠到变态，难怪老夫人对朝晖好到变态，合着那不是媳妇儿是女儿啊。你娘为什么暴毙的？侯爷找到我娘，问她的身世。苏青心头一跳，这么说他爹知道什么？好头疼。果然他爹他娘说的对，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家少掺和，他还是小孩子家，接受不了大人复杂的世界。苏青看着那人，你为什么忽然告诉我这些？别和我说什么良心难安、太过感动之类的话，毕竟我不信。告诉将军，是想要求将军，这件事如果未来东窗事发，将军能饶草民一家一命。以前
没有孩子不觉得如何？现在看着我儿子，我不敢死。我要是死了，他和他娘该怎么办？他才那么一点，那么小，求求你大恩，饶草民一家死罪。这个理由他倒是信了。从他娘忽然搬出平阳侯府，并且带走自己全部嫁妆的那一刻，他心里就有些怀疑。毕竟那是他爹的娘，就算要与老夫人决裂，可到底还有他爹呢。所以他娘怕是早就知道什么。老夫人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祖父的事儿？应该没有，她很爱老侯爷的。很爱？未必吧，她怕是只爱她自己。江心月是哪儿的人？我娘只说过她是老爷家收养的，暂时在老爷家里借住的，具体哪里的人她也不知道。不过她有个很重要的玉佩，听我娘说那玉佩上刻着的字不像是大夏朝的字。靠，不会这个江心月是什么敌国公主吧？按照电视剧惯有的尿性，一般都要这么设定，然后他爹的身份就微妙起来，然后原本和谐的君臣就敌对起来，然后整部剧就朝着狗血的方向狂奔而去。那玉佩呢？当年江小姐难产而死，老夫人将其匆匆下葬，玉佩好像跟着一起被埋了。她被埋在哪里？草帽山山脚下。以前我娘活着的时候，每年都要让我去坟前祭祀一下的，我每年都去。祭祀一下？祭祀什么？让江心月保佑你们做过的坏事别被揭穿。这都什么人呢？我现在去看看，你带路吧。将军，我只要你余生不再作恶，过去的事我既往不咎，毕竟不是你做的。将军放心，将军放心，我不作恶的，不作恶。我收留了好多孤儿，我娘的罪，我尽量再弥补。江心月在府里住了多久？听我娘说，是有一年下大雪，她被人送来的。来的时候奄奄一息了都，在府上住了差不多2年的样子。这2年来，她在府里的地位如何？我娘说，老爷和太太对她很好的，府里的下人也很恭敬，大家都拿她当主子尊重着。难道你们老爷就没有对外宣称一下她的身份？就算是为了遮掩什么，也该有个假身份不是？这个我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还没生出来呢。好吧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老夫人真是丧心病狂的典范楷模呀！为了成功取代江心月，居然狠心放火烧了自己全家，这到底是狠人还是神经病？约莫走了小半个时辰，进了山之后，男人一脸的震愕，这惊悚的望着眼前的大山与草木。怎么了？我发誓这里真的是草帽山，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？地震之前我来这里给江小姐的坟填了土，检查有没有漏水什么的，可现在我找不到坟了。原来只要从这条路进来，我站在这里就能看见坟的，现在我找不到了，这里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是找不到了，还是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是真的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了。这里明明是草帽山，可变得不一样了。会不会是江小姐生气了，不愿意让我来她坟前祭拜，所以自己搬走了坟。祖母活着的时候本事不大，被人害得难产而死，死了以后倒是本事大了，自己从坟里钻出来，把自己的坟给毁了，然后重新选择一块坟地，刨个坑自己再钻进去。有这么大的本事，直接给自己报仇啊！无语的翻了个白眼。苏青环视四周山貌，地面上有整整齐齐的新土出现，头顶山头一高一低，中间是明显的撕裂断层，明显的这不是一座完整的山，是2座山各取一部分拼凑而成的。他一直以为湘北城是镇中心，现在看来，兴许这镇中心在这山里。草帽山原本山坡上是野花还是桦树，满目茫然。放开他！江小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啊！当年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他们做的。毕竟你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。再说这些年我每年3次来上坟，看在我上了这么多年坟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一家吧。我儿子还小，他更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只要到了你的忌日，我都让我儿子给你烧纸，以后我有孙子也让我孙子给你烧纸。一面说一面重重磕头。原先的草帽山山坡上全是这种花，没有树，好好的怎么来了这么多树？江小姐不喜欢树的。祖母的坟上可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？就是寻常的坟，不过我在她坟前立了石碑啊。我娘说江小姐身子柔弱，也不知道她死了以后搬迁坟茔能扛得动自己的背不。石碑上写的什么？写着叉叉叉之妻江氏。写的什么？叉叉叉之妻
姜氏。姜氏，苏青听懂了，就是江心月嘛。知七也听懂了，查是啥？平阳侯府已经有老夫人了，而且人人都以为平阳侯府的老夫人就是当年老侯爷在湘北娶的妻子。我不敢写老侯爷的名讳，可又知道老侯爷一直记挂着江小姐，就用叉代替了老侯爷的名字。所以叉就是叉。你可真优秀，该问的问清楚了。再有其他的，苏青也不大感兴趣，毕竟老夫人人都死了。苏青打发他离开。主子，小的觉得他没说真话。哦，怎么说？如果他是黄妈妈的儿子，他知道这么些秘密，老夫人能弄死黄妈妈，怎么就留了他？还有呢？还有就是黄妈妈是被老夫人弄死的，人都死了，黄妈妈肯定不能亲口告诉她自己的死亡真相啊。而黄妈妈死的时候她应该还不大，她是怎么知道的？10岁以前的记忆咱俩都没了，不过我隐约记得小时候老夫人闹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失眠。好像有这么件事儿，不过小的记不住了，小的就记得老夫人好像要把您溺到马桶里。靠，还有这种事儿？当时老夫人失眠，黄妈妈从外面领回来一个神医，神医在府里住了半年，每天给老夫人推拿针灸，老夫人的失眠症就慢慢好了。后来黄妈妈暴毙，神医走了。苏青这么一说，福清隐隐约约想起来点。主子，您的意思是刚刚那个男人就是当年那个神医？苏青点头。可黄妈妈有孩子，为什么不敢让老夫人知道？自然是因为她自己知道老夫人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，怕有朝一日祸及家人。那也不对啊，黄妈妈要是有孩子，总是要怀孕什么的，可黄妈妈连个男人都没有吧？黄妈妈怎么有的孩子，或者她是不是黄妈妈的儿子，我不好说。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，黄妈妈不是老夫人的婢女，原本她是江心月的婢女。哇，主子，您是怎么发现的？江心月有一块重要的玉佩，玉佩上又刻着不是大夏朝的文字。江心月是被暂时收养在府里，可府里从头到尾没有对外证明江心月的身份，却对她十分恭敬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江心月本身的身份足够让府里的老爷太太对她恭敬，而这身份不能对外公开，可其他身份又配不上她。难道她是什么金枝玉叶？金枝玉叶不敢说，但一定是他国重要人物的孩子。如果江心月的身份真是他国什么重要人物的孩子，那当时我祖父要娶她，怕也并非真的只有爱情。平阳侯府的男人他还是了解些的，家国天下永远第一位，做什么也绝对不会做背叛江山之事。就算有一天他们背叛帝王，也绝对不会背叛大夏江山。就比如他爹，看似娶了个什么孤女，可他有强烈的感觉，他娘除了是三鹤堂的堂主之外，还有别的身份，只不过大人们的事儿不告诉他罢了。而他的祖父深得先帝信任，绝不可能娶一个来路不明之人。德月门前江心月，不论月圆论月缺，这个月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缺了什么？所以按照这个推论，江心月身边那枚重要的玉佩是绝对不会轻易给任何人看到，毕竟那玉佩极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。福星跟着点头。大夏朝的皇室倾轧，逼得惠妃给九殿下下毒，别的国家皇室里估计一样险恶，毕竟天下乌鸦一般黑。所以这个江心月估摸是逃命逃出来的，既然是逃命，肯定要小心翼翼。不过她和老夫人是闺蜜啊，会不会就告诉老夫人了，然后老夫人就告诉自己的婢女了？不会，就算她告诉老夫人，老夫人也不会告诉自己的婢女，毕竟收容江心月，整个府邸都冒着被灭门的危险。所以黄妈妈一定是江心月的婢女，不过也不是江心月自己带来的婢女，而是府上指派过去伺候她的。她一次偶然看到了江心月的玉佩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江心月是我的祖母，而我父亲极有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受到别人的攻击，所以我必须要先找到那枚玉佩。主子，咱不回京了，这都不是原来的山了，怎么找？找找看吧，碰碰运气，毕竟我是祥瑞，能找到也说不定。福星刚刚还惊讶的合不上嘴，转瞬就非常赞同的点头。这倒是，要不是湘北地震，咱们也不来这里，不来这里
也救不了那个孕妇。她不生孩子，她男人就不会来忏悔。可见还是主子受上天庇佑。完全正确。那是，小的可聪明了。还是做正事儿吧。研究了一会儿方向，主仆俩顺着山路开始寻找。主子，老夫人可真是个心狠手辣的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把一家子人都烧死了。那可是他爹他娘啊，他怎么就下得去手？果然有句老话说的没错。什么老话？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不知不觉走到深山。主子，歇会儿吧，小的去打2只兔子回来，吃了再走。不消一盏茶的功夫，福星抓了5只回来。上一次吃烤兔子还是在青云山上与荣恒一起，那个时候荣恒还是一只高冷愚蠢的本王。出来这么久，真的有点想他了，也不知道他孕吐好点没。苏青枕着胳膊仰面躺下，头顶密密的树叶遮挡了漫天繁星。你有没有想过成亲？主子，大晚上的又是在野外，别说什么吓人的话好不好？我就知道我们福星怕鬼，没听说过还要怕成亲啊。我不想成亲，一个人单身多好，想吃吃，想睡睡，想干嘛干嘛，我一个人完全过得很好啊。成亲做什么？娶个男人回来伺候他吗？还是娶个男人回来吵架？我又不是脑子有病。感觉高见呢。再说我现在有丫丫，有长青，有主子，有浮云，有咱们平阳君的兄弟们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丰富，完全容不下一个男人。所以长青在这里面不算男人，算什么东西呢？你觉得长青这个人怎么样？嘿，挺好啊，就是脑子好像有点问题。不过他认认真真当我是大哥，我就想以后酒店下要是嫌弃他了，看在结拜一场的份上，我养他。主子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给长青买出院子，给他娶个媳妇儿，让他生个娃。这听着你怎么像长青的老娘啊？不过长青听了大约会哭吧，他不想拿你当娘，只想娶你和你生娃。丫丫渐渐也长大了，总有变老的一天。我成天打仗在外，没人陪他，以后就让长青家的孩子陪着丫丫，也是个伴儿。等等，让我捋捋这是个什么辈分？合着你给长青娶个媳妇儿，就是为了让他媳妇儿给丫丫生个伴儿？你是要给长青娶一个年轻力壮妖娆的母鸡吗？这个给丫丫生个伴儿，似乎不需要长青贡献什么吧？实在忍不住，苏青噗的笑出来。主子笑什么？小的很认真的。苏青笑得有些肚子疼，怕动了胎气把孩子给笑掉了，忍了忍。好，你是认真的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让长青给丫丫生个伴儿，好样的，优秀。主子，烤熟了，吃吧。我先吃着，你也一边吃一边烤。主子，我好想丫丫呀。不得不说，他也很想那只鸡了。如果丫丫在，今儿这场寻找许就不那么费劲了。按照那只鸡的一贯表现，他肯定会突然一阵疯狂的乱窜，然后直接将他们带到目的地。你已经是一只成熟的成年兔子了，自己把自己烤熟吧。说完，学着苏青的样子，仰头躺下，脑袋与异物撞击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我的妈呀！寂静的林间爆发出福星破喉而出的惨叫。主子，有鬼！刚刚袭击了我的头。福星一个鲤鱼跳，翻身跳起，矫健又敏捷地跳到苏青的身旁。福星这一声叫，惊得那些本来已经入睡的鸟一阵拍翅惊飞。黑黢黢的深山老林笼着一堆篝火，头顶群鸟惊飞，振翅鸣叫，那场面格外的惊悚。什么啊，就鬼？是你躺下的时候没注意撞石头上了吧？不是，绝对不是石头，我跳起来的时候摸到它了，不是石头。别自己吓自己，哪有什么鬼？再说了，就咱俩一身戾气，鬼也不敢近身啊。我还是被大佛寺老和尚开过光的呢。主子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踏实。跟在苏青的身后，小心翼翼地从苏青肩头冒出个头。苏青举了火把，火把照过去一瞬，苏青惊的险些把火把掉了。福星不是撞鬼了，福星是撞到他祖母江心月的墓碑上了。江心月的墓碑上叉叉叉3个叉字格外显眼，原来他祖父就是个叉，而且还是3连击的。主子，到底是什么？不是鬼，真是块石头，就是石头比较大。什么破石头，
磕得我一眼看到面前石头上以及上面的字，福星伸出去的脚差点没原地挥化。主子，我刚刚撞到你奶奶的杯了。这话听的怎么有点感觉福星在骂人呢？叉之妻姜氏，你可真是福星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靠一头撞。你要是早躺下，咱们早到了。福星心有余悸地立在那儿。主子，你祖母该不会怪罪我吧？放心，不会。咱们能找到他全品的头，他会感激你的。不，我不需要他的感激，他别记住我就好。巡视了一圈，苏青蓦的脑中电光火石一闪，想到什么，回身去看烤兔子的小土包。方才福星一眼发现的高地，同情地看了福星一眼。和你说个事儿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福星一瞬间将自己整个人挂到了苏青身上。我做好准备了。主子，你说，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，身怀六甲有神兆。我现在怀着孕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进不了，你怕个屁啊！下去。有这句话吗？我怀疑你在骗我。我骗你干嘛？当然有一句话了，这么文绉绉的一句话，你觉得我编得出来吗？这话谁说的？孔子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再说我肚子里怀的可是龙脉，更得庇佑。而且如果江心月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我身上流着他的血，这孩子就更加了不得了。啪的松开了苏青。主子，什么重要的事？你说吧。你把烤兔子的火堆挪一挪，就挪到这儿来。二话没说，撸起袖子就去挪火堆。主子，你刚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我？苏青看着福星，眼睁睁就看到福星脚下的土包塌陷下去。小心！啊！鬼啊！主子救我！人就瘫坐在小土包上，形象就是如同坐在沙发上一样，只不过一条腿在外，一条腿在内。才冷静下来的鸟儿们再次被惊得振翅而飞，一个原地起飞，将福星提了起来。主子，吓死我了！我的腿还在不在了？你快帮我看看，我不敢看，我腿上有没有鬼啊？我总觉得我腿上好像挂着什么。好了，没有鬼，你腿还在，要不然你怎么站住的？好像有点道理，可我怎么觉得我腿上有东西？有什么？啊！苏青忽然一声惨叫，主子，什么？有个人头！一面拼命地拍打自己的腿，滚下去！离老子远点儿！滚！哎呀，好了，骗你的！福星拼命拍打的动作倏地一滞，走上前摸摸福星的头，和你开个玩笑，不过好像过头了。苏青，这真是玩笑开大了，真生气了，都直呼他名字了。别生气了，等回京我带你去碎花楼痛快3天3夜。福星原本盯着苏青的目光，却是忽然缓缓挪开，越过苏青的肩膀，顺着他鬓角看向他的背后，脸上带着克制不住的颤抖，满目惊恐，同人放大。老夫人的头在那里！苏青突然脊背一寒，他刚刚只是开了个玩笑而已啊！不是吧？真的有头？等等，谁的头？老夫人的！思绪一闪，抄起鞭子，一脸阴厉的便回头抽过去。活着的时候害我亲人，死了也想害我吗？我抽的你不能轮回！一鞭子狠狠抽出去，对面的树直接被苏青抽断一条枝干。苏青左看看右看看，回头看福星，哪有头？小的和你开个玩笑，赤裸裸的报复吗？主子，你就不怕鬼吗？什么是鬼？正常死亡的谁还有功夫做鬼？都轮回投胎去了。毕竟投个好人家名额有限，非正常死亡的要么是病死，要么是被人害死的。病死的一般没什么怨气，也不会害人，也去投胎了。被人害死的倒是有怨气，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被人害死，可见也没什么本事。难道你以为他成了鬼就本事大了？再说了，我这辈子杀人无数，就我这一身杀气，活人都不敢靠近，鬼就敢？得了吧，开什么玩笑！苏青翻了个白眼，朝小土包走过去。上次福星一脸若有所思的结果是赈灾钱给丫丫请了个先生，上次福星一脸若有所思的结果是想出100种弄死容恒的方法。这一次就在苏青半蹲在小土包边，福星立在苏青的背后。主子，你说投身到好人家的名额有限，怎么才能争取到好名额呢？一脸警惕的看了那小土包一眼。主子，您说像小的这种能吃能喝、扛打耐用、武功高强
像智慧超人的，以后死了能争取到好名额吗？苏青回头看福星，有了好名额，下辈子你想做什么呢？嘿，当然还是想跟着主子吃香的喝辣的。小的就怕这辈子杀戮太重，下辈子争取不到好名额，不能跟着主子了。傻子，咱俩基本上是同吃同住同杀人，你有多重的杀戮，我就有多重的杀戮，造了一样的孽，下辈子怕是还要在一起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主子，小的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方才小的腿闪进去，脚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，有点软。这话题转的是不是有点太突然？主子，这里边好像有东西，是什么啊？一个小土包，还做的跟个机关似的。我这里感动的都要哭了，你那里已经没事人一样了，真是。里面装着的应该是我的祖母江心月，你刚刚踩到的软软的东西应该也是我的祖母江心月。福星眼角狠狠一抽，整个人顿时石化在那里。他踩到了死了几十年的江心月，我靠，把这个土包掘开。你要掘了自己祖母的坟？听上去是有些大逆不道。我要拿到那块玉佩，跪地磕了3个头，然后蹲身开始刨坟。挖坟这种事儿很损阴德的，万一主子罪孽重了，他却没有那么重，以后岂不是不能一起投胎了？不行，不能因小失大。脑子里一个瞬间的天人交接之后，福星麻溜的蹲下开始刨。很快坟包挖开，里面的棺椁露出来，棺椁上盘踞着一条手腕粗细的蛇，一动不动。苏青皱了皱眉，你方才踩到的应该是它，一条蛇。福星皱着眼角看着那只蛇，它怎么一动不动？修炼呢？是啊，修炼呢，马上就该叫你官人了。死了，一戳不动，又一戳还是不动。主子，他是刚死的吗？埋在地下怎么都不烂呀，看上去就跟还活着一样。一脸的稀奇，说着就要伸手去摸。别动。怎么了，主子？苏青上前盯着那蛇看了许，将它挑到一边。主子快看，他身下压着的小花黑了。苏青瞥了眼地上的小花，朝福星道，这蛇身上应该有剧毒，你把它烧了吧。点了火，火烧脂肪，飘出一点味道。主子，闻着还挺香。他要不要提醒一下福星，这是在坟前。主子，他毒性那么强，挨到小花，小花就死了。小的刚刚踩了他，我会不会也要死了？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放心好了，你穿的鞋是兽皮底子的军鞋，有毒也入侵不了，强壮有力，非常健康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就要独自去投胎了，怎么说好一起投胎的？苏青，我还是去看棺材吧。我要推开棺材了，你不敢看的话转过去。哼，这么多年了，早就是白骨了，有什么不敢看的？抬手和苏青一起推棺材板。寂静的山野里，棺材板被谁推开的声音格外的响。棺材板轻而易举的被推开，眼看到棺材里的人，福星吓得又是一声叫，跳脚抱住苏青的胳膊。主子，真的是鬼！主子，这都几十年了，他怎么还在啊？棺材里，江心月闭着眼，一脸平静地躺在那儿，睡得很安详，看上去不过10几20岁的样子。他完完整整地躺在那里，可身上的衣衫却没有经住岁月的摧残，已经腐化不堪。苏青看着江心月，反手拍了拍福星，不是鬼，他是中毒了，应该是汞中毒，体内所含的汞太多，以至于身体没有腐化。他不是难产死的吗？事实证明他是中毒而死的，被毒死的。我估计毒死他的不是黄妈妈就是老夫人。说着，苏青一眼看到他裸露在外的手腕处有一个很小的伤口，看形状像是蛇咬的，该就是方才那条蛇。不知怎么钻进棺材里，咬了江心月一口，然后在出来的路上把自己个儿给毒死了，死在了棺材板上。这真是对不住了。俯身探手进了棺材，福星瞠目结舌地看着苏青一双手在江心月身上乱摸。主子，你这么对自己的祖母真的好吗？不摸能找到玉佩吗？我不摸难道让你来摸？算了，还是您来吧，毕竟是你祖母，就算她生气做起来，你还能打个招呼缓和一下气氛。不论是理论上还是伦理上，江心月都是他的祖母无疑，可从心里他
他实在难以接受面前这个只有10几岁的尸体是他的祖母。不过就算他不接受，江虚月那张长得和他父亲苏澈一模一样的嘴也告诉他，老娘就是你奶奶。主子，看什么呢？你看他觉不觉得很面熟？侯爷的母亲嘛，自然是面熟了，和侯爷像啊。你仔细看，他闭上眼的样子像不像是秦苏睡着的时候啊？怎么会像秦苏啊？2个人4道目光在寂静的山林里盯着棺材里没有腐化的少女，真是诡异须臾。主子，真的有点像啊，不是有点像，是非常像啊！秦苏睡着了的样子真的和他很像啊。所以我的祖母为什么睡着了以后像秦苏反而不像我？福星嘴巴微张盯着苏青，说不出话。嗨，这有什么？您不光不像他，也不像侯爷和夫人啊。雨落，福星脑子里忽然有什么一闪而过，顿时舌头一闪，脖子一缩，看向苏青。他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大实话。主子，苏青盯着江心月，挪不开目光。他长得不像他爹他娘，秦苏倒是长得像他祖母，而且非常像。这叫什么事儿？难道他不是爹娘的孩子？秦苏才是。人生第一次，苏青有点怀疑自己的身世。如果他不是爹娘的孩子，那他是谁的孩子？为什么他和福星没有10岁以前的记忆？为什么原主的记忆里和噩梦里总是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？会不会他亲生的爹娘其实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比如某个国家的皇上？不对，凭着他爹爱国主义精神，他就算是皇室的孩子，也一定是大夏朝皇室的孩子。这么一想，苏青顿时倒吸一口冷气。糟了，要是这样，那他和荣恒就成那什么？不对，他爹娘知道他的身份，肯定不允许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情发生的。所以他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他家里有没有皇位等着他去继承啊？真是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问个清楚啊！福星去着苏青的神色，拉了拉他的衣袖。主子，别伤心了，说不定只是个巧合呢。要秦苏真的是夫人的孩子，夫人怎么搁着他这个孩子不要，偏偏养着您这么个英武不凡的人？是呀，如果他不是爹娘的孩子，秦苏才是，那他爹娘为什么养他不养秦苏？养秦苏那是货真价实养儿子，也不用他女扮男装了。倒臂托腮，苏青盯着江心月蹙眉，越看江心月那张脸，越觉得简直就是个女版的秦苏躺在里面睡觉啊！这种感觉真是恨不得上前把他暴揍一顿。凭什么你们就长得那么像？琢磨了一会儿，也没有琢磨出个所以然来。苏青干脆放弃。江心月身上除了一块玉佩，并无他物。与福星合力将江心月再次埋了，把那块写着叉叉叉的墓碑竖好。苏青恭恭敬敬磕了3个头，转而坐到一旁的篝火边上。主子，吃点压压惊。方才已经吃饱了，你吃吧，把那块玉佩给我。哦，和苏青并肩挨着躺在一起。哎，主子，这玉佩上还刻着一条龙，简直逼真极了。哪有？从侧面看，主子你自己调整一下方向就能看到，那龙可逼真了，就跟真的能飞似的。游龙飞天，逼真至极，神奇的玉佩。从正面看，刻着的花纹是一只蝉；从侧面看，全是龙。皇家玉佩上有龙的也只能是皇上，至于皇子们，除非是皇上赏赐，否则自己也不能擅自雕刻。江心月的玉佩上却有，难道她是公主？或者她父亲是某位皇子？玉佩的中间写着一个福字，不是大夏朝的字，是南梁的。才激动的心因为这一发现更加激动了，忍不住苏青噌地坐起。靠，不是吧？难道真的要开启一段年度狗血大剧吗？他爹的生母不光不是大夏朝的人，还是南梁皇室的人。这么算来，他爹也就是南梁皇室的人，而现在他爹还在南梁边境揍南梁的人，这真是……抬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墓碑上的叉叉叉。南梁皇室从现在起往上数3代，是南梁史上皇位竞争最为激烈残酷的一届。你如果当真是公主，应该是那一届皇帝的女儿吧？如果不是公主，我猜你应该是某位皇子的女儿。你的父亲夺嫡失败，不得已把你藏到了大夏朝。湘北的那位老人家
应该是你父亲过命的生死之交了，可惜还是没有保住你。你若活着就好了，我就不用坐在这里一个人胡乱猜测，你可以亲口告诉我当年之事。叹了口气，苏青忽然有点想喝酒，摸摸尚且平坦的腹部，车嘴笑了笑。都说有了孩子的女人都是钢铁巨人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被人毒死了？这些年我爹对南梁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恨，应该都是因为你吧？他是你儿子，为你报仇什么的，我无话可说。可如果有一天，因为为了要给你报仇，我爹就要送命，或者拉着平阳君去生死一搏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些话我在你的坟头当着你的面和你说清楚。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会不择手段的阻止他。他是不是我亲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拿他当爹，重要的是我拿平阳军的战士们当兄弟。我不想让他们为了上几辈人的恩怨而送命，毕竟那些将士都是无辜的，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大夏朝的子民与土地，不是给你报仇。我的话你明白吗？若是你也同意，你就沉默默认就好；若是不同意，你出来和我说一声。摸了摸那几个叉叉叉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嘴角噙着笑意。我就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，一定也和我一样，舍不得那些无辜的人为几辈子前的恩怨送死。我怀着孕不能饮酒，这个我敬你的。你放心，不管我爹是不是我爹，我都认他是爹，我会替您好好照顾他的。等以后我的孩子出生，也会让他知道他有个曾祖母叫江心月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的真名应该不叫江心月吧？絮絮叨叨对那三个叉说了许久的话，不知不觉天光大亮，清晨的山野空气好到爆。熟睡一夜，福星惺忪睁眼，一眼就看到素清正跪在坟前三叩首。福星眼角一抽，恍然想起自己昨天晚上是在坟堆上吃的烧烤，坟里埋着苏青的祖母，他俩还大半夜的刨坟，这真是……睡醒了，主子，走吧。主仆俩牵马离开，马不停蹄的狂奔，终是在宫门落实之前抵达了皇宫门口。一路走，苏青一路庆幸，她肚子里怀着的这个孩子简直比铁驼都要坚强。她这么奔波劳累，这孩子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这要是搁现代早流产了。她都没有腹痛见血的症状，这孩子要是个男孩，以后小名干脆叫铁驼算了。真是又好听又好记啊！一路抵达御书房，御书房里六部尚书全在。你们的脑袋都是铁驼做的吗？给朕再想！苏青立刻扶住自己的肚子，一个皇上，您用词儿能不能不这么粗俗？因为地震的缘故，黑狐岭所在的山脉山貌发生改变，开山引水不方便。不方便的原因是什么？主要原因是改变之后的山脉山体结构完整，并且山上多为巨石，想要开山难度系数增大。而且这一旦开山，爆炸容易引起山上巨石发生山崩，更是容易导致以后的泥石流频发呀。山上草木长势如何？草木比较繁盛，山上多为巨石，却草木繁盛，这唯一的可能就是山下有暗河。皇上黢黑的面色终于缓解。陛下，正如九王妃所言，山脉底下可能有非常庞大的暗河流域。臣即刻亲自前往黑狐岭查看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臣便立刻带人钻井。皇上颔首，原地打井，臣需要九王妃派大约1000名平阳军支持。大人出发时必定清点好人数，紧随大人。多谢九王妃。平阳军是父皇养的人民子弟兵，大人不必谢我。皇上，这话听着舒服呀。不过苏青的性子，除非必要的时候，一般绝不会说这种阿谀奉承性质的话。皇上狐疑地朝苏青看去，苏青心虚地摸了摸那块玉佩，他要为他爹的安全打好基础啊。如果山底钻井不能成功，那么要如何应对？最终可能就是各国各自背水来。为了运水，他们一定会派出格外多的人，这真是史上最奇葩的尖子兵大赛了，没有之一。众人将目光落向苏青，看我干嘛？我就是个参赛队员。六部尚书，王妃你好像还不知道，定国公打算在尖子兵大赛上弄死你。迎上六部尚书同情的目光，苏青茫然地摸了摸后脑勺，看向皇上。这件事预备方案你怎么看？他们明显居心不良，那我们也不必太过客气。我们不愿意挨打，也不想打，但是我们不怕打，必要时不得不打，就奉陪到底。陛下，诚如九王妃所言，如今
我大夏朝兵力强壮，他们要当真居心叵测，蓄意作乱，到时候我们不介意顺势一统天下。他刚刚只是说要打就奉陪到底，兵部尚书直接来一个一统天下，有点狂呀。陛下，如果当真他国作乱，我朝为了自保，逼不得已一统天下，臣愿意捐出全部家当以充军费。礼部与吏部尚书跟着他就亢奋，臣也愿意，与其被人牵着鼻子走啊，不如直接一杖给弄死。你们都是文化人呐，文人呐，弄死这种词从你们嘴里说出来，那我说什么？还有，按照一般的惯例，难道不是文官主和武将主打吗？怎么你们一个个文官都要提着打仗，比我都亢奋？匪夷所思地看着面前6个如同抱着一只鸡吸了血似的尚书们，苏青皱了皱眼角，工部尚书就更狠了。陛下，臣的儿子们都已经长大了，随时随刻可以上战场。你们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陛下，打仗毕竟劳民伤财，能不打咱们还是尽量不打。我只是说，如果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，咱们奉陪到底。可是兵部尚书就满目灼灼地看过来，九王妃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可是苏世子啊！吓得苏青眼角一抽，我人设崩了。礼部尚书跟着就道：是啊，九王妃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们都只是说一说而已啊？九王妃，我们是真的想打。天地良心，上战场大不了就是死了。在御书房，在皇上的高气压凝视下，写一份完全写不出的章程，真是要命了。刑部尚书就道：如果有需要，臣愿意跟着一起上战场。是他不符合人设了，还是其他人人设都变了？皇上眼底带着苏青从未见过的熊熊烈火，欲望的烈火。如果打，凭借大夏朝的兵力，胜算有几分？1分没有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皇上便从桌案上捞起一叠不算厚的信纸，丢给苏青。先看看。信纸就是定国公和塔塔尔草原私下勾结预谋害死苏青那封。定国公那个老王八蛋居然真的打算弄死他，还是在尖子兵大赛上。难怪刚刚6部尚书看他的目光那么怪。父皇，这个消息可靠吗？丫丫弄来的。一只鸡大半夜去搞一份重要的信函。陛下，这封信上写的明确，和定国公密谋的是塔塔尔草原，不干其他国家的事，我们没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为敌啊！如此岂不是外忧，正好中了定国公内乱的奸计？你是不是以为尖子兵大赛跟定国公谋逆一事毫无关系？朕也希望没有关系。兵部尚书跟着就开口：我们已经查清，这次尖子兵大赛，各国之所以一致咬定九王妃必须参赛，一致坚定不移的要在黑狐岭比赛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，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收到定国公的威胁或者贿赂。所有参赛国，定国公有这么大的实力？只有南梁没有私下和定国公来往，剩余其他参赛国都私下收到定国公的信函。江心月那块玉佩上刻着的就是南梁的字。定国公选择了那么多国家作为他此次行动的靠山，居然没有南梁，有点奇怪啊。此时侯爷正在南梁边境战事上，南梁失败，之所以没有和定国公私下来往，怕是忌惮边境的平阳军。会是这样吗？如果南梁想围魏救赵，解了自己的困境，和定国公联手岂不是更好？当初南梁做出与镇国公联手覆灭威远军之事，如今就能做出与定国公联手覆灭平阳军之事。毕竟狗改不了吃屎，他们怎么会没有和定国公来往呢？这事儿怎么想怎么不对啊！所以以我朝的兵力抗衡其他国家，胜算几分？父皇，若是单一作战各个击破还是有机会的，可如果是他们联合作战，我们单一作战，机会为零。当真为零？你的铁骑队和火炮战车难道不足以与他们抗衡？父皇，再厉害的武器，再骁勇的战士，毕竟挡不过4个字：寡不敌众。一时间御书房里静默无声，气压有点高。父皇，参赛国也未必就真的能集结起来。大夏毗邻的是南梁、北燕和西秦，其中南梁与平阳军在边境纠缠，南梁落败，平阳军随时可能攻入南梁境内。再说北燕，北燕的边防图在我们手里，自从上次北燕三皇子入石以来，北燕一直在积极调整边防布置，但是儿臣派了人盯在那边，所以北燕的边防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兵部尚书就接了话：九王妃的意思是，到时候我们就甩一张边防图过去吗？不用甩边防图，
我在北燕边境安插的人足够给他们来一次闷声袭击，到时候北燕所有的边防部署全部暴露出来，咱们再给所有国家免费发上一份北燕的边防图。兵部尚书，这么无耻的操作，我喜欢。你继续分析。目前而言，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秦，而且西秦边境，我朝之前负责边防的一直是云王的赤云军，眼下云王作乱，赤云军虽然一直平静，可到时候若真的出征，恐有意外。兵部尚书颔首朝皇上道：臣之前也一直担心赤云军不能听令出征。之前？难道你们背着我已经商量过要一统天下了？九王妃，除了这3个紧邻的国家，其他国家该当如何？目前各国整体实力而言，最好的也就是南梁、大夏、北燕、西秦，其他各国不过尔尔。再说，就算他们打算攻打，大夏朝被这3个国家包围，其他小国就算打算进攻，也必须是以这3个国家为踏板，才能抵达大夏边境。如果我们给他们吃了南梁、北燕和西秦的肉，大家觉得他们还对大夏的肉感兴趣吗？大夏朝处于北燕、南梁、西秦的中心，这看上去非常危险。一旦他们3国联手，我们腹背受敌，应付不暇。可如果以大夏朝为中心，我们联合了其他小国，许以重力，大家分食南梁、北燕和西秦，未必就不可。以大夏朝为中心做圆，做出2个圆，南梁、北燕和西秦恰好处于第1个和第2个圆之间。如果大夏联合其他小国，正好将这3个国家夹攻。所以我们不愿意打仗，但是如果被迫营业，我们奉陪到底。户部尚书就道：想要联合那些小国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做户部尚书的最担心的就是钱了，他只想入账，不想出账，一分都不想。顺利的话，应该1分银子不必出。户部尚书狐疑地看着苏青，1分都不用。这几个小国因着紧邻西秦、南梁和北燕，常年受到这3国干涉内政，并且每年要向这3国进贡不少东西来维持表面平和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希望消灭这3国。话虽如此，但是他们怕是不会轻易出兵啊。是不会轻易出兵，但是如果许以重力呢？什么重力啊？九王妃方才不是说不用银子吗？这个重力就要父皇亲自同意，将我朝国土分给他们。啥？你继续。定国公许给他们的重力是什么，儿臣无法揣测。但是如果父皇能将我朝边境较好的几处城池许给他们，想必这块肉够肥。当然，肥肉也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得到的。父皇可以在公文上写清楚，想要得到大夏朝的肥肉，就要出兵，最少持续1个月。可难道真的要将我们的国土拱手让人？到时候，如果我们成功拿下这3国中的任意一国，届时难道他们放着邻近的肉不吃，还想吃我们这么远的肉？只怕不及我们开口，他们自己就会提出要求换肉。兵部尚书恍然一笑：九王妃高见，这倒真是个好法子。南梁那边有我父亲在，暂时不需要另外安排。北燕那边我带兵亲自上阵，有北燕边防图在手，应该也可以应付。就是西秦。不是吧？真的要被迫一统天下了？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不过一统天下也好，免得那些不知所谓的兔崽子们天天叫嚣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天王级别的厉害。皇上立刻将脊背一挺：这一切全部准备好，大概需要多久？找人去谈判，这个需要父皇安排。毕竟儿臣这个脾气不太适合谈判。不过儿臣向父皇推荐一个人，倒是很有谈判天赋。穿越前，宋熙曾代表我方去和毒贩谈判，熟处人质，顺便给我方争取更多的有效时间。天知道这货是怎么谈判的，穷凶恶极的毒贩硬是被他谈得精神崩溃，差点成功演绎一把《武林外传》里吕秀才和姬无命。何人？宋熙。宋熙？儿臣与宋熙虽然认识不久，但仅有几次谈话，让儿臣觉得他说话很有技巧，而且很能抓住人心的弱点，从而加以利用进攻。当然，父皇这里肯定有更合适的人，到时候父皇择优选择。
皇上点了点头，能够得到你的肯定和推荐，可见能力不错。只是宋熙的身份有些太低了，如果让他去谈判，只怕是气势不足啊。礼部尚书就道：若当真选用宋姑娘去谈判，陛下不如将其收为义女，封作郡主，如此身份也算是显赫了。宋熙和云霞公主私交很好，还结拜过，父皇若封她为郡主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明日一早，朕召她进宫看看吧。若是真的当真能力了得，便封作郡主。谈判成功之后，作战方面大概需要准备多久？如果是打常规战，基本不需要准备。平阳军有自己储备的军粮，可以应付1个月的用度。父皇只用在1个月之内补齐之后的军粮就是。可如果打持久战，直接进攻到北燕中心，只怕就要准备的久一些。不仅要准备作战所需的吃穿用度，还要准备更多的人手来接手我们打下的城镇。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。唉，朕的这盘棋下得有点大呀。行，这件事情朕再想想。你们且散去吧，公布在黑虎岭原地取水的任务，抓紧了。是。出了御书房，兵部尚书一把拉了工部尚书。还取什么水呀？直接和皇上说没有水，到时候就能大战一场了。这样也行？行啊，怎么不行？他现在热血沸腾，大人能钻井取水还是钻井取水的好。毕竟就算是作战，也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出发的。大赛就在眼前，作战也要等到大赛之后了。兵部尚书悠悠地看着苏青，苏青眼角一抽，抬手在兵部尚书的肩头一拍：不要意气用事，打仗不是打孩子，说打就打，就算要打，也要准备个万无一失才好，兴师动众一场。不说前功尽弃，总不能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吧。工部尚书看了看苏青，看了看兵部尚书，在兵部尚书另一只肩头上一拍：我觉得九王妃说的对，你有些冲动了，你这思想有些危险的啊。你们2个年纪加一起都没有我大。礼部尚书站在一侧悠悠道：所以啊，还是冷静点吧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不如从前了。消灭北燕和南梁，就能彻彻底底的为当年的威远军出口气；消灭南梁，消灭燕王，就能为和硕出口气。这一仗，朕是一定要打。朕要成为大夏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唯一一个拥有颜值和实力的帝王。碾压性的实力，让子子孙孙都无法超越。盯着镜子，门外福公公立在那儿，无力的望了望天。皇上不是先帝的亲生骨肉吗？可为什么2个人都这么痴迷于照镜子？屋内盯着镜子里的帅脸。塔塔尔和定国公不是想要取代朕吗？齐王和大皇子不是想要登基吗？朕就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出了宫，苏青打马直奔王室府邸。有关江心运和内方玉佩之事，他必须问个清清楚楚。深夜的京都，策马奔腾。不消片刻，苏青便抵达王府。我娘不在，大半夜的，他娘居然不在家。夫人今儿一早离开的，当时走的时候说是有要紧事，就算快的话也要3、5日才能回来。可夫人没说去哪儿，奴婢也不知道。3、5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么大的人了，出门也不打个招呼，真是抽人。策马回到府邸，才进2门，院里就飘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叫的那叫一个空前绝后，听声音像是长青的。唉，怎么刚回来就揍人？在树林里还说以后要养长青呢。正院里，荣恒铁青着脸立在当院，长青鼻青脸肿的站在他旁边。对面，福星手里拿着一根鞭子，凶神恶煞的看着荣恒。你对得起我家主子吗？我哪里对不起他？浮云立在福星的背后，你背着我家主子，打算另娶王妃，把我家主子贬为侧妃，这就叫对得起。我家主子怀着身孕，还在灾区抢险救灾，你知不知道？余震来袭，他方随时要命，我们在卖命，你们却琢磨着迎娶新人，这就叫对得起。如果这叫对得起，那我一鞭子抽死你，也对得起你列祖列宗。苏青进来的时候，恰好听到这些，人都懵了。啊，荣恒又要娶妃？哪个女人能允许自己的男人天天为别人肚子里的孩子孕吐？谁会嫁给你？苏青朝荣恒看去，月色下不得不说，这个白天孕吐的男人，晚上长得还是人模人样，很帅的。打算娶谁为妃啊？主子，奴婢亲耳听到，九殿下要新娶一个有武功有家世的人为正妃，把您贬为侧妃。原本奴婢想要弄些药把他撂倒在床上，奴婢没用，没把他撂倒，倒是撂倒了几个组团刺杀他的。主子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要是再不回来，只怕新人都要进府了。
哪个有武功有家世的能比得上他更有武功更有家世？确定荣恒是因为这个才要迎娶新王妃？原来那天夜里浮云端来那盆药是给他准备的。他好像还赏赐了浮云。荣恒看向苏青，我没有对不起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想抱一抱自己的媳妇儿。主子，他都这么对不起您了，你还护着他做什么？不值得。总要问清楚的，要确有其事，我们也犯不上落个以下犯上，好聚好散就是。反正当然有合约，若是合离，我要分他一半财产的。主子，你现在还怀着身孕，应该多分一半。福星转头怒目看向荣恒，我倒要看看，把我家主子贬为侧妃，你没了马车没了房子，哪个有权有势有武功的姑娘要跟你？没有，没错，我家主子不要的男人，我看谁敢要。你信我会做出那样的事吗？你会吗？你信我会吗？你觉得我信吗？瞧着这两个人，长青都要急死了。王妃误会了，殿下说的迎娶新王妃是殿下怕王妃参加尖子兵大赛身体吃不消，想要娶一个新王妃来代替王妃参赛，等比赛结束您还是王妃，至于那个替您参赛的就拿银子走人。顿了一下，浮云姑娘没有听全，所以以为是我家殿下薄情，其实不是，我家殿下就是太害怕王妃会受伤了。王妃，您相信我。是这样吗？你以为是哪样？你以为我以为的是哪样？24孝第一孝，他现在只想仰天长啸。我的殿下，您盼星星盼月亮盼王妃回来，现在人回来了，您倒是正常点啊。王妃，千真万确，我拿项上人头和我家祖坟担保，真的是奴才说的这样，真的。好，我信你。还是王妃好，你都不知道问清楚就走人。所以你是想要让我给你道歉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我知道我也就只能这么想想。想都不要想，我不管这是真是假的，我就告诉你，数十万平阳军，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维护我家主子，谁要是对不起他，莫说是揍，我平阳军就是急也能活活急死你。那个，我是不是要向殿下道歉啊？不用，你有什么错？难道你维护自己家主子错了？这倒是没错，不过，所以不用道歉。长青，这也是不道歉的理由。荣恒与苏青大眼瞪小眼对视着。殿下，接下来看你的了，马上快天亮了。长青一走，荣恒看着苏青一步一步走近过去。我真的没有一丝一毫想过要别人来取代你。我知道，就是你想也没人取代得了。有我功夫的没有我家世，有我家世的没有我功夫，就算都有了，带兵打仗的能力也不及我。这么自信？不是自信，是事实。所以一开始我就没信，毕竟你还吐着我的孕吐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怀疑你。就在荣恒抽眼角之际，苏青将走近的荣恒一把打横抱起。我不在这么久，想我了吗？放下来，我是你男人。我怀着身孕呢，你不要乱动。他能怎么办？一个是惹不起的媳妇儿，一个是媳妇儿肚里他更加惹不起的娃。苏青抱着荣恒一路进屋，都是合法夫妻了。一番小别胜新婚之后，苏青斜靠在床榻上。所以你找到可以替代我的人了吗？你自己都说了，无人能替代你，哪那么容易找？你媳妇儿太优秀，没办法。你接着信我，方才在院子里做什么木着脸，让我以为你信了浮云的话。那我要是信浮云不信你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苏青身子向前一探，啪的在荣恒脸上啄了一口。我要是信了浮云，你害怕吗？害怕吗？当然害怕。荣恒不说话，苏青就又在他脸上啄了一口。你只说你害不害怕？你要说实话哟。低着头点了一下。是怕我离开你，还是害怕我离开你带走你的一半家产？荣恒脸一黑。我是那么看重钱财的人吗？所以你害怕什么？姑娘家的，这话说的不害羞吗？我害羞什么？你我都是夫妻了，刚刚做合法之事的时候我都不害羞，现在不过说个话有什么害羞的？你害羞啦？胡说什么？我堂堂男子汉，害羞什么？湘北那边已经全部处理完了，不用再去了。苏青点了个头。和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昨天挖了我祖母的坟。
你昨天夜里就回来了？我说的我祖母不是刚没那个平阳侯府老夫人，是我的亲祖母。亲祖母。接下来半个时辰的时间，苏青将江心月的事儿讲给荣恒。苏韵不是平阳侯府老夫人的孩子，是镇国公的儿子。昭辉不是镇国公的女儿，是平阳侯府老夫人的女儿。平阳侯府老夫人不是平阳侯府的老夫人。苏澈不是老夫人的儿子，是江心月的儿子。你家人物关系要不要这么复杂呀？皱着五官看向苏青。所以你昨天夜里见到你祖母了？我有可能也不是我爹娘的孩子。所有的孩子都不是自个儿爹妈的孩子，那他荣恒想到，那他自己是不是也不是他母妃的孩子？你打算怎么办？不管我是不是我爹娘的孩子，我都拿他们当爹娘，这个不是重点。现在我就想搞清楚江心月的身份，那就是这个。从侧面看可以看到龙的图文，寻常的玉佩怎么会有这个？江心月极有可能就是南梁皇室后裔。荣恒脑中忽然浮光掠影一闪，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？我师父有可能知道江心月。就是你师父，任何关键的时候和神秘的时刻，你师父总是发光发热。他怎么会知道江心月？江心月已经死了足有40年了，我爹都40多了。我不知道我师父是不是知道很多，但我肯定他知道江心月。我第一次听到那句德月门前江心月就是我师父说的，不过当时他醉得一塌糊涂。这是什么神仙师父？我想见你师父，怎么才能见到？不知道我师父在哪儿，他一般并不在道观，每次见面都是他寻我。你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约定？比如你发出什么信号，他就立刻出现什么的？好像每次我病危的时候师父都出现。苏青顿时眼底一亮。你打算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医术很高的。说话间，外面长青急急奔进来，脚步在门口一停。殿下收到镇阳子道长的信。四目相对，震惊无比。要不要这么巧？所以你师父已经提前感受到你要病危了吗？果然高人呐！拿进来。一张信纸只写了几个字：约荣恒明日夜里子时在大佛寺后山见面。你师父真是个好师父呀，你都不用病危了。我还没睡就天亮了。怀个孕辛苦你了，等生了就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好的。荣恒开启了1天孕吐模式，待到天光，苏青抱着丫丫立在苏青一侧。怎么了？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主子，小的赈灾之前给丫丫请了师傅，昨儿回去，小的问长青那师傅如何，结果长青说师傅来了，当时就非常愤怒的离开了。小的给他的费用可是比寻常足足多出2倍。他简直能脑补出师傅拿到多出2倍酬金时的喜悦，当时的喜悦有多么大，在见到学生只是一只鸡的时候，愤怒和屈辱就有多么大。主子，他生什么气呢？能遇到丫丫这样文武双全的好学生，他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？丫丫还是陛下亲封的一品大官呢。那个丫丫毕竟也只是一只鸡，不是？能懂鸡语的人毕竟也不多，不是？我估计你请的师傅之所以愤怒的离开，应该是在恼恨自己不懂鸡语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是啊，不然他总不该是嫌弃丫丫吧？那是当然，他怎么能嫌弃丫丫？丫丫这么优秀，你放心，过几天我再给你请个好师傅。生无可恋，作为一只鸡，你眼底的戏未免有点多呀。正说话，门口的士兵回禀：将军，宫里来人了。进来。奴才给九王妃请安，陛下口谕，传九王妃即刻进宫。怎么又传进宫？回王妃的话，奴才出宫的时候，陛下正派人去请宋姑娘。听福公公的话，像是要比赛什么的。比赛口才。才到了宫门口，正好遇上五皇子进宫。苏青刻意放缓了步子，走到五皇子身后。你说父皇能答应吗？殿下是真心喜爱宋姬姑娘，就算陛下不答应，殿下娶了宋姑娘做侧妃，给她正妃的待遇也好啊。侧妃委屈她了，本王要娶的就必定是本王的王妃，她若是为侧妃啊，将来必定父皇还要给我指婚一个正妃，到时候啊，宋熙该如何，本王又该如何？可宋姑娘到底身份有些低，奴才就怕皇上不那么容易同意。九王妃虽然粗鲁，可到底也是平阳侯唯一的女儿。是啊，苏青那么粗鲁的人都有那么好的出身，宋熙那么温柔可爱漂亮多才，却偏偏是个平民。苏青走在五皇子身后，感受着从前方发射的滚滚天雷。我的娘啊，五皇子这是看上宋熙了，打算娶她为正妃？他俩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的？一共也没见过几次吧。还有
老子这叫威武，不叫粗鲁好吗？没文化。殿下，奴才只是说了最不好的一种结果，陛下一向英明，未必就真的不同意。再说了，您摘抄了这么多民女配皇子的历史典故，陛下一定会被您的一颗真心感动的。苏青眼角一抽，从背后看到五皇子怀里抱着的厚厚一摞文稿，为了让皇上同意他迎娶宋熙，他抄了这么多典故。相比较五皇子对宋熙的付出，当初他嫁给荣恒似乎就那货满腔不情愿地迎娶了他，除了吐血别的什么都没干。别人的爱情回忆起来都是甜蜜，他的爱情回忆起来全是荣恒的血格放空。殿下，若是陛下不同意，奴才倒是想到一个提高宋姑娘身份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宋姑娘不是和云霞公主和九王妃结拜了吗？要让云霞公主认宋姑娘做义妹什么的不大可能，毕竟涉及到皇室宗典。可让九王妃认宋姑娘做义妹就可能啊。眼看五皇子神色亮起来，只要平阳侯夫人认了宋姑娘做干女儿，宋姑娘就能以平阳侯府小姐的身份出阁，到时候这身份不就够了？好主意啊！眼角余光瞥到身后之人，挪目一看，顿时眼角一抽。这九王妃？哎呀，什么九王妃啊？九王妃爱财，到时候多送些银子啊，她肯定会同意的。这个主意好，不过就是可怜宋熙要被九王妃的恶名牵累了。苏青，你大爷的！利用老子的身份，还要嫌弃老子名声不好，赶明儿我就带宋熙去逛碎花楼去。殿下，九王妃就在后面。僵硬着脖子缓缓转过去。嗨，殿下是打算去碎花楼乐呵乐呵吗？一条龙服务我请客。这人怎么走路一点声音没有？我就不去了，多谢。那别算了，我带宋熙去，毕竟是我干妹妹，最好和我有一样的兴趣爱好才是，要不然这干妹妹认了做什么？哼哼，完了，刚刚的话苏青果然都听到了。带宋熙去碎花楼，这是要报复他吗？我有什么得罪九弟妹的地方？九弟妹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我来就是，莫要为难宋熙，她是无辜的。是吗？为难吗？碎花楼那么好玩，宋熙不会觉得为难的。九弟妹执意要为难宋熙吗？为不为难的，等会儿见了宋熙，咱亲自问问不就行了？若是宋熙愿意，你该要如何？若是宋熙愿意，我就买下碎花楼送给他，让他天天去。但是宋熙若不愿意，任何人想要勉强他也休想。那个第一碎花楼好像是四皇子的产业，他辉煌的人生就是在那里出现的转折，所以要不要买你还是考虑一下，说不定风水不好。第二，你对我这个态度，到时候要我认了宋熙做干妹妹，我会加价的，毕竟你也说了我贪财。说完，苏青昂首超过了五皇子。五皇子，宋熙怎么就和苏青交好了，一点也不可爱。御书房里，皇上爽朗的笑声传了出来。苏青推荐的人果然不错，真喜欢。能得陛下喜欢，民女三生有幸。听着话音儿，苏青就知道方才那些离开的朝臣应该就是和宋熙比拼口才之人。可不明真相的五皇子此刻脸都绿了。皇上喜欢宋熙，宋熙还三生有幸，那他算什么？抬脚直接冲进御书房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五皇子就扑通跪在皇上面前。父皇已经有了母后和一众母妃，儿臣还没有王妃呢，求父皇开恩。儿臣难得看上自己喜欢的人，儿臣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迎娶宋熙为儿臣的王妃，父皇就恩准儿臣吧。五皇子砰砰开始磕头。宋熙震惊地看着五皇子，眼底泛起浓浓爱恋的气息。靠，这个男人好帅！皇上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抽风的儿子。什么话？你好好说，额头都磕烂了，你怎么要讹朕不成啊？方才在外面，儿臣就听到父皇说喜欢宋熙，可父皇已经有了三宫六院了，儿臣就这么一个心上人，父皇您不能和儿臣抢啊！苏青，我靠，你厉害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宋熙直接懵了，啥？皇上一张脸黑如锅底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此生非宋熙不娶，父皇若是不允许儿臣娶了宋熙，儿臣宁愿去大佛寺出家。父皇，你已经美人无数，就别和儿臣争了。皇上一张脸黑绿黑绿，一盏茶终是与五皇子擦肩而过，落在他身后。朕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哎，当爹容易吗？啊，这都生出一群什么儿子？老大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好歹亲生养大的呀，结果是那么个玩意儿。老四目前可以忽略不计，原以为老五是个正常的，结果现在为个女人跑到他的面前来放出这种混账话，这真是，真是想要一把捏死你呀！至于老九，
为了个媳妇儿，也没少做混账事。哎呀，真是江山后继无人呐！皇上一双充满怒火的目光悠悠落向苏青的肚子。他的壮孙。御书房里气压空前的低，宋熙看着皇上，看着五皇子，抬脚走到五皇子身侧，不及宋熙开口，一把拉了宋熙朝皇上道：儿臣请求父皇成全。宋熙被他一拽，跟着扑通跪下。你误会了，把他给朕拖出去，杖责50，给朕狠狠的打。你们6个负责给他解释清楚。皇上语落，苏青眼角一抽，这才看到立在一侧的6部尚书，足足6个人被迫围观了这一幕。苏青同情地看向皇上，6部尚书，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，要看到这一幕？6人领命，恨不得立刻夺门而出，原地消失。6部尚书就齐齐上手，亲自把五皇子拖了出去。这倒霉的熊孩子是该打。外面转眼就响起噼里啪啦的板子声，皇上黑着脸坐在御书房里。谁在行刑啊？板子声这么大，朕还能议事吗？御书房里，宋熙惴惴不安地朝苏青看去。怎么办？没事儿。皇上沉默了大约半炷香的时间，指着地上的文稿。那是什么？他这是干嘛呢？儿臣也不知道五皇兄这是写的什么。朕的壮孙，大夏唯一的希望了。父皇找儿臣进宫，可是尖子兵大赛一事定下了。这件事情，朕另有打算。雨落看了宋熙一眼。你之前的表现，朕很满意。朕要你做的就是出使他国，替朕来争取战争盟友。你有把握吗？民女愿意为大夏朝的国土肝脑涂地。你虽然是普通百姓，可身上却有着跟青儿一样那种气质啊，一种有担当、有能力又有足够让朕放心的气势。出使他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能言善辩，还要对这个国家的一切有更可能多的了解。从今儿起，你以云霞陪读的名义就暂驻宫中，朕为你准备好需要了解的所有资料，你务必做到熟记于心呐。是，民女领命。带他过去，皇后那里你亲自去说。皇上转头吩咐福公公，福公公应命，领着宋熙离开。他们一走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坐下看，看完了，朕要听听你的意见。父皇，风险很大，一旦荣瑞和齐王得逞，到时候局面就未必如您所能预料的一般。这个朕知道。另外，定国公与塔塔尔草原的势力也不容小觑。如果定国公与塔塔尔草原和大皇子敌对，也就罢了，万一他们看出父皇的真实意图，儿臣担心他们会联手，到时候我们只怕会玩火自焚。你觉得胜算有多大？儿臣控制的平阳军万无一失，所有的不确定都在定国公和齐王那里，应该是5-5吧。朕原以为只有4分胜算，可就算是4分，朕也愿意一搏。这是铲除定国公跟塔塔尔草原这2颗毒瘤的唯一办法。父皇需要儿臣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尖子兵大赛，给朕卯足了劲儿的赢他们啊！不需要克制，也不需要中庸，朕要你甩出第2名100丈之外。真是很简单。尖子兵大赛是定国公计划除掉你的关键时期，所以那个时期定国公一定会行动。你的任务就是拖延时间啊，让尖子兵大赛临近尾声的时候被定国公除掉。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平阳军的威力，而你被定国公除掉，所有人都会蠢蠢欲动起来。父皇，您在引狼入室？非也，朕是在引狼入瓮。变狼为鳖呀。你参赛的时候啊，朕会让宋熙出使他国，形成联盟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假意出师，在暗中去到那些小国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儿臣必定不辱使命。这期间，京都传来任何消息，你都不要当真，朕会亲自与你联系。那到时候就会有人拿着一模一样的玉佩找你，你听命便是。除此之外，任何人不得相信。皇上的话音里带着老狐狸一样的老谋深算。九殿下那里，儿臣要告诉他吗？此事唯有你与朕2人知道，不必告诉其他人。到时候你假装被定国公铲除，恒儿必定伤心。你呀，也莫怪朕心狠。定国公这家伙是老奸巨猾，塔塔尔那边虎视眈眈，南梁和北燕更是居心叵测。只有恒儿伤心的逼真，他们才会进朕的瓮。可怜荣恒，白天孕吐已经够难受了，不久之后还要收到他死掉的消息。真是眉心微微一蹙，苏青忽然想到一件事。父皇，儿臣与九殿下因着怀孕一事彼此息息相关，儿臣出没出事，他怕是感觉得到。儿臣不在了，他的孕吐也该不在了。这个不用你来担心，你只负责尖子兵大赛的事和后续的平阳军调动即可，余下的
朕来解决。是。尖子兵大赛小组赛中，儿臣原本拟定的名单有云霞公主，公主还能参赛吗？可以，云霞摩拳擦掌好久了。那儿臣到时候要暴毙的事，他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到时候所有与你亲近的人表现伤痛，那都将成为验证你的确暴毙的因素。苏青真是惨无人道啊！原定的宋熙是代表从百姓中选定的人，他另有任务，那儿臣就需要重新择定人选。可平民身份，儿臣一时间并无合适人选。这个朕刚要告诉你，你原定的名额被迫裁员1人，正好宋熙的名额就被裁掉。为何要裁员？这大赛呢，各国组委会一致认定你身怀有孕，腹中胎儿算1个人，所以啊，必须在名单里裁掉1人。靠！大爷的，老子带球上阵已经算是很吃亏了好吗？毕竟一个孕妇总要担心滑胎流产好不好？你们不仅不照顾孕妇，反而给我裁员，真是……父皇，他们这是针对儿臣，实在不公平。是的，所以你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让他们知道，就算是怀孕上阵又缺1人，照样可以把他们甩开100丈之远。父皇，您未免对儿臣太过自信了些。朕对朕的孙儿自信。父皇，前不久您还担心儿臣身孕有恙，让儿臣比赛的时候意思意思就行了，第2轮就让儿臣败退的。此一时彼一时嘛。直到从御书房出来，素清都觉得有些脚下发飘，就跟喝酒上头似的。皇上已经不是当初他认识的那个皇上了。副手走到窗边，立在那儿，怔怔地瞧着窗外。王氏说苏青体内有蛊虫，因这蛊虫的作用，胎儿在体内便拥有一道常人不及的屏障。怎么感觉这听起来跟神话故事似的？可是王氏是苏青的亲娘，这总不会拿自己闺女性命开玩笑吧？朕这壮孙是真的彪壮啊！大下江山，后继有人啊！而此时，殿下，臣说句僭越的话，您如今也这么大了，陛下统共就你们几个皇子，大皇子造反了，4皇子还被禁足，9殿下又在孕吐，也就是您，还能给陛下分忧解难，您怎么能这么给陛下添堵呢？陛下真是好脾气了，这事儿若是搁在臣身上，臣怕是当场就忍不住要捏死那个孽障了。是啊，殿下，尤其您还当着臣等的面，您让陛下的面子往哪儿搁啊？陛下能忍住没将其直接杖毙，真的是慈父了。殿下，那可是陛下呀，是天子啊！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他扣这么一大顶帽子，您可想过后果？原来父皇说喜欢宋熙，是喜欢宋熙能言善语的才能。他到底做了什么糊涂事儿？苦殿下也是情至深处失了理智，殿下也不必太过自责。陛下能心疼您挨板子，可见其心里未曾真的动怒。殿下放心养伤就是，等伤好了呀，进宫给陛下赔个不是也就过去了。亲父子哪有隔夜仇啊？多谢几位大人，今日我身子不适啊，等好了我必定亲自登门答谢各位。臣等就不打扰殿下养伤了，殿下千万宽心，莫要想多了。对了，殿下，您对宋熙姑娘的深情，老臣劝您还是趁早收起来吧。毕竟啊，再过几日你们就要是兄妹了。您刚刚说什么？我和宋熙要成兄妹了？陛下呀，应该很快就会收宋熙姑娘为义女，做封郡主。如此的确是算作兄妹了。好好的，怎么就收作义女了？到底是皇上糊涂还是您糊涂？您自己个儿心里就没个数吗？皇上真可怜，一个个的儿子怎么都这样？奴才这就去打听。不过如果陛下封宋熙姑娘为郡主，的确是陛下自己的想法，殿下您就放弃可好？你快去啊，打听了再说，实在打听不到就把宋熙请了来，我亲自问他。他前脚一走，门外就有脚步声传来。殿下，民女可以进来吗？民女？他府里什么时候混进民女来了？啊，窦四啊，不是说撞了脑袋昏迷不醒吗？怎么就醒了？你别进来了，本王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窦四小姐正要抬起的脚顿时一僵，被拒绝了。殿下，民女有话对殿下说。本王现在不想听到任何喘气的声音。
你出去吧。殿下，滚！本王说话你听不到吗？滚！小姐，改日再来吧。小姐，走吧。让民女告退，殿下休息吧。斗四哪里不如那个贱人宋希了？凭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看到的鼓楼大街，斗四直奔一家药房。姑娘，看病还是抓药？我来买一味药。姑娘买什么？藜芦，要2两。姑娘是单一买藜芦，还是也要买旁的？只买藜芦，家中苍蝇蚊虫太多，听邻居大娘说呢，藜芦枝子能驱除蚊虫，来买些。藜芦的确是能驱除蚊虫，不过藜芦药性强，切不可被孕妇和孩童误食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家没有孕妇和孩童的。包好递给斗四，姑娘拿好，一共是1两5钱。藜芦虽然可以驱除蚊虫，不过不能与单身共用，否则可能危及性命。单身这种东西啊，我家哪里就用得起啊？那都是高门大户的夫人小姐们用的，咱们平头百姓谁用那个呀？小姐，买这个做什么？小姐，您该不会是……闭嘴！小姐，藜芦和丹参毒性很强的，当初四殿下不就是……强不强的关我什么事？难道五殿下好好的，他就会心里有我？即使心里没我，他好与不好与我什么相干？我没有的幸福，别人谁也别想要。小姐，今日之后我就离开京都，你若要同我一起，就踏踏实实回去收拾东西；你若不同我一起，等我离开3日，你再检举我就是。如此，殿下也不会为难你。小姐，你要离开，你要去哪儿？天大地大，哪里不能去？我手里有银子，何必委屈在一个心里没有我的男人身边受气呢？我不为难你，你自己想好了。小姐，奴婢跟着您，奴婢是您的人。好，我不会委屈你的。窦小姐身子好了，头上的伤可是无碍了？已经无碍了。这些日子呢，多谢您的照拂。之前殿下说让我在京都买一处宅子搬出去，您看那天殿下要斗四搬出去，他就巧不巧的摔了个昏迷不醒。这些日子管事先头始终怀疑他就是不想搬出府邸故意的，现在看来倒是他多心了。小姐已经看好宅子了。我不想在京都住了，昏迷数日，做了个冗长的梦，梦到苍山洱海，闲云野鹤，我想去大理看看。小姐想要去云南？已经想好了，只是银钱不足，所以殿下既是说了许您在京都一套宅子啊，您既是不在京都住，我这就将买宅院的银子给您，如何安排您自行决定。去账房支2万两银子来。小厮得令，领命而去。多谢了，承蒙殿下照拂，无以为报。方才在厨房为殿下做了12道菜，算是一点心意。殿下已经知道您要去云南了。斗四摇头。方才我去想要告诉他，只是殿下似乎火气很大，且做爸爸，劳您替我转达一下，我祝殿下和宋姑娘百年好合。犹豫了一下，没再多言。斗四拿了银子起身告退，小丫鬟早就已经收拾好行囊，两人当即离开。他们一走，管家犹豫一瞬，抬脚去了五皇子屋里。把这些都撤下去啊，本王没有食欲。殿下，这些都是斗四小姐亲自下厨做的，您好歹吃一点。五皇子朝饭桌上瞥了一眼，斗四做的啊，谁做的本王也吃不下，端走吧，怕浪费，你们分着吃了就是。殿下，斗四小姐方才离开府邸了，她没要宅子，要奴才把买宅子的银子给她变现，奴才给了她2万两。2万两，在京都买了个3进3出的好宅子，足矣。他已经走了，走就走了吧。斗四小姐说不愿在京都住着，带着银子要去云南。随便他去哪儿吧，他高兴就好。朋友一场，本王尊重他的选择。斗四之前的那个院子，你好好翻修一下，他用过的东西都收起来，那院子就暂时用作库房吧。宗西有个杂货铺，到时候我会搬来不少东西，那个院子清幽，给他放东西正好。殿下，礼部尚书不是说……本王说了算，你立刻就去翻修院子。本王要让那个院子彻底改头换面，看不出来一点女人住过的样子。还有，宋西有个沙发，大概有2张桌子那么大，婚房里面腾出个地方用来放沙发和茶几。五皇子如同着魔了一样，似乎布置了婚房，兄妹就能成为爱人一样。您要转移痛苦，奴才明白，
沙发和茶几是什么鬼？管家朝五皇子道：殿下，什么沙发和茶几？那个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奴才好安排位置。看看，宋熙是多么的与众不同，连他拥有的东西都与众不同到他见多识广的管家都闻所未闻。就是和床榻差不多的东西啊，有靠背，平时用来坐着喝茶看书用的，累了也能睡会儿。就像是5把美人椅并排在一起，除去中间的扶手，上面铺了松软的垫子。管家，奴才这就去安排。殿下好生休养。奴才知道殿下心头烦闷，可吃好饭才能养好身子，养好身子，您才有精力把王妃娶回来，不是？一天了，就他说了句人话，什么谨言慎行、忠言逆耳，全都是狗屁。爱情面前没有忠言逆耳，只有轰轰烈烈。如果本王的爱情不能风平浪静，本王愿意接受暴风雨的洗礼，来争取本王的爱人。行，你去吧。内厢，九皇子结束了一天的孕吐，吃完饭带着长青去平阳军营找苏青。按照约定，今儿夜里子时他们要去大佛寺见师傅，骑马而行。走到鼓楼大街的时候，长青朝荣恒道：殿下您先走，奴才去给丫丫买2只鸡腿。就被一群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人包围了，倏的一下就冒出来了一群大爷大妈，面色不善，层层叠叠将荣恒围在当中。荣恒当时就懵了，暗卫心头一紧，眉眼间带着杀气，握刀就要冲上去，才抬脚就听到一个大妈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：九公主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还我们苏世子清白？暗卫抬起的脚就猝不及防的僵硬在半空，险些将手里握着的刀落在地上。九公主！人群里被包围的荣恒脸刷的一黑，早就听长青说坊间朝阳街区大爷大妈成立了苏青后援会，每天为苏青声讨正义，要求皇上恢复苏青的男儿之身。为此父皇贴了无数道皇榜，证明他就是个皇子，苏青就是个女子。然而面对铁一样的事实，老百姓就是不肯承认，仿佛承认了这个直白的事实有辱他们智商一样。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皇榜有猫腻，苏青被迫成为女子，一定是背负了她不该背负的重担。可怜他们的苏世子既要带兵打仗，还要伪装自己是个女人，真是命苦。现在本人直接被围堵了，荣恒满心复杂的看着面前凶神恶煞的大爷大妈。各位，本王并非九公主，苏青也的确是本王的王妃，各位不要再误会了。一个大爷跟着就道：你的话我们不会相信，我们就想知道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把苏世子还给我们。还我苏世子，还我苏世子，还我苏世子。荣恒的脸色一层黑过一层。你们不要误会了，本王当真是男的，你们见过哪个女子有喉结的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荣恒露出自己颀长的脖颈，然后当着一群大爷大妈的面吞了一口口水。看到了吗？本王的喉结在动，本王是个男人。声嘶力竭的场面疏忽一静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看着荣恒的脖子。快看，真的有喉结啊！本王早就说了，本王是男子。你们散了吧，今日冲撞，本王不予计较。不远处，暗卫一脸复杂的抽了抽眼角，当众表演吞口水，您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您是个皇子，不是演杂耍的。人群里一瞬间的静默过后，有喉结就一定是男人吗？是吧？有胸就不一定是女人，有喉结也不一定是男人。你既然是男人，为什么会怀孕呢？本王没有怀孕，怀孕的是王妃。大妈显然不接受这个事实。既然是我们苏世子怀孕，为什么孕吐的是你啊？那是因为本王太过爱自己的王妃，爱得太深，就替她孕吐了。你以为你这样说就能糊弄我们呢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们所有清粉一个交代，到底什么时候让我们的苏世子做回苏世子？对，我们清粉需要一个交代。清粉？人群的呼喊声里，荣恒很头大，怎么解释清楚？连贴皇榜都解释不清楚的事儿，我怎么解释？本王如何才能让你们相信本王是男人？长青买了鸡腿从熟食店里挤出来的时候，本王是男人，感觉这是呼出了殿下您的心声啊！人群里一个大妈上前，一脸恭顺的朝荣恒行了个礼，然后朝荣恒的肚子摸去。荣恒一脸的大义凛然，大妈认真摸过之后，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荣恒，回头朝同伴道：肚子是平的。
本王早就说了，本王没有怀孕。一个大爷就道：怀孕早期肚子是平的，这多正常。要想证明你不是公主是皇子，要想证明我们苏世子是九王妃，只有一种方法最为准确。长青一个机灵，朝荣恒的下三路看去。我的个天，他家殿下要被人当街摸，人太多，长青冲得很复杂。前面说话的大爷已经目光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荣恒一黑脸，放肆！然而人群一静，一道声音突兀地响起：要是去摸，是男人上去还是女人上去？要是男人上去，他要是公主怎么办？要是女人上去，他要是皇子怎么办？殿下，这人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。怎么？阁下有何高见？老百姓的目光齐刷刷看向那个玉树临风的小哥，目光不善。小哥摇晃着扇子，风流倜傥，没注意到老百姓的目光。高见不敢，不过既是谁上去摸都不合适，殿下不如自证清白。自证清白？怎么自证？当街脱裤子吗？你是什么人呢？知不知道在和谁说话呀？那是我们的九殿下，我大夏朝的皇子，岂容你这等宵小拿来取笑？哪来的土包子，竟然敢轻薄我们殿下！道歉。这轻薄是什么意思？荣恒眼角一抽之际，长安街大爷大妈已经将那个小哥围得密不透风。赔礼道歉，赔礼道歉，赔礼道歉！眼睁睁看着方才还逼他证明自己不是公主是皇子的老百姓，这一瞬又这么激烈的维护他，荣恒的心头一时间复杂无比。那小哥摇着扇子，面色不变，自报家门，说他是西秦尚书杜之若。荣恒骤然一惊，西秦本朝出了一个神童，3岁能诗，5岁能赋，10岁便能将西秦一位年过40的大将军打翻在地。要文能文，要武能武，16岁入朝，17岁官至尚书，至今20，在朝4年，地位无人能撼动。就是西秦的皇上，也要对其恭敬3分。对于这位年少尚书，荣恒早有耳闻，却从未见过。没想到第一次见面，竟然就是在这样的场合，这份屈辱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靠，原来是个外国人！一个外国人，居然敢在咱们京都嚣张，能忍吗？当然不能忍。九殿下，你退后，你要上手，那是国际纷争，这种小事儿交给我们，这叫街头斗殴。清粉们，保护苏世子的女人，此刻不动手更待何时？上！几声慷慨激昂的声音落下，还不等荣恒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见眼前乌泱泱的朝阳大街，大爷大妈冲向了被围在中间的杜之若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长青不知是被哪个壮汉一把提起，从人群里扔了出来，身子在半空中打了个空翻。长青一脸受惊的在地上站稳，抽着眼角看着面前一场空前盛大的街头斗殴。这一瞬，长青深刻地理解了福星的骄傲。福星总说，谁敢欺负苏青，平阳军的将士不用出手，直接用挤的就能把人给挤死。现在他面前的有图有真相，武功高强的杜之若被一群没有武功，全靠晚饭之后聚众遛弯锻炼身体的大爷大妈挤得动弹不得。大爷大妈的拳脚也不是吃素的，更架不住的是，有的大爷大妈出门随身携带了臭鸡蛋。长青挪到荣恒的身边，一脸惊恐。殿下，荣恒心里还回荡着一句话：保护苏世子的女人，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？以前荣恒总觉得做男人难，做个有名的男人更难，可这一瞬他深切地体会到，只要你是名女人背后的男人，就一个字，爽！一拽长青，荣恒翻身上马，坐在马上，清清楚楚看到人群中心被围殴的杜之若鼻青脸肿的样子。荣恒吹了个口哨离开了，点了暗卫，让他将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京兆尹，令京兆尹即刻进宫回禀皇上，让皇上对这场街头斗殴有个心理准备。荣恒直奔平阳军军营，他们到的时候，苏青正在开会。殿下，杜之若怎么来京都了？他一个西秦的人，又不是平头百姓，来京都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应该是率领西秦参加尖子兵大赛。参加尖子兵大赛，不都是在黑虎岭集合吗？
而且按照赛程，他们要在大赛开始前一天抵达黑狐岭才对。他怎么今天就在京都了？而且看他的样子很高调啊，殿下方才怎么不让暗卫跟着他？他既是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和本王挑衅，自然就做足了准备，盯着也无用。奴才来传陛下口谕，明日一早，西秦使团要参见平阳军军营，陛下让九王妃准备的隆重些。西秦的使团什么时候到的？今儿半下午的时候进宫的，具体的奴才也不清楚，只是听福公公说啊，这些人在来之前并未提前发送文书，故而陛下也是他们到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来了。荣恒眼底冷色流转，来的都是哪些人？使团领队的是西秦最年轻最有为的尚书杜尚书。杜尚书进宫了？奴才出来的时候，杜尚书未曾进宫，只是西秦其他朝臣入宫了。西秦这是要做什么？使团进京，领队的杜之若却没有进宫，而是派了自己的下属官员进宫。看来今儿晚上这顿揍真是不屈他。好了，本王知道了，父皇的话本王会转告王妃，你回去吧。小内侍朝荣恒应了声谢，行礼离开。殿下，西秦这不太对劲啊，杜之若竟然没有进宫，您说刚才他在鼓楼大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殿下，进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吐了一天，在家休息会儿养养身子，昨儿一夜也没睡，身子怎么受得住？想着夜里要见师傅，就直接来找你。您最爱吃的麻椒鸡腿，我还买了丫丫的份。王妃是不知道刚才奴才和殿下经历了什么。什么？接下来半炷香的时间，长青口若悬河，噼里啪啦将荣恒被朝阳街大爷大妈围堵，以及杜之若被揍一事说了一遍。哼，杜之若那个蠢货，怕是这辈子也不敢再登我大夏朝京都的门。我朝阳街的大爷大妈不揍得他心里全都是阴影，都愧对自己的身份。太过分了，就是太过分了，主子，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自己的男人居然被人如此当街羞辱，这口气岂能咽下？他苏青这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？侮辱他的男人比侮辱他更可恨百倍。杜之若，王妃，那些大爷大妈已经揍了他了，揍得他鼻青脸肿，奴才亲眼看见了。你家主子是我朝堂堂皇子，被一个外来的大臣当街侮辱，难道是仅仅被人揍一顿就能解气的事吗？要是侮辱我朝皇子的代价这么低，那其他国的人还不都疯了似的效仿？在大夏朝的街头被一群老头老太太给揍了，结结实实的给揍了，确定这个代价很低？他不要脸的？这件事绝不能这么算了，我家主子征战在外，丢不起这个人，我家主子不要脸的。长青眼角一抽，默默转头朝荣恒看去。王妃是要脸的，所以绝不能放过杜之若。您呢？您好像是靠清粉脱身的。哼，杜之若，西秦的天才，西秦人眼中不可一世偶像级人物，感动老子的男人，老子就让他的国民形象彻底崩了。主子，怎么做？明儿天一亮，你去坊间寻几个会写话本子的，把昨日鼓楼大街之事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以此为基础，给我写个精彩的话本子来，写的最好的我赏他1000两。福星立刻应命，重点在丑化杜之若，弘扬我朝百姓大无畏的精神和不畏强权的精神。王妃，找写话本子的做什么？哼，毁了他。另外，给我找几个擅长作画的，到时候把画本子的内容给我全画出来。你要把东西送到西秦去？杜之若在西秦的声誉很好，很受百姓爱戴，说不定会弄巧成拙。若是我们直接投入民间，必定会弄巧成拙。可杜之若那么优秀，他的政敌一定不会少。交给他的政敌？杜之若的政敌只怕不会轻易上当，毕竟这件事处理不好，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。放心，到时候不行，我再补后招。我的男人一定不会让他白白羞辱了的，这个仇我给你报。西秦使团入京，杜之若没有进宫，而是派他的下属官员进宫，他本人却出现在鼓楼大街，高调闹事。对了，方才宫里内侍来传话，父皇说明日西秦使团要来平阳军军营参观。参观什么？参观怎么被爆头吗？